游轮失事，我和18个极品美女流落荒岛，谁料却因为顶流女星的闺蜜一句他是个男人，肯定对我们图谋不轨，我便被这群自以为是的美女联手赶出营地。可当她们被毒虫咬得生不如死时，我早已经在窑洞里吃着火锅唱着歌。曾经那些对我不屑一顾的人，如今全部可怜巴巴地跪在我面前，祈求我给他们一口吃的。此时我正蹲在沙滩边清理一条搁浅的鱼，却突然听到苏微微喊了一句：我提议把林峰赶出营地，咱们18个女孩子，谁能保证她不会趁我们睡着做什么？同意让他搬走的举手。举手。这话一出，好几个女生的脸上都露出恐惧的表情。荒岛屋里无缘，一个男人，18个女人。果然18个人里17票赞同，只有1个人没举手。苏微微得意地转过头看向我，看到了吧，少数服从多数。林峰，你可以走了。我拍了拍手上的鱼鳞，弯腰把那条处理好的鱼捡起来。行，既然不欢迎，那我走。苏微微刚要发作，已经有人先一步开口。秦岚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等一下，小伙子，别赌气了。他们的顾虑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白天你过来帮盘，大家一起干活，分配食物；晚上你睡到那块岩石的另一侧，怎么样？而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鱼，气笑了。秦老师，您说的很客气，但翻译过来就一个意思，你们需要一条免费的狗，白天干活，晚上拴起来。说完这话，我直接走向树林方向，直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树丛里。苏微微拍了拍手，扯出一个笑，走了正好，清静。明天我们自己找食物吃。秦岚走到陈瑶身边，压低了声音：你想过没有？他走了，收集柴火、搭棚子、找食物、守夜这些活谁干？陈瑶的眉心皱了一下，显然她之前真没想到这一层。苏微微凑过来插嘴道：秦老师，我们18个人呢，什么活干不了？何况赶走一个男人的安全隐患，利大于弊。秦岚看了他一眼，懒得再解释什么。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我拎着鱼来到一处高地，站在最前面，甚至能看到那群女人所在的沙滩，也可以看到前方的海面。我刚把鱼放下，坐在石头上喘了口气，突然脑子里嗡了一声，眼前弹出一行透明的蓝色文字：荒岛求生系统激活中，宿主已确认。功能1：万物鉴定，目光所及之物皆可识别属性与用途。功能2：百科资料库，提供脑内知识下载，涵盖建筑、种植、冶炼等一切宿主想要知道的知识。功能3：每日签到体质强化，可每日强化体质，抗毒能力 max。我立刻低头看向地面的那堆枯叶，蓝色标注浮现：干燥棕榈叶，清热解暑，利尿消肿，抑菌消炎。林峰的心跳止不住的加快，随即迅速扫视四周，石头、苔藓、树皮、泥土，所有东西的属性都像词条一样浮在上面。他站在凹地边缘，听着下方沙滩方向隐隐传来女人们的说笑声。我忽然笑了，都荒岛了，还以为自己是版本 T0。夜幕沉下来，海风裹着咸腥的潮气从沙滩上卷过来。18个女人围坐在一堆勉强算是篝火的火苗旁边，火光把她们的脸映得忽明忽暗。我堆边散落着几袋包装面包和小蛋糕。陈瑶撕开一袋奶油小面包，几口就没了，连包装袋里的碎渣都抖进了嘴里。其他人也差不多。气温继续掉，海风一阵一阵往骨头缝里钻，篝火被吹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人已经把膝盖抱紧，把脸埋进了腿里。苏微微嗤笑了一声：你们猜那个林峰现在什么样？捡了条鱼又怎样？他能生火吗？估计现在冻得跟条狗一样。他把 Zippo 打火机在手指间翻了一圈，火苗跳了一下，没人搭理他。此时林雅抱着自己那双长腿，声音闷闷道：我想吃饭，想睡我的大床，想洗个热水澡。说着声音就带了哭腔，这一哭像是传染，旁边几个人也红了眼眶。喂，你们快看那里，那里有火光！所有人齐刷刷看过去，黑漆漆的密林上方确实有一团跳动的暖黄光亮，真有，还有别的幸存者，有人就有救了，我们过去看看吧。话音落下，所有人又低头望向火光下方那片漆黑的密林，晚上黑压一片，偶尔传来不知名的虫鸟怪叫。我不敢进去，里面该不会有蛇吧？而且黑成那样，万一摔了怎么办？白天再去行不行？秦岚看了看众人的表情，又抬头看了看远处那团时隐时现的火光，他攥了拳头，咬了咬牙，走到火堆边，弯腰抽出一根还在燃烧的粗树枝当火把。我去看看，万一有人，说不定有吃的。有想一起的就跟上，不勉强。沈小棠第一个跳起来蹦到秦岚身边，我去，又回头朝大伙招手：走嘛走嘛，大家一起去就不怕了。苏微微撇了撇嘴，但大部队要走了，她也不想落单，哼了一声跟在后面。于是18个女人打着一根简陋的火把，深一脚浅一脚的朝密林深处摸去。脚下的地面从沙变成了湿土，再变成铺满落叶的坡地，越走温度反而没那么冷。密林把海风挡住了大半，火光越来越近，然后一股味道飘了过来，有人停下脚步，使劲吸了一下鼻子，所有人都闻到了烤肉油脂被高温逼出来后的焦香，混着某种辛辣的野生香料气息，顺着夜风往鼻子里钻。所有人的肚子几乎同时叫了，烤肉香，有火有肉，还他妈有调料，这味道是鱼，不止鱼，还有一股股的香味。沈小棠肚子咕噜叫了一长串，好香，我好饿。此刻另一边，我蹲在营地里，面前一堆烧得又稳又旺的火。系统百科资料库直接把完美操作流程灌进了脑，用什么木头当钻，什么藤条绷弦，怎么挑火龙，精确到每一步。虽说第一次操作有些生疏，但也只花费了10几分钟就搞定。火堆上方用2根弯形树杈撑着一根削尖的木棍，一整条处理干净的鱼被穿在上面，外皮已经烤到微焦，裂开的鱼皮边缘往外翻卷，露出里面白嫩紧实的鱼肉，油滴落进火堆里，吃吃作响。我捏着几片叶子，碾碎
碎了往鱼身上撒。天黑前，他在营地附近转了一圈，目光扫过地上一丛不起眼的矮灌木，蓝色标注立刻浮现：野生甲举叶，腥味，可替代胡椒使用，去腥增香，效果极佳。又看向旁边歪脖子树根部的几朵金黄色菌菇，鸡油菌，口感细嫩，富含蛋白质，建议烤制或炖煮，风味最佳。那几朵金黄色的菌菇已经被他摘了下来，串在另一根细木棍上，架在火边慢烤，边缘微微焦化，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菌香。碾碎的甲举叶撒上鱼身的瞬间，辛辣的香气就窜了出来，和烤鱼的油脂焦香搅在一起，我忍不住吞了口水，又翻了个面。鱼腹那一面已经彻底熟透了，金黄酥脆，用木棍一戳就裂开，汁水往下淌。我伸手把那串烤菌菇取了下来，吹了吹，咬了一口，外面一层薄脆，里面嫩得像豆腐，满嘴菌香。我靠着温热的岩壁坐下来，吃着菌菇串，等着烤鱼熟透，好不自在。此时的我压根不知道，赶走我的那18个女人，此刻正循着她的火光和肉香，正深一脚浅一脚的朝这边摸过来。我正嚼着鲜嫩的鸡油菌，满嘴都是浓郁的菌菇香气。就在这时，侧面灌木丛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我立刻咽下嘴里的食物，瞬间警惕起来。这荒岛上野兽毒虫不少，别是闻着烤鱼的香味找过来了。我右手迅速摸到脚边，握住一块傍晚就准备好的拳头大小的石头，右臂肌肉紧绷，死死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要有野兽敢扑出来，我便立刻把石头砸过去。这时，我看到灌木丛的叶子被一只白嫩的小手拨开，紧接着一张圆圆的、带着婴儿肥的娃娃脸从叶子后面探了出来。来人正是沈小棠，她头发乱糟糟的，额前几缕碎发被汗水粘在脸上，那双标志性的大眼睛此刻睁得溜圆，双方隔着10来米的距离，就这么对着愣住。沈小棠手里还保持着拨开树枝的姿势，整个人僵在那里。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那群女人找过来了。走在后方的苏微微挤了出来，她看清火堆旁的人后，忍不住尖叫出声：“怎么是你？”我看着苏微微那精彩的表情，忍不住冷笑一声：“怎么迷路了？你们的沙滩在那边呢，别走错了。”他能闻到空气中那股勾人馋虫的烤鱼香味，肚子很不争气的咕噜叫了一声，在此刻安静的氛围里格外清晰。他咬了咬嘴唇，把那点难堪强行压下去。林峰，我们大家又冷又饿，好不容易找到这儿，你就自己在这里吃独食，你怎么这么自私？自私？白天的时候你们把我赶出营地，有没有想过我的死活？那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们自不自私？现在还有脸跑来质问我？秦岚见状，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迈了一步。林峰，大家确实又冷又饿，你的食物能不能分给大家一些？我不屑地嗤笑一声：“秦老师，我记忆力不太好，您帮我回忆回忆。白天的时候是谁让我白天当牛做马干活，晚上滚蛋去别的地方睡的？”秦岚的嘴唇动了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根本接不下去。我又把目光又转向苏微微，又是谁说我是安媛媛眼，煽动大家投票把我踢出去的？被点名的苏微微脖子一梗，强行狡辩：“那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行，为了安全，我把木棍上最后一个烤蘑菇撸进嘴里，随手把木棍扔进火堆里，干柴遇火，发出噼啪一声脆响。咽下去后，他才抬起眼皮，看着面前这群衣衫凌乱、面色疲惫的女人。你们当时举手把我这个安全允赶走了，那你们现在跑到我这个安全允面前来要饭？怎么我这安全云的身份是看你们饿不饿决定的？这话一出，不只是秦岚，连刚才还有些不满眼神的几个女生也都垂下了头。沙滩上的篝火、面包相互依偎取暖，和眼前这个被他们驱逐却独自建起温暖营地、烤着鱼的男人，形成了残忍的对比。沈小棠看着林峰手里滋滋冒油的烤鱼，又看了看这避风又温暖的岩洞营地，她眼珠子滴溜溜一转，突然跳着向前小跑了2步。她扬起那张极具欺骗性的娃娃脸，露出一个甜美到发腻的笑容。她声音软糯，带着点撒娇的意味：“林峰哥，之前的事是我们不对，我向你道歉。那个，能给一点吃的吗？我真的好饿啊！从下午到现在就吃了1小块面包。”就在他准备再往前凑一点的时候，我保持那副灿烂的笑容，清晰无比地吐出2个字：“滚蛋！”沈小棠脸上的笑容僵住，她眨了眨眼，以为自己听错了。我收了笑容，脸上换上一种毫不掩饰的嫌弃。我说：“滚蛋！在我面前装什么可爱？可爱能当饭吃，还是能让你晚上不挨冻？”然而面前的男人却是根本不做理会，只是自顾自地转头去摆弄架子上的烤。眼看确实讨不到半点同情，沈小棠只能用力吸了吸鼻子，委屈地垂下眼睫，转身默默退回了身后的队伍当中。就在这时，队伍里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说话的是陈瑶：“我们也不白要你的食物，可以用东西跟你交换。”只见他伸手到脖子后面，解开了一条项链的搭扣，项链在火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吊坠是一颗毫无杂质的血色宝石，做工精细，定制款，市价130万。你把这条鱼分我们一半，以后每天的食物也分我们一半，项链归你。苏微微一把拉住陈瑶的胳膊：“瑶姐，你疯了！这是你最喜欢的那条项链，就为了它那几口破鱼，太不值了。”陈瑶摇头道：“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是诚意。我们需要食物，就得拿出对等的东西。”我站在火堆旁，听着这群人一本正经地讨论用哪条项链、哪个手镯来换他的食物。他们不会真的以为这些石头和金属在这座鸟不拉屎的荒岛上还他妈的值100多万？你们讨论完了没有？讨论完了就赶紧走吧，别影响我吃饭。我叹了口气，伸手指向陈瑶掌心里那条项链。我问你，这玩意儿能吃吗？能当水喝吗？能帮我砍柴、切肉、剥鱼鳞吗？在这座岛上，你那链子的架着步刀，
水果刀起码能割绳子、削木棍、处理猎物，你那个我拿来干什么？在这里，食物就是命，是活下去的保障，哪怕半条鱼我都不会换。你还想要我以后每天一半的食物？这话出口，整个空地安静下来，没人再提什么项链值不值了。苏微微咽不下这口气，跳出来说道：“林峰，你别太过分了，姚姐愿意跟你换是看得起你。100多万的东西，在你这成破烂了。”陈瑶没接话，她低头看了看掌心里的项链，手指慢慢收拢，把它攥进了拳头。她的嘴唇抿了抿，想说什么，却发现无从反驳，因为林峰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在这里，钻石不能果腹，黄金不能御寒。他引以为傲的一切身外之物，在饥饿和寒冷面前一文不值。然后他拉了一下苏微微的胳膊：“微微，别说了。”我坐回篝火旁，伸手把架子上那条烤透的鱼取下来，鱼皮焦脆金黄，裂缝间渗出的油脂还在滋滋冒着小泡。吹了吹，对着鱼背上就是一大口，烫得直哈气。我一边嚼边含糊不清的点评道：“淡了点儿，下次得想法子弄点盐。这块还行。”秦岚闭了闭眼，她知道今晚不可能从林峰这里分到任何东西，继续留下来除了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走吧，转身朝来路走去，人群陆陆续续跟上，有人走的时候频频回头看着那团火光和火光里大快朵颐的身影。苏微微冷哼一声，被陈瑶拉着跟上大部队，我头也没抬，继续啃鱼。18个人走了17个，还有一个没动。赵雅这姑娘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过，从进到这片空地开始，她的目光就没离开过那条烤鱼。此刻别人都走了，她还站在原地，眼睛直勾勾看着林峰手里那条被啃得坑坑洼洼还剩大半的鱼。我自然是注意到了她，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只是又咬下一块鱼肉，慢条斯理地咀嚼着。赵雅，你干嘛呢？快跟上！远处传来喊声，赵雅这才如梦初醒，应了一声，最后看了一眼林峰手里那条冒着热气的烤，那眼神像极了小时候趴在蛋糕店橱窗外面的孩子。他咬了咬嘴唇，这才恋恋不舍地转身跑着追上了队伍。不过这群女人说是离开，也没真的回沙滩去，走了几十米就停下了，是一片被周围树木环绕的空地。虽说简陋，但好歹有树挡风，不像沙滩那样被海风灌得透透的。苏微微用打火机又点了一堆火，众人围坐取暖，身体确实比在沙滩上暖和了不少，但心里头那股冷意反倒更重，因为几十米开外，风偶尔会把烤鱼的鱼香送过来，隐隐约约的。苏微微开口：“都怪那个林峰，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歌后林诗音靠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赶走林峰，是不是现在也能吃上烤鱼了？”此话一出，场面安静了一瞬，有人低着头不说话，有人下意识去看苏微微的脸色。苏微微猛地站起来说道：“马后炮谁不会放？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林诗音白天投票的时候你可也举手了，现在装什么圣母？”林诗音转过头看了苏微微一眼：“我是举了，可发起投票的人是你，你要不开那个口，会有后面这些事儿。”苏微微脸涨得通红，张嘴想反驳，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话。好在她不是一个人。就算林峰留下来又怎样？你看他那个德性，自私自利到骨子里，连一口烤鱼都不分，留下来他就会大发善心了。方小曼紧跟着蹦出来，伸手指着林诗音：“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错吗？你当时要是站出来反对，说不定结果就不一样了。”林诗音看着方小曼那根指过来的手指：“抛开事实不谈，方小曼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事实就是苏微微起的头，你们跟着起哄，现在出了问题，想把锅摘干净，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儿？”苏微微反击道：“大家都投了票，就你最有远见，那你当时怎么不拦着？我凭什么拦？17个人的决定，我一个人拦得住？那你现在凭什么指责我？”够了！一道声音压过了所有人的喧哗。陈瑶从刚才起就一直坐在原地没动，手里攥着那条没能派上用场的项链。这一声呵斥，所有人都闭了嘴，场面安静下来。陈瑶站起身，把项链收进口袋，抬手揉了揉太阳穴。吵赢了又能怎样？肚子照样是空的。他的视线越过人群，落在一直沉默坐在外围的秦岚身上。秦姐，您见多识广，经历的事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多。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秦岚身上。秦岚心里苦笑，见多识广，那是在文明社会里。秦岚知道这群人现在需要一个主心骨，他撑着树干站起来，环视一圈。先说一件事，做好救援短期来不了的打算。这岛在什么位置，谁也说不清。搜救需要时间，可能3天，也可能30天。总之，现在只能靠自己。今晚不折腾了，抓紧休息，明天一早分工。找水源，找食物，搭棚子，一件一件来。话不多，但足够务实。人群渐渐散开，各自找地方躺下。蚊子在耳朵边飞来飞去，此起彼伏，永不停歇，翻来覆去的，没有一个人真正睡着。与此同时，几十米外的岩壁营地里，我正躺在一层铺好的干棕榈叶上，3面岩壁把风挡得严严实实，篝火余温烘着整个凹地，甚至觉得有点热，把一条腿伸到了棕榈叶外面。蚊虫压根不往他身边飞，系统签到给的抗毒能力 Max 附带这个好处，飞近了就绕道走，比蚊香好使100倍。我翻了个身，打了个饱嗝，扯了扯嘴角，闭眼3秒入睡。女生营地这边，火堆已经暗了下去，只剩一小
小片红色的余烬在夜风里明灭。赵雅倚着一棵粗树，双腿蜷在胸前，肚子又叫了一声。她把脸埋进膝盖里，牙齿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就在这时，一阵极轻的窸窣声钻进耳朵。赵雅没动，她侧着眼，从半合的眼缝里往声音的方向瞟过去。沈小棠这丫头抱着膝盖缩在3米外的一棵树根旁，本来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在睡觉，但此刻她的脑袋在动，很小幅度的左右转了转，往四周瞥了一圈，确认周围没人看她之后，沈小棠慢慢伸手从身侧那只的粉色防水小挎包里摸出了什么东西，动作很轻很慢，手指捏着那个东西往嘴边送。赵雅听到了咀嚼声，很轻很轻的，沈小棠甚至不敢用力咬，生怕发出太大动静。她在偷吃东西。游轮失事，我和18个极品美女流落荒岛，谁料却因为顶流女星的闺蜜一句他是个男人，肯定对我们图谋不轨，我便被这群自以为是的美女联手赶出营地。可当她们被毒虫咬得生不如死时，我早已经在窑洞里吃着火锅唱着歌。曾经那些对我不屑一顾的人，如今全部可怜巴巴地跪在我面前，祈求我给他们一口吃的。赵雅整个人一激灵，睡意全没了。这小妮子居然藏了吃的，但同时另一个念头也冒了上来，那粉色小挎包巴掌大，里面能装多少东西？叫醒17个人来分，一人一口渣都轮不到。这群人里有苏薇薇在，最后搞不好是苏薇薇抢走大头，自己屁都捞不着。要是不告诉别人，赵雅眯起眼，心里有了计较。周围安静的只剩虫鸣和远处海浪声，没人说话，也没人叫醒其他人的动静。沈小棠暗暗松了口气，小心翼翼把嘴里东西咽下去，慢慢转动有些发僵的脖子，朝刚才响动的方向看过去。结果一抬头，就对上了赵雅那双映着余烬红光的眼睛，那双眼睛正一眨不眨盯着他。沈小棠本能抬起左手，食指竖在嘴前，做了个虚的手势。他手伸进小挎包里摸索了一阵，捏出一个小东西递到赵雅面前。赵雅凑近一看，牛肉粒，二话不说把那颗牛肉粒接过来。赵雅拨开包装的动作又快又轻，随后直接塞进嘴里。赵雅又伸出手来，手心朝上，五指微微张开，冲着沈小棠轻轻勾了勾。还要小丫头嘴瘪了下去，手指哆哆嗦嗦伸进包里，抠索的又摸出几颗递出去。赵雅一把夺过来，低头在掌心里数了数，3颗。赵雅收回手，把那3颗牛肉粒小心翼翼塞进牛仔裤最里层的口袋，用手掌压了压，确认不会掉出来。一颗下肚垫了垫，3颗存着当保命粮。天色蒙蒙亮，第一缕阳光照进岩壁凹地的时候，我是睡到自然醒。我伸了个懒腰，浑身舒坦的不像是在荒岛上过了一夜。3面岩壁把凹地里的温度保持得很好，地上铺的干棕榈叶松软隔潮，比那群人在树根底边上躺着强了不知道多少。签到，眼前蓝色文字闪过，签到成功，体质+1，提升幅度没有第一天那么夸张，但积少成多，坚持下去就是质变。我握了握拳，确实能感觉到力量又比昨天强了不少。我站起来活动了几下身体，准备去附近找点水源和早餐。然而刚迈出2步，一声尖叫划破清晨的宁静，从几十米外的女人营地方向传来，音调高的简直能把树上的人吓飞一般。紧接着是乱七八糟的惊叫声、哭声、好动声混成一片。我停下脚步，偏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然后转身继续朝反方向走去。关我屁事！清晨的尖叫声一个接一个往外蹦，10几个女人从地上弹起来四散奔逃，有人光脚踩到尖石头龇牙咧嘴，整个场面乱成一锅粥。蛇，有蛇！在哪？在哪？别过来！妈呀，我要回家！尖叫声此起彼伏，真正看清蛇在哪的人没几个，大多数只是跟着前面的人跑，但有一个人没跑。方小曼整个人僵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她右小腿上一条翠绿色的蛇懒洋洋盘踞着，三角形脑袋搁在她膝盖侧面，蛇身只有成年人拇指那么粗细，那鲜艳的绿色在晨光下格外刺眼。方小曼不敢动不敢叫，连大口喘气都不敢，眼泪无声从她眼角滑下来。方小曼在能满是恐惧地望向10几米外的苏薇薇，求你了，救救我！苏薇薇看到了他的眼神求救，她整张脸发白，嘴唇哆嗦着张了又合，不是不想救，是真不敢。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站最远的几个已经躲到树后面，只露出半张脸往这边张望，抖得比方小曼还厉害。就在这时，一只手捡起地上一根手臂长的木棍。江月，此刻江月握着木棍，显然也怕得不轻，但他还是往前走了。都散开一些，这蛇是竹叶青，剧毒。在这种条件下被咬到，几乎等于宣判死刑。这话一出，方小曼眼泪掉得更凶了，双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周围的女人又往后缩了几步，她们站在江月走出来的方向，看着她背影，脸上是掩不住的担忧。江月一步步靠近方小曼，木棍前端在微微发抖，她只能把棍子握得更紧。那条竹叶青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脑袋微微抬起来，补了吐信子，屏住呼吸。江月将木棍前端从蛇身与方小曼小腿之间的缝隙缓缓伸过去，动作很慢，棍子到位，她猛地往上一挑，那条翠绿色的蛇被甩飞出去5、6米远，啪嗒摔在落叶堆上，扭了几下窜进灌木丛消失了。周围立刻一片尖叫，苏薇薇这才冲上前扑到方小曼身边，抓着她肩膀使劲摇晃。小曼，你没事吧？有没有被咬到？我以为我要死了，薇薇姐，我以为我要死了。方小曼哇的一声哭出来，两只手勾住苏薇薇的脖子，嚎得撕心裂肺。没事了，没事了，蛇走了，走了。苏薇薇拍着她的背，自己声音也在发颤。秦岚快步走过来，在江月面前微微弯了腰，江小姐，谢谢你。江月点了下头，算是回应。密林深处，我已经转悠了将近1个小时，怀里抱着一堆果子和蘑菇，收获不少。一路走来，但凡目光扫到，系统的标注就没停过。山玫瑰。
果能吃，野生红毛丹能吃，鸡油菌老朋友了能吃，一丛翠绿的野菜能吃，甚至还有几簇野生小辣椒，红的像宝石似的挂在枝头。吃的是有了，但全是素的，没有肉。更要命的是没有水，荒岛上淡水甚至比食物都金贵，人不吃饭能扛1个星期，不喝水3天就得交代。我继续往深处走了大约10分钟，一阵细微的水声钻进耳朵，一条小溪从高处的岩石缝里淌出来，宽约半米，水清见底，日光打下来亮晶晶的，顺着地势往更低处流去。目光落上去，蓝色标注跳了出来，活性山泉水，无有害菌，矿物质含量适中，可直接饮用，水质评级优。我几步上前，蹲下身，双手捧起一捧水，直接往嘴里灌，清凉甘甜，没有任何异味。我一连灌了5、6捧，才用手背抹了抹嘴，长出一口气。水源搞定，接下来得弄个容器，总不能每次渴了都跑这么远。我站起来，目光没往回看，而是顺着溪流往上游方向望过去。水从更高处来的，上游被密林遮得严严实实，看不清具体情况，但那个方向的植被明显更加旺盛，鸟叫声也格外密集。有水的地方就有动物聚集，有动物就有肉。我把怀里那堆野果蘑菇放到溪边一块石头上，活动了2下肩膀。签到后的体质让他一早上的奔波几乎没什么疲劳感，肌肉里有用不完的劲势。他就这么沿着溪流朝上游走了过去。然而才走出不到200米，林峰就停下了，因为他在溪边湿润的泥地上清清楚楚印着一排动物脚印，4指有蹄。林峰立刻使用鉴定开始扫描，得出的结果让他眉头狠狠一跳。野猪，如果能搞到1头野猪的话，那他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用为蛋白质发愁。冷静，冷静，野猪这玩意儿可不是家养的肥猪，那是正儿八经的猛兽。成年个体有时候都能长到200公斤以上，獠牙能把人大腿豁开，冲锋速度比短跑运动员还快。我蹲下身，目光落在那排清晰的蹄印上，启动了深度鉴定。蓝色文字浮现：成年雄性野猪足印，体重估算180公斤以上，威胁极高，要吃猪肉，急不得，要么就稳一手，等体质强化到能徒手掰弯钢筋的程度再来，要么就搞个陷阱。总之，今天这猪惹不起。绕过那片蹄印区域，我继续沿着溪流往上摸索，将近2个小时就这么走了过去。脚下的地势越来越陡，灌木也越来越密，但体质强化后的耐力确实顶用。直到他拨开最后一丛齐胸高的灌木，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眼前豁然开朗，两面山壁合拢成天然的屏障，中间夹着一片缓坡谷地。只见那里成片的芭蕉树立着，宽大的叶子在阳光下绿得发亮，结满了密麻的芭蕉。再往旁边看，一种攀附在岩壁上的藤蔓结满了紫黑色的葡萄，每一颗都有荔枝那么大，缀的藤条弯成了弧形。系统的标注立刻刷了出来：野生芭蕉，可食用，糖分含量高，热量充足。岩壁葡萄，花青素含量极高，酸甜比例完美，可直接食用或酿酒。后面还有山枇杷、山黄皮果、不知名的浆果，满眼全是绿色的可食用标签，一条接一条往外蹦。不急，就算不管那些远处的羊，光是眼前这些果子就能够保证它很长一段时间不饿肚子。这地方就是我的私人粮仓，我的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就在这时，一阵鸡叫声从左侧的灌木丛后面传来，我的脚步立刻顿住，没敢乱动，只是屏住呼吸，轻手轻脚的朝声音来源挪过去。到了那丛灌木后面，也没敢拨开枝叶，只透过缝隙往里瞧。好家伙，距离它不到5米的空地上，7、8只野鸡正悠哉地刨着地面找虫子吃，羽毛油光水滑，得想个办法。脑子里的百科资料库立刻给出了方案，用韧性好的藤蔓编一张投掷网，靠近了直接兜头照下去，比追着跑靠谱10000倍。我立刻在周围寻找合适的藤蔓，这片谷地里最不缺的就是植物，没走几步就找到一大片又细又韧的绿藤，系统标注弹性藤，韧性极佳，适合编织。我扯下一大把，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脑子里全是资料库里关于编网的手法，手指也跟着节奏穿梭缠绕起来。不一会，一张长宽各2米的藤蔓网终于编完了。我抖了抖，扯了扯，网很结实，网眼不大不小，鸡头能露出来，但身子钻不出去，够用了。把网卷起来夹在腋下，我弯着腰又摸回了刚才那片灌木丛后面，趴下身往缝隙里一瞧，差点没笑出声。只见那群野鸡不但没走，反而又多了4、5只。我从趴着的姿势慢慢调整成蹲姿，双手把网展开，握住了边缘。3、2、1，撒网。陈瑶带人在营地附近摘回来的一堆山莓和硬邦邦的青果，果子有些酸涩，这点东西下了肚，更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渴，从昨天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喝过一口淡水，喉咙干渴难忍。有人舔了海水更渴，舌头肿得连说话都不利索。秦岚当即决定把人分成了4组，江月带着他那3个人去捡柴火，苏微微领着陈瑶和几个人在营地周围转，算是采集组。那顿午饭就是他们的全部成果。秦岚自己则是带着几个人去海边碰运气，看能不能像林峰昨天那样捡到搁浅。赵雅、沈小棠和另外2个女生，他们的任务是往内陆走找水源，顺便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大约40分钟后，水，这边有水，快过来啊！所有人闻声往那边汇合，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地带，一条细小的溪流出现在眼前。水，真的是水！沈小棠顾不上什么形象，直接扑到水边，大口大口的吞咽，紧跟着7、8个人全扑了过去。苏微微喝了2大口，满脸都是水珠子，活过来了，真爽！不管怎么说，水源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一群人喝饱了水，瘫坐在溪边，第一次露出了上岛以来稍微放松的表情。好几个人甚至把手伸进溪水里，随意的在水里滑了。苏微微甚至开始盘算要不要在溪边重新扎营。这边有水，柴火也不少，晚上随便摘点果子，凑合也能过。就是没有肉。沈小棠捂着肚子，忍不住小声嘟囔：“拉倒吧你，能有口水保命就不错了。”气氛难得轻松了那么一会儿。然而就在这时，灌木丛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我顺势走了出来，脖子上挂了4只野鸡，被藤条绑着脚，一串挂在颈上，黄褐色的羽毛随着步伐一晃一晃，左手提着捆好的香蕉和紫葡萄，右手稳稳端着一片对折的芭蕉叶，里面盛着大半清水，走路带起的摇晃硬是没让谁洒出来一点。
众人的笑声没了，聊天声也没了。他们18个人忙了一整天，一组去海边空手而归，一组捡柴火累得腰酸背痛，一组在灌木丛里摘了一些酸涩的果，一组走断腿都没找到水，全部加起来还不如眼前这个男人一个人带回来的1/10。我显然也看到他们了，脚步顿了一下，目光淡淡的扫过这群衣衫凌乱、眼神直勾勾的女人。我嘴角一扬，扯出一个让人火大的笑容。我没说什么嘲讽的话，也没有一个挑衅的字眼，甚至没停步，就那么大摇大摆的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直到我的背影彻底消失，整片溪边依然没有任何声音。沈小棠看着林峰消失的方向，又想起中午自己啃的酸青，眼眶一红，差点没哭出来。赵雅把手里最后一点溪水送进嘴里，表情复杂的没法看。刚才她的目光一直追着那几只野鸡，喉咙不自觉地吞咽了好几次。林诗音揉了揉太阳穴，半晌悠悠地来了一句：“这差距也太大了吧。”林峰回到营地，4只野鸡往地上一摆，开始琢磨怎么处理。挨个打量了一圈，最肥的那只被他挑了出来，剩下3只用藤条拴在洞里，先养着，以后慢慢吃。大约20分钟，一只光溜溜的白条鸡总算拾掇出来了。处理完毕，林峰掂了掂手里这只鸡，去了毛去了内脏，少说还有2斤半，一个人吃称绰有余。林峰拎着鸡往下坡走了一段，到了能望见海面的位置，礁石边有个浅水洼，海水被太阳晒得微温，整只鸡被我按进去泡着10分钟，海水的盐度大概在3.5%左右，泡太久会吐血，10分钟刚好，表层肉能渗进去一点咸味，里面还是清淡的，吃起来有层次。泡好拎回营地，削了根粗木棍穿透鸡身，架到火堆上方，太阳一点点往西沉，鸡皮的颜色也跟着变，从惨白到浅黄，又从浅黄一路变成油亮的金棕色，表面开始往外冒油珠子，一颗一颗凝出来，挂不住了就顺着鸡身往下淌，滴进炭火里，滋的响一声，腾起一小股白烟，肉香浓得发腻。林峰把烤鸡从架子上取下来，放在一片芭蕉叶上，先撕鸡腿，一口下去，眼睛都眯了起来，大口撕扯着鸡肉，时不时摘几颗葡萄往嘴里塞，酸甜的汁水正好解腻。吃到半只的时候，又剥了根香蕉，果肉软糯香甜，当饭后甜点刚好。30多米外，那群女人转来转去，在林峰的营地另一侧找到了几个类似的岩壁凹洞，这几个洞没有我那个好，前面缺了块大石头挡风，晚上肯定要灌进来不少凉气，但再怎么说3面有壁，顶上有遮挡，比露天躺着强太多了。18个人分散着挤进去，总算有了个像样的窝。晚饭也比中午进步了，下午有人在附近找到了几丛食用菌，架在火上烤了烤，味道还挺鲜。果子也找了一堆相对成熟的，酸味没那么冲的，起码能咽下去。其实这片区域可食用的植物不算少，但这群人压根不认识几样，10个果子里能确定无毒的顶多2、3个，剩下的谁也不敢赌命去炒。苏微微啃着一颗山莓，酸的五官皱成一团，正要说点什么安慰自己的话，风向变了，一股浓的肉香顺着晚风飘了过来，不是昨晚那种烤鱼的味道，这股更醇厚，鸡肉的油脂被高温逼出来后那种焦香，混着咸鲜味往人鼻孔里钻。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啃果子的忘了咬，嚼蘑菇的忘了嚼，连正在往火堆里添柴的人都僵在那个姿势不动。2个山洞之间距离不过30来米，中间也没什么高大的植被遮挡，他们只需要转头就能看到我正抱着一整只金黄的烤鸡大口大口的撕扯，光是那堆水果就已经秒杀了他们的全部晚餐。赵雅低头看了看掌心里那颗酸涩的山莓，又抬头看了看30米外那只油光锃亮的烤鸡，把山莓末放回嘴里嚼了2下，嘴里发苦。方小曼把啃了一半的果子摔地上，咬牙挤出一句：“那么大一只鸡，他一个人吃得完？”就不能。他卡住了，把后面那几个字硬吞回去，因为是他们把人赶走了。苏微微难得没接茬，盯着我那边看了半天，目光落在他身旁那几挂香蕉和葡萄上，越看越想不通，他到底从哪弄来的这些东西？香蕉、葡萄、鸡，我们找了一天，连根像样的果子都摘不到几个。对啊，我下午跑了那么远，看到的全是叫不上名字的野草，一颗水果都没有。沈小棠眼珠子一转，冒出一句：“要不明天他出去找东西的时候，我们悄悄跟着。”好几个人同时抬起头。对啊，他们找不到食物，可我能找到，只要跟着我看我去哪摘果子，去哪抓鸡，那不就等于找到了食物来源？不用求他，不用低头，不用看他那张欠揍的脸，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秦岚放下手里的东西，当场拍板：“好，就这么办。明天林峰一出发，咱们就派人跟上去。”天刚亮，女人营地就躁动起来了。秦岚一拍手，安排分工：打水的打水，采果子的采果子，各归各位。而今天最重要的一组跟踪小队，由周婷带队，方小曼、林诺和夏时宁3人配合。天没全亮就猫在灌木丛后面，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30多米外那个岩壁营地。然后他们等了整2个半小时，太阳都升到头顶了，我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周婷蹲的腿都麻了，换了3回姿势，最后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揉着发酸的小腿肚子。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总算醒了。林峰伸了个懒腰，慢吞吞的坐起来，然后这帮人就眼睁看着林峰取出昨天剩下的半只烤鸡，不紧不慢的撕扯着吃，中间还配了几根香蕉和一小串葡萄。4个人的肚子几乎同时叫了。周婷把一颗酸涩的山莓使劲塞进嘴里，嚼得咬牙切齿。方小曼干脆别过头不看了，看一眼难受一分。林峰站起身，活动了几下肩膀，迈步走出营地，4双眼睛齐刷跟上。结果这人就在营地周围20-30米的范围内溜达了一圈，扯了一大把不知名的藤蔓，又回去了。就这，他到底在磨蹭什么？为什么还不出去找东西？林诺靠在旁边叹了口气，蜜色皮肤上挂着几滴汗珠，一头卷发散在肩上，蓬头垢面也挡不住那张混血脸的异域风情。人家存粮多呗，4只鸡加一堆水果，够他吃1周了。哪像咱们顿顿吃不饱，还得起早贪黑。真的，这日子没法过了。有存粮了不起啊，有存粮就能在家里搓藤条玩。他好像不是在玩，像是在编什么东西，看着像网，
应该是捉抓东西做准备吧。说话的是夏时宁，是某所知名大学的校。方小曼反应过来，抓鸡用的，那我们也得有网啊。周婷一拍大腿，当即回头随手一指夏时宁，你去周围收集点藤蔓，咱们野边不能落后于他。就我一个人去吗？南城还要我陪着你。夏世宁闷闷地哦了一声，起身往灌木丛里钻，连委屈都不敢表现得太明显。十几分钟后，夏世宁抱着一大把藤蔓回来，手臂上多了好几道红痕。1个多小时后，4个人各自捧着自己的作品面相觑。周婷手里那张网，网格最小的拳头大，最大的能钻进去一条狗，先凑合用吧。周婷干巴巴地说了一句。准备完毕后，林峰收起渔网，又从营地角落的阴凉处取出一片芭蕉叶包裹的东西，塞进腰间，起身出了营地。4人精神一振，连忙跟上。但出乎意料的是，林峰没有往密林深处走，而是顺着下坡路径直朝海边去了。海边，方小曼愣了。4人跟到礁石群附近，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观察。林峰选了一片齐腰深的礁石湾，先把网摊开平铺在水下，4脚用石头压住，然后打开那片芭蕉叶，把里面的东西撒进网中央。昨天杀鸡留下的内脏，海水里腥味散得快，不到5分钟就有鱼群循着味道凑过来。先是几条小的试探着进了网的范围，银白色的鱼身在浅水里翻滚，更多的鱼聚过来抢食。林峰等鱼群聚的差不多了，一把拉起渔网，第一网也网上来4条，每条都有2、3斤重，在网里活蹦乱跳。周婷不甘心，都跟到这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吧？他一咬牙，抱着自己那张勉强叫网的东西，走到旁边另一片浅水区，学着林峰的样子铺开压住，然后就这么干等。没有鸡内脏当诱饵，鱼凭什么往你网里钻？1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网里连条虾米的影子都没有。林峰收起网，看着岸边石坑里扑腾的8条大鱼，开始处理战利品。哟，这么巧，你们也来抓鱼啊？加油哦！说完也不等回应，拎着战利品大摇大摆地走了。中午，所有人回营地会合，跟踪组空手而归，采集组带回2捧蘑菇和10几颗果子，江月组扛回3捆干柴。负责打水的赵雅那个4人组倒是带回了6个野芋头，那玩意儿能顶饱，是碳水。赵雅把芋头往地上一放，2条长腿上全是灌木刮的红痕。沈小棠更惨，整个人瘫地上，小脸上糊着汗渍和泥点。就这些了，那片坡地就长了这几个，全刨干净了，辛苦了，先歇着。赵雅灌了2口水，缓过来一点，看看围过来的人，开口问了句：芋头怎么分？苏微微从人群后面走过来，扫一眼地上那6个芋头，又数数人头，答案脱口而出：平分呗，18个人，6个芋头，3人吃1个。赵雅抬起头，看看苏微微干净的手，没一道划痕的小臂，裤腿上连泥点子都没沾到，又看看周婷和方小曼，跟踪组那2位，同样干干净净，脸上甚至还有一丝无聊后的倦意。3人吃1个，对啊，公平合理啊。你有意见？当然有。你们上午干什么去了？你们1上午的时间，连一根香蕉都没弄到手，还不是那个林峰，今天只去海边捕鱼，根本就没去找水果啊！为了取水，我们4个人在丛林里走了2小时，烂泥地里刨了1个多小时，手都快磨出血了。而你们就在海边闲了1上午，我那份跟你们一样多。赵雅，几个芋头而已，至于吗？大家都饿着，你这样搞是什么意思？赵雅转过头看向林诺，同样是模特圈的，名气不如赵雅，平时就爱跟他对着干。林诺，你上午也在跟踪组吧？你也没干活，你也好意思在这说话？我就问你一句，你打算怎么办？抱着你的芋头不撒手？行啊，赵雅，你不想平分也行，芋头你拿走，多少个都归你。生啃。虽然赵雅不懂那么多名词，但她至少知道芋头不能生吃，而这座岛上唯一的火源就在苏微微和林峰那里，所以大家一起分不好吗？赵雅牙咬得咯吱响，沈小棠在身后又扯了下她的衣角，力气比刚才大了些。赵雅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一个字：分。芋头被架到火上烤熟，掰开来分。苏微微负责分配，给自己和陈瑶、周婷、方小曼的那份明显厚了一圈。赵雅接过属于自己的那小块，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但没人敢帮她说话，说了明天不给你点火，连口热食都吃不上。赵雅蹲在角落，把那点芋头塞进嘴里嚼了2下，一点淀粉的甜味在舌根上一闪而过，然后就没了。肚子叫得更凶了。我的岩壁营地上方，一股浓白烟稳稳地升着，跟正常篝火的青烟不一样，被微风拉成一条斜线。8条熏鱼，加上3只活鸡，再加上一堆水补，就算连着下一个星期的雨出不了门，也饿不着。我把香蕉皮扔进火堆边，拍拍手，开始琢磨明天要弄些什么。夜幕降临，赵雅躺在岩壁角落的干叶子堆上，身边是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她睡不着。冷和饿只占了小部分，主要还是白天那件事。她伸手摸摸短裙里层的口袋，指尖碰到一颗小小的硬东西，牛肉粒，最后一颗了。白天苏微微最后看她的那个眼神，她记得清清楚楚，是笑着，但眼底是冷的。那女人心眼小的跟针尖似的。今天赵雅当着10几个人的面跟她叫板，哪怕最后认了怂，那也是当众下了她面子。分芋头只是个开始，以后呢？明天分果子的时候，是不是就该不小心少给她1块？后天安排活的时候，是不是又把最远最累的差事塞给她？赵雅盯着头顶黑漆漆的岩壁，手指摩挲着口袋里那颗硬邦邦的牛肉粒，以后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阵夜风拐过岩壁，裹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烟熏咸香飘过来，是我那边的熏鱼味。她侧过头，目光穿过夜色，盯着30米外那团还在闷烧的暗红火光。林峰今天醒得早，签到，体质+1，攥了拳，力量感越来越清晰了。早饭随便对付，2根香蕉，1串葡萄，外加半条
条烤鱼，把最后一块鱼塞进嘴里，站起身拍了拍手。今天不打猎不摘果，干正事。林峰先往海边走，沙滩上空荡荡的，我在这片区域选了个位置，蹲下来用手刨坑，一连挖了4个方形浅坑，坑底铺上提前摘好的大芭蕉叶，叶面光滑不渗水，天然的防水层。然林峰走到海边，用另一片对折的芭蕉叶兜了海水，来回跑了几趟，把4个坑都灌满。阳光毒辣，顶多2天就能蒸干，留下白花花的盐结晶。盐搞定，接下来剩一件更大的事。来岛上快5天了，顿顿吃烤的，烤鱼、烤鸡、烤蘑菇，再好吃也腻。林峰现在最想喝一口热汤，哪怕是清水煮蘑菇呢，也比干啃强1万倍。而且有了陶罐，就能煮东西、存水、熬汤，甚至以后发酵酿酒。但烧陶的前提是找到合适的粘土，普通泥土不行，沙含量太高，一烧就裂。林峰回到营地，拎上昨天编好的备用渔网，正好当运输工具，然后朝小溪方向走去。溪边，林峰沿着水流往上游走了一段，在一处溪水冲刷出的内湾岸壁前停下脚。他蹲下身，手指插进水下的泥层，系统标注跳了出来：优质高岭土，含沙率低于5%，适合制陶，建议取深层土，杂质更少。就是这儿了，便开始一把一把的往外挖粘土。挖了还没2分钟，身后传来脚步声。林峰回头一看，4个女人顺着溪流走过来，打头的是赵雅，手里拎着几片卷成桶状的洋芋叶，这是他们的水桶。身后跟着沈小棠和另外2个女生。这条溪是岛上目前已知的唯一淡水源，双方撞上只是时间问题。赵雅倒是大方，主动抬手打了个招呼。好巧啊，在这里碰上了。林峰嗯了一声，便没再看他，拎起网兜往上游走了20来米，彻底从这几人的视线里消失。赵雅没有放弃，提步跟了上去。他看见林峰已经重新蹲下，换了个位置继续挖。林峰被那道视线盯得后颈发毛，他停下手，头也没抬。你不去干你的活，在这里看着我干什么？我能帮你干活吗？用劳动换食物行不行？你缺不缺人手？你挖这些泥巴干什么？吃饱了撑的，闲得慌，出来消食不行。赵雅考虑到自己在队伍里的处境，他还是没有转头就走，撸起袖子往前走了一步。我帮你。话没说完，林峰已经抄起网兜站了起来，冲了冲手上的泥。不用，2个字飘在风里，人已经绕过树丛不见了。赵雅的手还保持着要蹲下的姿势，直到沈小棠的呼唤响起，他才慢慢收回手，重重叹了口气。秦岚站在火堆旁，从今天起，跟踪小队解散，编入采集组和取水组。苏微微第一个跳出来，揽过周婷和方小曼的肩膀。正好，我们组缺人手呢。林诺脸色一变，他转头看向苏微微。苏微微虽然注意到，但压根不做理会。采集组活清，就在营地周围转，摘谷子、捡蘑菇、挖野菜。取水组要往密林深处走2个小时，带水回来累得半死。林诺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没吭声。午饭照旧，野果、烤蘑菇，一些不知名的野菜。苏微微分配食物的时候，赵雅盯着自己那份，开口提醒：我的少了。你那份怎么没少？今天总共就这么多，东西少了当然分得少。而且我负责生火分配管理，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赵雅小姐，你有意见？赵雅把这些表情收进眼底，弯腰端起自己那份食物，转身走开了。深夜，火堆暗了下去，赵雅睁着眼睛躺在外侧，身边传来沈小棠咀嚼的动静。她转过头，低声问了句：“还有多少？”沈小棠侧过身，犹豫了一下，把那只粉色小挎包打开凑过来，借着余烬的红光，赵雅看得很清楚，里面只有几根彩色小皮筋、2枚发卡、2双未开封的白丝，一粒牛肉粒都没有了。2人对视一眼，都没说话。赵雅翻了个身，面朝外侧躺下。不知过了多久，风向变了，一股肉香飘了过来，赵雅的肚子又叫。过了一会儿，赵雅自嘲一笑，坐起身来。干嘛去？起夜。但他迈出的方向不是树丛后面的那片厕所区，而是30米外那团还在烧得正旺的林峰的方向。陶罐的制作要比林峰想象中麻烦得多。一整个下午，林峰就在营地里和泥巴较劲，粘土在他手里摔了又揉，揉了又摔，直到确定内部再没有一点气泡，他才上手开始做陶罐。手感这东西练着练着就有了。林峰越做越顺手，虽然离精美差得远，但能用这个标准算是勉强合格了。等到太阳完全落下的时候，林峰面前的石板上已经摆了一排劳动成果：3个大小不一的陶罐，2个椭圆形的陶盆，4个碗，以及2个带把手的锅，一字排开。只不过现在还不能用，生坯得先晾干，最后才能再架到火上慢慢的烧制。林峰把10几件陶坯小心的排在岩壁内侧最干燥的位置，顺便用芭蕉叶盖好防灰，这才直起腰来。直到听到自己的肚子叫了一声，林峰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晚饭。就在这时，林峰的余光里忽然捕捉到一个人影，人影越走越近，借着火光，对方的容貌逐渐清晰，是赵雅。他走到营地边缘就不动了，站在火光刚好能照到的地方。林峰皱了皱眉：你怎么又来了？有话快说，没话回去睡觉。苏微微针对我。最累的活全分给我，今天中午我就分了3个野果和2个蘑菇，下午又走了2个多小时去取水，回来的时候腿都快软了，我真的好饿。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其他17个人都没能从我这里要到一口吃的，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趁我还没发火，滚远点！赵雅咬了咬下唇，盯着那只仅有几步之遥的烤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今天一定要吃到肉，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你能给我吃的，只要不突破我的底线，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林峰猛地站起来，赵雅被他这个动作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他就看着林峰绕着营地转了一整圈，结果一个人影都没有。林峰挠了挠后脑勺，站在原地愣了2秒，是我想多了。他转身回来，紧接着他就起身去火堆旁准备自己的晚饭了，那股子兴致也没了。不行，不能就这么放弃，再空着肚子回去，明天苏薇薇还会变本加厉，他的体力在一天天往下掉，再这么饿下去，用不了几天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赵雅盯着林峰从自己身边往回走的身影，牙一咬，豁出去了。他扑了过去，双臂环住林峰的脖子，嘴唇狠狠地亲了上去。察觉到赵雅的动作，林峰第一反应是推开他，但手才刚按到对方肩膀，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都他妈到这个份上，我要是还把人往外推，还算是个屁的男人。赵雅本能的想往后退，后脑勺那只大手却按得他动弹不得。林峰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手掌搂住赵雅腰的那一下就有了感觉，纤细匀称，没一点赘肉，腰肢被握住，赵雅双腿就软了下去，1米78的个子几乎整个挂在了林峰身上。5分钟后，赵雅捧着小半只烤鸡坐在篝火旁，大口大口的撕扯，油脂顺着手指流到手背上，他也顾不上擦，嘴里塞得满满当当，还一个劲往里填。这是赵雅上岛以来头一次碰到荤腥，味道比那些酸涩野果好上百倍，就不用提了。以前为了维持身材，他每一顿食物几乎精确到克，上岛之后更是每一刻都在煎熬肚子。吃上林峰烤鸡的这一口，他才知道原来吃饱是这么令人幸福的一件事。瞥了一眼赵雅的吃相，林峰一脸嫌弃扭过头：你慢点吃行不行？还是个超模呢，我看跟饿死鬼差不多。赵雅用力把嘴里的鸡肉咽下去，开口道：我是真的饿呀，你根本想象不到饿的胃痛是什么滋味。林峰毫不留情回了一句：活该。赵雅愣了一下，随后继续埋头吃鸡，管他是不是活该，先填饱肚子再说。不得不说，赵雅真是饿坏了，小半只鸡被他吃得干干净净，鸡骨头上连一点肉丝都不剩，手指上的油渍都挨个嗦了一遍，10根手指被舔得锃亮，他才靠在石壁上满足地吐出一口气。活了20多年，从没觉得半只烤鸡能让人幸福成这样。赵雅打了个饱嗝，偷偷瞄了林峰一眼，还好，他只顾着吃香蕉，根本没发现。赵雅一下坐直了身体，目光锁在林峰身边那堆水果上，黄澄澄的香蕉，紫得发黑的大葡萄，火光照射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肚子已经饱了，但大脑发来了嘴馋的信号，有饭后水果为什么不吃？赵雅眼神亮了，手脚并用的凑过去，我也想吃。林峰转头看了他一眼，摇头：我水果也不多了，下次吧。赵雅又气又急，恶狠狠瞪了他一眼，瞪完之后目光又不受控制地转回那堆水果上。我现在就要吃，给我，我要吃。林峰无语，但还是扯下2根香蕉，又掐了小半串葡萄递过去。赵雅顿时喜笑颜开，接过来捏了一颗葡萄放进嘴里，闭上眼仔细品尝，甜多汁，果肉饱满。女人营地里那些酸果子跟这一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她一连往嘴里塞了4、5颗，脸上全是满足。这才是生活啊！以前那几天自己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大方点嘛，多给点呗。吃饱了吧？既然吃饱了，那就滚蛋吧。你说什么？你不让我留下来吗？怎么？亲了一口，让我摸了几下，都觉得我会一直养着你了。听到这话，赵雅愣了一会。要是让苏薇薇那群女人知道自己不仅大半夜跑到这儿吃了肉，还被占了便宜，那后果……你不能这样，你可是把我那样了。让我留下来，我能帮你干活，帮你打水，帮你采水果。就你干的那点鸡毛蒜皮的活计，我顺手就能搞定。可你每天要吃的口粮可是实打实的一个人的量。这买卖不划算。赵雅还是认栽了，起码今天晚上填饱肚子了，甚至还吃上肉了。再闹下去，除了更加丢脸，没有任何用处。那我以后还能来吗？那当然是随时欢迎啊！赵雅看着那张笑脸，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她把剩下的几粒葡萄和2根香蕉拿在手里，1步3回头的走了。次日清晨，林峰照例签到，体质加1，随便吃了条烤鱼，配几个山枇杷对付一顿后，便溜达到了海边去看昨天挖的盐坑。4个芭蕉叶坑里的海水已经少了快一半，边缘能够隐约看到一层薄薄的白色痕迹。太阳足够毒，水分蒸发的速度比预想中的要快。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再有1天半就能得到最初的盐结晶了。林峰心情大好，回营地为了喂鸡，简单收拾了一下，带上渔网就准备朝着那片世外桃源出发。这2天水果消耗的厉害，这次去的多带点回来囤着。野鸡的话，这次运气不一定会像上次那么好，只能碰碰运气。要实在抓不到，只能设下些陷阱，隔天再去看看了。但是临走之前，林峰看了看自己洞里的物资，尤其是那2只正在啄食的野鸡，陷入了沉思。最终为了免得家里遭贼，他还是费了点力气，滚动着门口那块大石头把洞口给堵上。与此同时，女人营地内所有人围成一圈，苏薇薇面前摆着几把野菜和10来颗谷，这是昨日特意预留下来，第2天一早当做早餐的。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人开口：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咱们采集组每天都是聚在一起行动，搜索区物根本不够大家填饱肚子的，有时候甚至连半饱都做不到。你有什么想法？咱们现在基本上都在围绕着营地周围转，但食物肯定是越远越多。我提议分出1支2队，往更远的地方探索。苏薇薇想了想，这话确实有道理。听到秦岚和陈瑶都支持，苏薇薇也点了点头。另外，我再给你配几个人。林大哥后，
不如你跟着柳霜一起去探索如何？但在场的谁都清楚，他这是公报私仇。前几天林诗音当众和苏薇薇吵架的事儿，他现在要算账。林诗音捏了捏拳，最终只能冷冷地嗯了一句：“温若晴，你也去。”这是个众人公认的没什么心眼的姑娘，整天乐呵呵的，嘴甜话多。但她犯了一个苏薇薇绝对不能原谅的错误，她是林诗音的小迷妹，天天围着林诗音转。被点到名字，温若晴先是愣了下，随后不到1秒就重新挂上那副傻乐呵。好啊，我一定多摘些果子，保证大家都填饱肚子。苏薇薇在心里不屑地撇嘴，随后把目光转向打水组。一晚过去，这赵雅的气色怎么好了这么多？苏薇薇盯着赵雅看了好几秒。看什么看？我脸上长花了。行吧，快饿死的人还有这么大火气。苏薇随即把注意力转向打水组那边，视线落在2个长相差不多的女生身上。白芷、白芍，你们俩也加入柳霜的采集2队。太好了，妹妹，以后我们就不用天跑那么远提水了。是呢，姐，咱们以后不用那么累了。林诺有些坐不住了。薇薇姐，为什么不把我也调过去？我也可以的。怎么，你有意见？没有。把林诺留在打水组，他自有打算。这女人一向跟赵雅不对付，留着她每天在赵雅眼前晃悠找茬，可比自己亲自出手省事多了。半小时后，打水组4人出发，赵雅、沈小棠、林诺、夏时宁，每人手里拎着芋头叶卷成的简易水桶，朝小溪方向走去。林诺走在最前面，步子迈得很大，他一路上嘴就没闲着，话题全冲着赵雅去的。赵雅，你能不能走快点，跟个乌龟爬似的？哟，是不是快饿晕了？走路打飘，看着就剩一口气了。活该，谁让你非跟薇薇姐作对呢？最后他干脆不看赵雅，甩了甩卷发，叫上旁边的夏时宁，走，别管那俩慢吞吞的家伙了。赵雅等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这才放慢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沈小棠。小姑娘正扶着一棵树喘气，嘴唇干裂发白，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赵雅姐，我没事，就是有些累，歇就好了。虽然这丫头一直在偷吃私藏的牛肉力撑着，但那点东西一颗也就指甲盖大小，热量根本不够一个成年女性消耗的，更别提每天还要跟着打水组来回跑几个小时。沈小棠强撑着走了几步，膝盖突然一软，赵雅赶紧上前一步扶住她的胳膊。大热天的，沈小棠居然手脚冰凉，这怕是低血糖了。赵雅抬头朝四周扫了一圈，确认林诺和夏时宁已经走远了，看不到这边。她伸手把卷成桶状的芋头叶水桶展开，露出内壁和外壁之间的夹层，那里面塞着2根微发软的香蕉，还有4颗紫黑葡萄。昨晚从林峰那里带回来，本来是想留着自己偷吃的，但看着沈小棠这副随时能倒下的样子，把东西往沈小棠怀里一塞，给，快点吃，别磨蹭。沈小棠看着怀里的香蕉和葡萄，甚至都以为自己饿出了幻觉。这是小点声，要吃就赶紧吃。等到赵雅松开手掌后，那4颗葡萄才被她用颤抖的手掌一股脑塞进嘴里，紧接着就剥开一根香蕉，大口咬了下去。赵雅看着沈小棠吃得满脸泪花，心里头却在滴血，这可是自己被林峰那个混蛋占了便宜才换回来的水果，尤其是那2根香蕉，自己连尝都没尝过一口，全便宜这个小丫头。沈小棠伸出手把香蕉递到赵雅面前，赵雅姐，你也吃。赵雅转过头看着递到自己眼前的香蕉，心里总算是舒服了一些，算你这丫头还有点良心，没白喂你。她摇了摇头，把沈小棠的手推了回去，我不饿，你自己吃。赵雅姐，这些东西是从林峰那里得到的吧？你是用什么方法从林峰手里换到香蕉的？我会替你保密的，就算是死，我也绝对不会出卖你。赵雅转过头，对上沈小棠那满是严肃的眼睛，心里倒是逐渐放松下来。哼，你最好说到做到。说罢，赵雅抬步先一步向前走去，脚步明显轻快不少。赵雅姐，你等等我呀！另一边，采集2队已经走出营地周围，柳霜判断没错，越往外走，植被越茂密，可食用的食物也逐渐变多了。温若晴蹲在一丛矮树前，把成熟的浆果一颗颗摘下来抱进怀里。等到柳霜和白芷姐妹走远了些，林诗音才凑到温若晴身边，压低声音开口：“你呀，就是太傻了。苏薇薇明摆着是因为我的原因，连带着把你也给针对上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能跟林姐姐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呀。你再这么单纯，早晚要吃大亏。不过林姐姐，我觉得咱们得趁早脱离苏薇薇，去投靠林峰。苏薇薇不过是仗着手里有打火机才作不作为，其他人不敢反抗她，原因就在这里。真正心甘情愿跟她混的也就周婷和方小曼2个蠢货。再看看林峰那边，不管他是有打火机还是有别的办法，反正从第1天起他就没缺过火。光这一点，苏薇薇就不占优势，而苏薇薇唯一那么一点优势，也就是人多了。但这是优点，也是缺点。18张嘴，每天消耗的食物太恐怖了。大家每天拼扭着，最后连半饱都混不上。可林峰一个人出去1天就能搞到4只一大堆水果，那个量要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算，都够吃1个星期了。更别说我昨天还看到他在海边晒盐，在营地做陶罐，在生存能力这方面，他强过我们这个团体太多了。时间越往后拖，对我们就越不利。直到最后，这些女人的结果只有2种，要么饿死，要么向林峰摇尾乞怜。温若晴的话虽然难听，林诗音却知道这是事实。林峰已经开始为生活质量做准备了，熏鱼、晒盐、烧陶罐，而他们这边10几个人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双方的生活质量已经明显不是一个档次。按照温若晴描述的画面，这群人分崩离析，去求林峰收留也只是早晚的问题。林姐姐，你看看赵雅现在的处境，苏薇薇摆明了是在拿她立威，那点食物连维持基础体力都不够。他
他一个大高个怎么扛得住？赵雅要是不傻，迟早会去接触林峰的。到时候哪怕林峰提出再过分的条件，为了活命，他也会答应。一旦赵雅被林峰收留，在剩下的人里，谁会成为苏薇薇的下一个靶子？这几天和苏薇薇有过矛盾的，除了赵雅就是林诗音。如果赵雅脱离了队伍，苏薇薇要重新立威，矛头必然对准她林诗音。可是我们第一天就支持把林峰赶走，他对这件事明显耿耿于怀。现在我们想去投靠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就是拉不下脸吗？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想办法尽快加入林峰那边，越早越好。真等这群女拧饿到发疯，或者苏薇薇那个纸糊的同盟彻底崩溃时，一大帮女扭乌泱的跑去求林峰收留，到时候我们再想凑过去，注定要被先加入的踩在脚下当狗使唤。既然结局都已经注定了，我们何不先一步抢占位置？可是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了，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们？说我们为了两口吃的连脸都不要了。如果林峰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让我跪下给他道歉就能收留我，我恨不得当场给他磕一个。让我考虑考虑吧。刘姐姐，白芷姐姐，你看我摘了好多的果子呀，大家晚上见了一定会很开心的。另一边，微风拂过山谷，林峰今天运气的不如上次，那群野鸡没来觅食，但他此刻非但没有失望，反而两眼放光，因为翻过一道缓坡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面积不小的竹林，这可是真正的宝贝。在荒野求生的价值体系里，竹子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一顿现成的烤肉。有了这玩意儿，他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林峰干劲十足，手头没有砍柴刀，没法对那些粗竹子下手，他只能找了几块边缘锋利的石头，对着几根手腕粗细的稍小竹子开始砸。他一连砸了好几根，跟在地上码得整整齐齐的。随后，他又利用藤蔓就在竹林边缘和野鸡出没的空地附近，一口气下了3个弹性吊套陷阱。忙完这些，林峰顺手摘了几挂黄澄澄的香蕉和一堆紫黑色的葡萄，用网兜背起，兴冲冲地往营地方向赶。回去熬盐，喝口热乎的汤。那只兔子最终还是死了。苏薇薇转头看向众人，谁来处理？十几双眼睛互相对视一眼，又看了看地上的尸体，谁都没敢上前一步。最后还是柳霜硬着头皮把这事儿包揽在自己身上。最后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只瘦得可怜的白条兔。方小曼瞪大眼睛，就这点肉，这兔子伤了条腿，本就觅食不方便，不然也不至于被我们抓住。有的吃就不错了。把兔子架到火上烤的时候，苏薇薇负责拿叶子刷海水，一边烤一边刷，烤了好久。沈小棠站在不远处，小脸渐渐地皱了起来。这和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待到兔肉熟透，苏薇薇亲自主刀分配，把烤好的兔子用食片一道道划开。大家尝到第一口肉的时候，差点没被腥味恶心的当场吐出来。但不管这口味多么淡，肉质多么腥柴，在断粮的恐惧面前，这东西依然是续命的良药。你们看，我就说嘛，咱们自己也能吃上肉的，不靠林峰。我们靠自己也完全行的吗？就是这个理，靠人不如靠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不远处的林诗音把这一幕尽收眼底，要是换做半天前，他恐怕也会认为温若晴是在为众人鼓舞打气。可现在嘛，什么靠自己，不就是把这帮人的心往回拢，降低他们动去找林峰念头的可能性吗？就在苏薇薇还在享受温若晴带来的虚荣感时，一股醇厚的鲜香顺着树林里的风，毫无征兆地灌进了女人营地。只闻了一口，所有人手里的动作全都停住了。白芷猛地一吸，这是什么味道？是鱼汤，而且汤里面绝对加了足量的盐，只有盐才能把鱼的鲜味彻底激发出来。那个林峰居然都喝上热气腾腾的鲜鱼汤了，他能弄到盐，我们也能。明天我们也去海边晒盐，下次再抓到兔子，我们也能烤得好吃。想得到没？你以为兔子是天天能捡到的？今天是我们运气好撞上一只瘸腿的，但这片树林里哪有那么多瘸腿兔子给我们捡？方小曼被对得哑口无言，最后又是和事佬秦岚站出来打圆场。没有肉也没关系，明天我们多找些蘑菇和野菜，然后我们一起去溪边挖泥，试着做个陶罐出来。只要有了陶罐，有了盐，哪怕煮一锅蘑菇野菜汤，也比干嚼强得多。这个提议终于让众人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只有角落里的赵雅一言不发，她转过头，偷偷往林峰营地的方向瞥了一眼。今晚老娘也要喝鱼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正准备熬鱼汤的林峰遇到了点小问题，竹筒太小，这鱼根本就放不进去了。没办法，林峰只能把鱼切成2指宽的小块，然后再分装进2个竹筒里，每个桶灌了7分满的山泉水，又扔了2片甲举叶进去去腥。剩下的鱼快塞不进桶了，林峰也不浪费，直接用削好的竹签串起来，撒上那层薄薄的精盐，架到炭火上方。约莫过了10几分钟，2个竹筒里开始咕嘟咕嘟的冒泡，桶口往外翻涌的白气裹着一股浓郁的鲜香。低头一看，乳白色的汤汁在桶内翻滚，鱼肉块已经煮散了边缘。他端起竹筒，吹了2口气，试探着尝了一小口，鲜太他鲜了，这才是生活啊！就因为那么一点盐，把整条鱼骨头里的味道全逼出来。汤底有甲举叶淡淡的辛香打底，入口先是淡淡的咸味，随后那鱼汤本身的鲜味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林峰仰头又灌了一大口，然后配着烤鱼串交替着吃，咸香的烤鱼配清鲜的热汤，简直不要让人太满足。他放下竹筒，看了看剩下的东西，还有
一罐汤，3串烤鱼。他想了想，赵雅那女人今晚大概率还会来，林峰就把剩余的鱼汤和烤鱼往火堆旁一搁，拿片芭蕉叶盖住防灰，等着呗，反正也不亏。夜深了，就当林峰翻了个身，快要睡着的时候，外面却是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果然就发现了那个走路鬼鬼祟祟的身影。林峰闭上眼，继续装睡。那道身影停在林峰身边蹲下，伸出手摇了摇他的胳膊。林峰，快醒醒，我来了，还有没有鱼汤了？林峰撑起身子坐起来，伸了个懒腰，顺手拿起那剩下的那罐鱼汤，在赵雅面前轻轻晃了2下。赵雅的眼睛亮了，伸出手就要接过，但林峰却是把手给收了回去。赵雅愣了一下，怎么了？说实话，昨天没尽兴。没尽兴？林峰，你别太过分了。那行吧，鱼汤我自己留着，明天热了喝。他说完就重新躺了下去，2只手枕在脑后，摆出一副慢走不送的架势。这可倒是把赵雅气得不行，但是他又拿林峰没有办法。你保证不能太过分。闻言，林峰立马从平躺的姿势坐起来。那必须的。赵雅深吸一口气，拿过鱼汤后就地坐下，同时2串凉透了的烤鱼也摆在他面前。赵雅一点都不客气，左手端头，右手捏串，仰起头就开始猛灌。汤入口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顿住了。虽然已经没有刚出锅时的滚烫了，但余温犹在，那股鲜味丝毫没有打折扣。比起白天那口腥的他差点吐出来的兔肉，这简直是称得上一顿佳肴。赵雅一口接一口的喝，鱼汤被咽下的声音在夜里清晰可闻。喝到一半，他又咬了口凉鱼块，凉了也好吃，肉质紧实，表面那层盐粒早就融进去，咸鲜味渗透到每一丝纤维里。我还以为你今天吃了兔肉就不来了呢。那破玩意儿也配叫肉？苏微微学你的方法，泡海水架在火上烤，结果烤出来的东西又腥又臭，搞得我差点当场吐了。兔肉本来就轻，跟鸡不一样，光靠海水压不住味儿，得拿香料把膻气顶开，再控好火候慢烤。往身后一倚，赵雅靠在林峰怀里。要是那兔子被你抵着就好了，起码不会做得那么难吃，我也能吃上2口。林峰想起今天在竹林边缘和野鸡觅食点附近布下的那3个陷阱，用的是弯竹的回弹力配合藤蔓活结，地上撒了碾碎的浆果当诱饵。要是运气好的话，明天去收，说不定还真能套到什么东西。兔子嘛，也不是不可能。你说什么？没什么，吃你的。不过你能不能轻点儿？我都没办法好好吃饭了。5分钟后，赵雅怀里抱着4根香蕉，1小串葡萄。按理说今天的收获比上次丰厚多了，她应该满足才对。可她一点都不开心，甚至觉得自己亏大了，因为林峰那混蛋到最后关头居然没忍住，直接张嘴咬了自己一口。所以赵雅只能用你必须给我补偿这个借口，硬是从林峰那里多敲诈出来几根香蕉和1串葡萄。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他左侧的灌木后面冒了出来。温若晴从灌木丛后面钻出来。赵雅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呀？哇，香蕉还有葡萄，赵雅姐姐你从哪儿弄的呀？赵雅姐姐，你身上怎么有股鱼汤味儿？赵雅才刚从林峰那里回来，要是温若晴现在叫人，自己非得被抓个现行不可。姐姐你好厉害呀，居然能从林峰大哥那里弄到吃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呀？赵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盯着温若晴那张脸看了好几秒。赵雅没有解释，也没有否认，她直接从怀里抽出2根香蕉，递到温若晴面前，拿去吃。温若晴看着递到面前的香蕉，那双弯弯的眼睛眨了眨，没有伸手接。赵雅姐姐，你不用给我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真的，我绝对不会拿这件事去威胁你，更不会抢你的食物，你放心好了。说实话，赵雅拿不准这丫头是真傻还是装傻，但既然对方主动表了态，那就先信一回。你真的不会说出去？不会的，不会的，姐姐你就放心吧，我嘴巴可严了。赵雅最终还是把那2根香蕉塞进了他手里，拿着，吃完把皮买了。说完也不多停留，转身就快步朝营地走去。赵雅走后，林峰正在往火堆里添柴，结果没一会儿，他又听到一阵脚步声。他转过头就看见一个蝎子变的身影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小跑着朝他这边过来。林峰皱了皱眉，不是赵雅。林峰大哥，你还没睡啊？你半夜跑过来干嘛？我刚才起夜，看到赵雅姐姐从你这边回去的。林峰大哥，你是不是喜欢赵雅姐姐啊？不然为什么只给她一个人吃的？喜欢？你脑子里装的什么？可是你对她那么好。那叫好，我给她东西吃跟喜不喜欢有半毛钱关系。哎呀，那我误会了。说完了就回去吧。林峰，我换个问题，林诗音，单纯做和一个女人来看，你觉得怎么样？这下子林峰是真的有些懵了，他是真没想到这丫头会突然扯到林诗音身上，前后反差太大了，大到林峰甚至怀疑面前站着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林诗音当然不错，那张脸那个身段放在哪儿都是极品。那如果我说我有办法让她像赵雅一样主动跑过来给你解闷呢？最终的结果可能都一样，迟早的事儿，但我能让这个迟早变成很快。你想要什么？食物？温若晴摇了摇头。我和林诗音姐姐和苏微微彻底决裂的那天，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能收留我们2个就行。林峰靠在石壁上，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敲着肩膀。这丫头有意思，不要现在的好处，只要一张将来的船票，看起来亏，实际上精明的要死。他赌的是自己将来一定会称霸这座岛，而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他就已经预约了位置。他现在的付出成本是0，只需要动嘴皮子把林诗音推过来，空手套白狼啊！这是。林峰想了想，林诗音大哥后顶流，光是想象那张高冷的脸出现在自己面前低头的样子，就够让人兴奋。成交。我就知道林峰大哥是好人，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早饭时间，赵雅蹲在营地边缘，面前摆着今天的配料：2颗干瘪的浆果和2片烤焦的野菜叶子。她余光一直粘在温若晴身上，那丫头正坐在柳霜旁边，低头啃着自己那份果，眼睛弯弯的，时不时和白纸姐妹聊上2句，就跟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赵雅把那2颗干瘪果子塞进嘴里，不停地偷瞄苏微微的方向。苏微微正跟陈瑶说着什么，表情跟往常一模一样，除了陈瑶外，看谁都像是看自己的下属。要是温若晴真的去告密了，苏微微绝对不可能这么平静，以她那个性格，一定会当着所有人面把自己往死里踩。赵雅把目光收回来，行吧，看起来这丫头确实没打算出卖自己。早饭结束，各小组开始出发干活。赵雅把嘴里最后那点野菜渣咽下去，起身跟着打水组往西边方向走。今晚还去不去？去，肯定得去。不去的话，就凭苏微微分给自己的这点东西，连维持基本体能都不够。赵雅姐，你走慢点儿。赵雅姐姐，你怎么了？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赵雅抿了抿嘴唇，没有说话。她蹲下身，从芋头叶水桶的夹层里抽出今早特意留下来的存货，1根香蕉和1小把葡萄，想吃吗？赵雅姐，这又是从林峰那边来的吗？你先吃着，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我晚上会去林峰那里换食物，具体怎么换的，你不好奇吗？赵雅姐，想跟我说的话就说，不想说我也不问。行，那我直说了，林峰这个人，他其实不坏，就是无聊需要解闷，绝对没有发生什么过分的事情。赵雅姐，你受委屈了，我的意思是……沈小棠咬了咬下唇，小脑袋埋下去好半天没说话。赵雅姐姐要陪我一起去，我不敢一个人。行，今晚我带你过去。林峰一大早就出了门，昨天在竹林附近下了3个弹性钓套陷阱，一晚上过去了，到底有没有收获？说实话，他心里没底。这种被动式陷阱能不能抓到东西，7分靠布置，3分靠运气。倒是随着体质逐渐加强，这段路林峰走的是越来越轻松了。远远的，林峰就看到那根被压弯的竹子已经弹直了，有戏！他加快脚步跑过去，果然，一只灰褐色的野鸡被藤蔓活结吊在半空，一条腿被紧勒住，翅膀扑腾的羽毛乱飞。林峰咧嘴一笑，一把掐住鸡脖子，利落的解下来。林峰用藤条绑住鸡脚系在腰上，兴冲冲的往第2个陷阱赶。走近一看，竹子同样弹直了，地面上的诱饵也被吃得精光，藤蔓活结松垮的挂在半空。触发了，但没东西。林峰倒也没太在意，起身往第3个陷阱走。最后1个陷阱能抓住猎物最好，没抓住也无所谓，反正已经有1只野鸡保底了。那是一头鹿，一头亚成年的猎鹿，体型比成年的小了2圈，但也有60-70斤的样子。回过神来的林峰不敢再耽误，快速朝着猎鹿的方向冲了过去。他之前设这个陷阱的时候，最多也就想着能套只兔子或者野鸡，鹿他连想都没敢想，这可是整60-70斤的肉。林峰解开藤蔓，试着抬了一下，还真沉，但以他现在每日签到强化后的体质，扛起来倒也轻轻松松。林峰把鹿往肩上一搁，调转方向，扛着猎鹿就往回走。采集2队依旧是老样子，柳霜打头，白纸白勺跟在后面，温若晴和林诗音落在最后。等确认前面几人听不到这边的动静后，温若晴从腰后面抽出2根藏好的香蕉，塞到林诗音手里。吃吧，林姐。哪儿来的？林峰给的。林姐姐你先吃，听我说。林诗音盯着那2根香蕉看了几秒，最终还是没忍住诱惑，剥开1根，小口咬下去。昨天我去找林峰，试探了一下他的态度，结果呢？林峰说他对你很感兴趣，他还点名说想见你。这2根香蕉就是他让我带给你的，我不方便一次拿出来，先藏在别的地方了。他想见我做什么？林姐姐先吃着吧，别想太多。对了，我昨晚去的时候碰上了从林峰那里回来的赵雅，看起来吃得挺饱的样子，脸色红润，步伐轻快。说完，那个背影就已经跑到了白纸姐妹身边，蹲下来帮着摘浆果。林诗音站在原地，赵雅已经在林峰那里吃上。如果赵雅彻底投靠了林峰，苏微微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而到那时候，她要么饿死，要么就得跑去求林峰收留。到时候的待遇和地位能比现在主动过去好。她不是看不清现状，但林诗音一想到自己要去求林峰的场面，就觉得浑身别扭。她把剩下的香蕉快速塞进嘴里，不想了，先吃饱再说。中午，女人营地的气氛跟往常差不多，一群人围坐着啃果子嚼野菜，有气无力的。林诗音坐在边缘，看到旁边的赵雅，她的气色果然不错，若非温若晴提醒，她还真没注意，那女人确实在偷吃。就在这时，所有人的视线被同一个方向吸引过去，林峰扛着那头鹿从女人营地前方的小路上走过，那些人的眼睛也跟着他移动，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岩壁营地方向，整片区域依然没有人说话。他打到了1头鹿，那么大一头，够他吃多久啊？反正换作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敞开了吃，也够吃好几天吧。温若晴收回视线，转向林诗音，2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温若晴什么都没说，只是微挑了一下眉毛，那意思再清楚不过。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犹豫什么？林诗音低下头，盯着自己手掌心里那颗咬了一半的青果，又酸又涩，一点都不好吃。她闭上眼，深吐出一口气，然后把果子偷偷的扔了。就在今晚，鹿扛回来了，问题也跟着来了。热带、高温、高湿，这种环境下生肉暴露在空气中，12个小时就开始
始变质，24小时彻底发臭，60-70斤的肉要是处理不及时，全得烂掉。林峰转头看了一眼岩壁深处那排还在阴干的陶坯，别想了，那堆泥巴胚子就算现在干透，从烧制到能用最快也得1天。等陶罐做好，这头鹿早就臭得没法闻了，煮不了，炖不了，那就只剩一条路：烟熏腊肉。烟熏保存本身没什么难度，真正的问题在于盐。而他昨天辛辛苦苦从提纯到熬干，搞了一整个下午，总共才得了多少斤盐？撑死了2两。他没工夫坐这慢想，得马上行动。他拿起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对准竹子末端狠狠砸下去，咔嚓一声，竹管应声裂开一道豁口，扔下石头，双手扣住裂缝两端，手臂肌肉向两边一发力，呲啦一阵脆响，整根竹子顺着纹理被他利落的生生撕成了2半，往火上一架，竹槽里灌满海水，底下烧，水烧开，蒸发，吸盐，比晒得快10倍不止，一口气劈了6根竹槽，全部架到火堆上方，火焰灼烧着竹底，海水很快就翻起了白沫，蒸汽裹着咸腥味往上冒，整个营地都融在一层白雾里。第一步搞定了，等着粗盐析出就行。但林峰不能干等，他转身回到猎鹿跟前，深吸一口气，分解剩下的纯肉大概40来斤，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黑了，林峰的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了，面前的芭蕉叶上铺满了切好的肉条，红白相间码得整齐齐。去看盐，6条竹槽有4条已经完全蒸干了，底部结着厚厚一层灰白色的粗盐，剩下2条还剩点底，正在咕嘟冒泡。粗盐不能直接用，还得提纯，跟昨天一个流程。过了半个多钟头，第一批精盐终于出来了，沾了一点放嘴里尝尝，咸不苦，成了。他把精盐均匀的涂抹在切好的鹿肉条上，一层肉一层盐码在芭蕉叶上，但这批盐只够腌10来条肉，剩下的30多条还裸着呢。可林峰觉得自己的骨头架子都快散了，一整天高强度的劳作，即便有签到强化的体质打底，他现在也累得够呛。芭蕉叶上那一小堆肉山，林峰看着只感觉头皮发麻，更别提旁边那几根咕嘟冒泡，需要人盯着添柴的竹槽盐锅。再这么干下去，他整个人非得报废不可。林峰一屁股坐在地上，盯着那堆肉的时候，2道鬼祟的身影从林子边缘的阴影里探了出来，是赵雅和沈小棠。此刻的沈小棠整个人缩在赵雅身后，2只手揪着赵雅后腰的衣摆，脸埋得低得连头都不敢露。看清来人的那一刻，林峰的眼睛亮了，他发誓这是自打他流落荒岛以来见到赵雅最为开心的一次。在这个节骨眼上，2个现成的不要钱的极品劳动力，真不错，还知道带人来帮我干活，没白疼你。林峰一手抓住赵雅，一手拽住沈小棠，连拉带拽的就把2人往营地中间的肉堆旁拖。等等，你干嘛？干活啊！还没等赵雅反应过来，营地外围又响起一个声音：林峰大哥！林峰猛地回头，又来2个，整整4个免费劳动力。林峰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下子就算自己不用动手，今晚也能把所有的肉全部处理完。温若晴的目光扫过营地，在看到赵雅身边多出来的沈小棠时，主动冲赵雅和沈小棠打招呼。林诗音本以为这是温若晴安排好的私下接触，可谁能想到赵雅和沈小棠已经提前到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偷情被当场撞破。他根本不敢抬头看林峰的眼睛，尴尬的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我们可能来的不是时候，要不我们先回去吧。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别愣着了，全过来干活，熬盐、切肉、抹盐、看火，一个都别想跑。干完之后，烤肉自助，不限量，随便吃。林峰把条件抛出来，当着4个人的面，一个字的废话都没多说。林诗音后退的脚步立刻就停住，不限量，不限量。走走走，林姐，格局打开，干完就能吃肉，别浪费时间啦。沈小棠，走了。干活。林峰往岩壁上一靠，丢了颗葡萄到嘴里，舒坦的把4个人打量一遍。监工正式上任，不得不说，4个人和1个人完全是2个概念。赵雅和沈小棠来回跑了2趟，把竹槽里的盐水灌满，顺手把快要熄的火锅忘了。盐撒匀，每条都得抹到，不能有一面裸着。听到林峰的提醒，林诗音抓起一把盐往肉上狠狠抹去。大约1个多小时后，最后一块鹿肉条码上去了。行了，收工。说好的烤肉呢？林诗音直勾勾地盯着林峰。林峰笑了笑，已经在往火堆边走了。林峰把特意留出来的极品鹿背脊切成手指厚的薄片，一片片平铺到滚烫的石板上，油脂接触到石面，瞬间发出一声极其治愈的滋啦脆响，香气直接就冲出来了。林诗音站在旁边，喉咙不受控地动了一下。她对比了一下昨天那口腥膻的死兔肉，眼前林峰烤制的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温若晴把手里碾碎的野生野胡椒均匀地撒了上去，等一面焦了再翻，不然肉汁跑。林峰用细棍挑了点之前留下来的机油，对着每一片肉都薄薄涂了一层，翻面，香气更加浓郁，腾起一股白雾。好，熟了，可以吃了。林诗音夹起一片咬下去，眼神当场就变了。鹿肉比鸡肉更紧实，盐和野胡椒的味道渗进去，和肉本身的鲜叠在一起，真香。沈小棠只嚼了一口，立马加第2块，烫得直呲牙，嘴上的动作却一点没耽误。赵雅更是没有客气，3两下就是一片肉下肚，如同饿狼扑食般再次伸出筷子。唯独温若晴是唯一一个没急着干饭的人，她夹起石板上一块烤得刚好的鹿肉，没往自己嘴里放，而是拿起来仔细吹了2下，转过身把那块肉举到林峰嘴边。林峰大哥，今天你辛苦了。林峰看着递到嘴边的肉，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绝对是顶级绿茶，卷起来了是吧？老娘才是第一个开拓市场的，你个新来的想直接弯道超车。赵雅二话不说，竖只筷子夹起一块鹿脊肉，吹了2下凑到林峰嘴巴的另一边。林峰，吃我的，我这块更嫩。林峰脑袋一歪，先一口咬住温若晴递过来的肉，再一扭头把赵雅筷子上的肉也给叼了过来。不错不错，
都好吃。但林峰的手却比嘴巴诚实多了，左手极其自然地搂住了温若晴纤细的腰肢，右手也同样搂住赵雅的腰，左拥右抱，吃得不亦乐乎，手上的小动作也没停过，心里那叫一个爽。这他妈才是荒岛求生的正确打开方式。好几块肉下肚之后，林峰终于心满意足地呼出一口气。林诗音此刻正捏着一双树枝筷子，愣在原地。温若晴和赵雅那副自然到不能再自然的投喂姿态，又看了看被两人夹在中间，满脸享受的林峰，大脑一片空白。我也要这样吗？跟他们一样去伺候他吃饭。最终，饥饿战胜了尊严。林诗音红着脸夹起了一块鹿肉，动作很慢，很笨拙，低着头就那么直愣愣地递了过去。林姐姐，你得快点习惯呀，不然以后吃肉可就没你份了哦。整个营地只剩下沈小棠一个人吧唧吧唧的咀嚼声。终于，沈小棠感觉到了气氛不对，她嘴里还叼着半块鹿肉，费力地抬起头，茫然地眨了眨眼。你们看我干嘛？随后她冲着沈小棠勾了勾手指头。小棠，过来坐这儿。只要有肉吃，坐哪不是坐？她吧嗒吧嗒小跑过去，转身一屁股就坐下了。沈小棠往后一仰，把林峰结实的胳膊直接当靠背用，她整个人舒服服地靠了上去。下一秒，沈小棠鬼使神差地抬头凑了上去。当触碰到林峰嘴唇的那一刻，沈小棠的脑子一下子回过神，这是她的初吻。可即使如此，她也没有任何想要逃离的想法。过了好一会唇，沈小棠整个人瘫在林峰怀里。那个天快亮了，行了，肉也吃饱了，活也干完了，你们三个也赶紧滚回去吧，别耽误老子睡觉。林诗音见状，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她拍了拍胸口，刚转过身准备跟着温若晴离开，林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他微微低头，凑到林诗音的耳垂边，坏了我的好事，下次再跟你算账。林大哥后。林诗音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脸上的红润也褪去了，她甚至连头都不搞，两条腿软的几乎站不住。温若晴见状，笑眯眯的走过来，极其自然的挽住了林诗音的手臂。林姐姐，我们走啦，林峰大哥要睡觉了呢。这荒岛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清晨，海风带着潮气往岩壁山洞里灌，凉飕飕的。周婷扶着后腰哼唧唧爬起来，脸上满身疲惫和怨气。哎呦，腰快断了，这破石头地根本不是人睡的，风吹了一整夜，脑壳疼得要死。微微姐，今天咱能多摘点甜果子吗？天天吃那酸不拉几的野果，胃都受不了了。大家安静一下，之前林峰一个人能用陶罐煮汤，说明烧陶熬汤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昨天晒盐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只等收获。今天我希望咱们全员动员，试着做几个陶罐出来。有了陶罐，有了盐，热汤就能喝上，生活神卦就提上来了。在海边折腾了大半天，全员动员的结果，三个歪歪扭扭、表面坑坑洼的粗糙泥罐。苏微微小心翼翼把这几个丑罐子捧到山洞深处最阴凉的位置放好，让它们慢慢阴干。苏微微拍了拍手上的泥，脸上露出久违的笑。等罐子干了，就能烧制了。夜幕降临，周婷咽了口唾沫，一脸向往。等罐子烧好了，咱先煮个野生菌菇汤吧，味道肯定鲜。陈瑶拢了拢长发说道：我觉得还是先把水烧熟，最近一直喝生水，要是能再抓到一只兔子就好了。放罐里炖一锅兔肉汤，加点盐。天哪，光想口水都流出来了。与此同时，林峰也没睡，今天同样在忙陶罐的事。这几天阴干下来，之前做的那10几件陶坯已经彻底干透，表面干燥灰白，水分完全蒸发。林峰用一根削尖的粗竹子当铁锹，在营地旁一块泥土松软的空地上，卖力的在地上刨出了半米多深、1米多宽的土坑。坑烧法最原始的那种，没有专业窑炉，补坑能有效聚拢热量，同时防风，避免冷空气突然灌入把陶器炸裂。坑底铺了厚厚一层干柴，大小小的陶罐、陶盆、陶碗码放上去，中间用碎柴填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湿泥和绿草，只留几个通气孔，底部柴火点燃，火光在土坑里闷烧起来。烧窑是水磨功夫，火候不能断，今晚注定得一直守在坑边添柴。热浪滚滚的，林峰往火堆旁一坐，擦了把汗，感受着长夜慢慢的枯燥，真无聊啊。可偏偏今晚4个小娘们集体旷工了。一夜过去，坑烧的火堆已经彻底熄灭，只剩下一层厚的灰色草木灰。林峰拿竹竿拨开表面的灰烬，隔着开裂的覆土，底下泥罐那古朴的灰黑色边缘隐约可见。急不得，至少6个小时自然冷却。林峰拍了拍手上的灰，心情大好，拎起一串葡萄，边吃边往密林深处走。而此时，女人营地里，苏微微正带着周婷和方小曼得意洋洋地将前天在海边晒干的粗盐结晶带了回来。那是一小把泛着灰黄色、夹杂着沙粒和黑点的粗糙晶体，虽然卖相极差，但苏微微看那眼神跟看金子没区别。她把粗盐往营地中间的大石头上一搁，瞧，咱们自己晒出来的盐。那个微微姐，这只是海水直接晒干的粗盐，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锰和硫酸钙，直接吃不光苦涩，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堕液脱水。苏微微冷笑一声，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瞪着夏时逆。显摆你读过大学有文化是不是？林峰能吃，我们怎么就不能吃？在这岛上，能有盐调味就不错了。你爱吃不吃，少在这里妖言惑众。就是温室里的花朵事儿真多。微微姐，为了大家辛辛苦晒盐，你倒好，一上来就泼冷水。
夏时宁，既然你这么懂，那你倒是说说这盐到底该怎么提纯？你现在就给我弄！我只知道理论需要用重结晶法，或者加入碳酸钠，还要用酸碱中和，最后用滤纸过滤。碳酸钠还滤纸？你做梦呢！在这破岛上，我上哪儿去给你找这些化学试剂？你这不是废话吗？江月什么都没说，但是心里在想着，我们必须尽快脱离这个团体了。另一边，密林深处的潮湿地带，林峰正蹲在树根旁，采摘着一朵朵金黄水嫩的机油菌。前方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落叶摩擦声，立刻猫着腰潜入了旁边齐腰深的蕨类灌木丛中。柳霜走在最前面，用树枝开路，白芷和白芍姐妹互相搀扶着，温若晴则落在后面。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林诗音，她今天显然心不在焉的很。荒岛上的体力消耗极大，哪怕之前在林峰那里吃的再饱再好，隔了一天一夜，林诗音的肚皮又开始不受控制的抗议了。但前天晚上林峰最后那句下次再跟你算账，林大哥后像个魔咒，始终震慑着他。林诗音就这么抓心挠肝的纠结着，不知不觉间，他就与前面的温若晴拉开了将近10米的距离。看着那个落在最后魂不守舍的绝美背影，林峰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恶劣的笑容。送上门来的大哥后不去逗逗他，简直对不起那顿烤肉。林诗音忽然觉得身后一暗，好像有什么东西遮住了头顶的光，他刚想要回头，但已经晚了。林峰的大手从背后伸出，捂住了他的嘴。林峰抱着他，很轻松地将他带离原地，躲进了一棵古树后方，一只手依旧紧紧捂着他的嘴。林峰微微低下头，用一种戏谑的语气开口：好巧啊，林大哥后，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林峰挑了挑眉，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慢慢放开捂着他嘴巴的手，问了一声：你怎么不怕？谁说我不怕了？刚才我差点被你吓死了，你知不知道？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挣扎了？挣扎干什么？你还能对我怎么样不成？这话落在林峰耳朵里，味道可就完全变了。挑衅，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挑衅。一个才自己面前低过头，吃了自己烤肉的女人，现在居然敢用这种话挑衅他。好啊，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能对你怎么样。话音未落，林峰整个人都压了上去。直到这一刻，林诗音才知道自己貌似说错话。等等，林峰！林诗音慌了，她背后紧紧贴着树干，退无可退。两只小手慌乱地抵住林峰的胸膛，试图阻止他的靠近。手腕被松开，林诗音整个人直接顺着树干滑了下去，瘫坐在了潮湿的草地上。她那张脸此时红得快要滴出水，眼眶里噙着泪花。你这个无耻的流氓！林峰对他的怒骂毫不在意，甚至还悠然自得地拍了拍手。他慢吞吞地从腰间系着的小型网兜里取出一串圆润饱满的葡萄。林峰摘下一颗扔进嘴里，牙齿咬破果皮，发出极其诱人的咀嚼声。林诗音指着他的手指慢慢垂了下去，他盯着林峰手里那串水灵灵的葡萄，喉咙不由自主地上下滚动了一下。刚刚被他忽略的饥饿感再次涌了上来。我也饿了，我也要吃葡萄。可看着林诗音那张因为生气和羞耻而显得格外娇艳的俏脸，林峰这个不当人的家伙脑子里又开始整幺蛾子。在林诗音疑惑的目光中，林峰不紧不慢地从那串葡萄上摘下了最大、最圆、最紫的一颗，然后他没有把葡萄递给林诗音，而是将其轻轻咬在了自己的大门牙中间。林峰微微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就这么叼着那颗饱满的葡萄，冲着坐在地上的林诗音挑了挑眉，那眼神、那姿态，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想要自己来拿呀。3分钟过后，林诗音正身一脚浅一脚地往前小跑，连呼吸都还带着几分急促。温若晴正笑眯眯地朝他走来。林姐姐，你回来啦，我都等你好久了。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没有胡说。怎么样，林峰大哥的葡萄甜不甜呀？好啦好啦，不逗姐姐了，柳霜姐姐他们在前面呢，我们快跟上，免得掉队太久被怀疑。下午，林峰营地闷烧了一整夜加半个白天的土坑，此时已经彻底凉透。林峰蹲在坑边，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泥罐一个个提了上来。林峰用木棍在其中一个大陶罐上轻轻敲了敲，清脆而悠长的撞击声顿时在山谷里回荡开来。成了！林峰大喜，一整窑的陶器，3个大陶罐，2个陶盆，3个完好的陶碗，以及那2个带把手的陶锅，竟然全部烧制成功。小鸡炖蘑菇，整起！林峰把大陶罐拿到溪边清洗干净，装满清甜的山泉水，大步回到营地。他从山洞里抓出一只活鸡，处理完毕后开始处理调料。今天在林子里，他不仅采摘了大量水嫩金黄的鸡油菌，还凭借着鉴定功能，在一些阴暗潮湿的石缝和树根下找到了野生山姜、野蒜，甚至还有几颗能极大提香的野生八角。鸡肉切块，和鸡油、鲜菌菇、野山姜、野蒜、八角一起冷水下灌。最后，林峰撒入了一小把雪白精盐。大陶罐架在熊熊燃烧的火堆上，没过多久，罐子里的山泉水便咕嘟咕嘟的沸腾起来。鸡肉的油脂在高温下迅速融入汤中，原本清澈的水质渐渐变白，泛起一层金黄色诱人的机油花。与林峰这边的岁月静好不同，此时的女人营地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夏世宁被苏微微指派了提纯精盐的工作，可理论归理论，她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学校花，哪里亲自动手实操过？一下午的时间，夏世宁整个人都被折腾得狼狈不堪。可折腾到最后，过滤出来的水依然泛着灰色，尝一口还是苦涩难咽。废物，真是个废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连个盐都弄不干净。夜幕降临，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众人围坐在火堆旁，开始分食今天采摘回来的果子和烤蘑菇串。夏世宁一整天没有进食，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苏微微看着夏世宁面前那一滩黑乎乎、脏兮兮的烂泥水，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行了行了，别在这里碍眼了，折腾一下午就弄出这堆垃圾，先过来把这果子吃了，吃完继续弄。明天要是再弄不出能吃的盐，
你就别想吃饭了。夏世宁吸了吸鼻子，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他默默地捡起地上那颗沾了灰的果，小口小口地啃。就在夏世宁抹着眼泪，整个营地陷入一片死寂和压抑的时候，一股浓郁的鸡香味忽地顺着风向飘进了众人的身边，让这些个啃果子正起劲的他们不自觉地开始吞咽口水。我想吃肉，哪怕就一块肉，哪怕让我舔一口也行啊。他不是在抱怨，他是在哀求，对这种看不到尽头的苦日子发出绝望的哀鸣。闭嘴！你以为就你馋吗？你以为就你想吃吗？再多说一个字，连这烂果子你都别吃了。都给我把嘴闭严实！方小曼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低下头去。整个营地彻底陷入了死寂。边缘处的赵雅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串干饼、无盐，甚至有些烧焦的野菜，又闻了闻空气中那股香的让人灵魂战栗的鸡汤味，渐渐地闭上了眼睛。连续2天没吃一顿像样的饱饭，早就不再是什么伪装了，她是真的饿了。老娘要吃肉，老娘要喝汤。赵雅把野菜塞进嘴里，猛地站起身。赵雅，你干嘛去？拉屎你也要管吗？赵雅大声对了回去，转过身，大步流星地朝着林子深处走去，蹑手蹑脚地绕开女人营地，顺着树丛一路朝着林峰营地的方向悄咪咪地摸了过去。赵雅猫着腰摸到林峰营地外围的灌木丛后面，整个人蹲在那里，她没胆直接冲进去。今晚不比以前都是后半夜女人营地全睡死了她才出来，今天这群女人还没有休息，她是趁着上厕所的借口偷溜出来。要是在林峰营地待太久，一定会被发现。林峰！赵雅压着嗓子喊了一声。火堆旁正品尝鲜美鸡肉的林峰忽地愣了一下，他转过头，顺着声音来源扫了一圈，很快就锁定了灌木丛里那个鬼祟的身影。赵雅，林峰皱了皱眉，有些意外。不对啊，女人营地那帮娘们今晚一个比一个精神，根本还没到入睡的时间，她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赵雅见他发现了自己，赶紧朝山洞的方向指了指，嘴型无声地说了2个字：里面。林峰一下就明白了，他这是偷溜出来的，怕被人撞见。行吧，他起身把大陶罐双手端起来，大步走进山洞深处。赵雅看到他进去了，赶紧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弓着腰闪身钻进了山洞。山洞内的空间相对狭小，陶罐里散发出来的鸡汤香味在狭小空间里被成倍凝聚着，香得人脑子发晕。这是小鸡炖蘑菇。赵雅的声音压得极低，但那股子激动根本藏不住。刚出锅的。林峰不紧不慢地盘腿坐下，将陶罐搁在面前，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跟他分享的意思。赵雅等了10来秒，林峰依旧没有任何表示。行，懂了，这狗东西就是在等他主动开口。老样子。赵雅撇过头去，耳朵尖泛红，声音闷闷的。然而出乎赵雅意料的是，林峰居然拒绝了。赵雅一愣，怎么了？林峰往后靠了靠，2只手环抱在胸前，看着赵雅。大超模，你是不是想得太美了？最先是烤鸡，后面是鱼汤。林峰，你别太过分。林峰收回了打量赵雅的视线，重新夹了一块肉送进嘴里。行啊，不碰你。什么？那我换别的条件行不行？你说我帮你干什么活都行，明天帮你熬盐，还是帮你去打水？林峰吃完肉，把鸡骨头往旁边一吐，他偏过头扫了一眼角落里那个豁了大口子的破陶碗。林峰伸手把那个破碗拿过来，从陶罐里舀了半碗鸡汤出来，然后他把这碗汤搁在了自己脚边的地面上。你明明还有其他完好的碗，为什么偏用这么个破碗给我装吃的？你把我当要饭的？林峰，你他们有没有搞错？我是人，不是乞丐，让我喂你吃肉我忍了，你现在把我当叫花子，你疯了吧？不喝就滚，别浪费我时间。说完，林峰直接抱着陶罐自顾自的大快朵颐起来，鸡肉、蘑菇、热汤，一口接一口，吃的那叫一个香。赵雅站在原地，她低头看着地上那碗还在冒着热气的鸡汤，金黄色的，油花一圈一圈的，只要端起来就能喝到。林峰依旧自顾自的吃肉喝汤，根本就不理会赵雅。最终，赵雅蹲下身，双手捧起那个破碗，她低下头，轻轻抿了一口温热的鸡汤，很香，真的很香。林峰的眼底终于闪过一丝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伸出右手，不轻不重的在赵雅那有些凌乱的头发上揉了揉，这就对了吗？林峰的声音温柔的像在哄情人，手里的筷子极其大方的从罐里夹起3块最为柔嫩的鸡腿肉，啪嗒一声放进了赵雅面前的碗里。来，听话的奖励，不过要用手抓着吃。赵雅的身体狠狠一颤，她低着头盯着碗里那3块被鸡汤浸透的肉，最终泪水还是没控制住的决堤了，一滴接一滴不断的砸进那碗鸡汤里，荡起圈圈涟漪。赵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吃完那碗里的3块肉的，她只知道肉很嫩，汤很鲜。整个山洞一片寂静。吃完了。林峰的声音从头顶飘下来，声音听不出情绪。赵雅没有回答，也不想回答，她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就在她准备撑起身体时，一只完好无损的大陶碗出现在他的视线，碗里装得满满当当。林峰没弯腰，也没蹲下，只是手臂自然的下沉，将碗送到了他的面前。赵雅半跪着，仰着满是泪痕的脸，怔怔地望着那碗肉。接着，直到听见林峰的提醒，他才有些机械地伸出双手，指尖颤抖着接过了那只温热的大陶碗。随后，那双竹筷也塞进了他掌心里。林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见自己接过碗后，他直接转过身坐回火堆旁，继续喝自己的汤，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废话。赵雅捧着碗，还蹲在地上，手指死死攥紧竹筷，夹肉送进嘴里，嚼碎咽下，真香。和刚才那个破碗装的肉味道一模一样，但又完全不同。渐渐的，陶碗见底，赵雅沉默地放下筷子，低头看着手里的空碗。吃饱了就滚吧。林峰的声音传来，赵雅这才缓缓站起身，她没回头，也没出声，弯腰钻出山洞，迅速融入了外面的夜色。月光惨淡，赵雅沿着来时的那条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她的脑子很乱，却什么也处理不了。黑暗中，一个软糯的声音突兀地响起，沈小棠小声嘟囔着：“赵雅姐姐，你身上好香，是肉香。
你又去林峰哥哥那里吃肉了，好吃吗？他今晚做什么啦？你怎么不带上我啊？小唐，你说一个人如果为了吃一口肉，可以放弃所有的钻研，那他还算是个正常人吗？沈小唐歪着脑袋，有些不明白赵雅为什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放弃尊严？什么叫放弃尊严？赵雅姐，我觉得能吃饱就是好事呀。赵雅没有再说话，只是缓缓闭上双眼，面朝冰冷的石壁，将自己蜷缩成一团。习惯了就好了。是啊，人什么都能习惯的，习惯饥饿，习惯屈辱。赵雅姐，明天晚上你能带我一起去吗？明天再说吧。清晨的阳光穿透薄雾，洒在林峰的营地里。林峰起床后伸了个懒腰，取出前些天剥下来的那张猎鹿皮，晾了这么些天，摸上去已经微干，手感略有些粗糙。随后他找出一片锋利的石片，在腹部最软的位置来回切割，最终一整块坚韧的皮革被他剥离下来。最后他又拿出细竹签，在皮革的边缘处扎出一圈密密的针眼，最后用藤蔓包出来的细纤维充当缝线，学着脑海中百科资料库的缝制手法，反复穿针引线。不过半小时，一个鹿皮水袋便在他手里成了型。林峰用一节空心细竹管充当壶嘴，塞进水袋口，用藤条缠紧，灌满山泉水试了试，不漏水，携带方便，分量也轻，背在身上刚刚好。有了水袋，林峰又把目光投向旁边那堆腌鹿肉条，新烧好的陶锅架上火堆，灌进山泉水，10几根肉条直接扔了进去。煮这些肉不是为了现在吃，生肉腌制后直接熏还是容易坏。现在他有陶罐了，完全可以先用滚水煮熟，煮紧实，最后再挂到火堆上方，用失踪鱼液焖出来的浓烟慢熏1天。这样折腾出来的鹿肉干，水分极少，耐放得很。更重要的是，以后出门打猎，腰里挂着水袋，兜里揣着肉干，就算在林子里迷路2、3天也饿不死。林峰往火堆里添了把柴，看着陶锅里咕嘟冒泡的肉汤，满意的嘀咕了一句。30米外的女人营地，气氛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迷。营地角落里，夏时宁跪坐在地上，面前一滩黑乎乎的泥水，她有些无助地盯着那堆东西看。她一整晚都没怎么睡好，天刚亮就被苏微微硬生生从草堆里拽起来。出门前，苏微微甚至把周婷给留了下来，专门盯着她，防止她偷懒。快点弄啊，高材生！微微姐脾气好，我可没那么好说话。昨天折腾了一下午，连个盐都弄不干净，真不知道你大学读到哪儿去。夏时宁低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连哭都不敢哭出声。她只能用树叶兜着水，一点点地往炭灰里倒，尝试摸索。打水回来的赵雅提着沉甸甸的芋头叶，刚走到营地边缘，就看到了这一幕。赵雅姐，快点啊，水桶沉死了！马上，赵雅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恐，提桶向前走去。旁边突然传来周婷的一声惨叫。周婷双手捂着肚子，弓下了腰，额头上冷汗直冒。昨晚那一小块苦盐的后遗症还没有结束。夏时宁，你给我老实干活，要是敢偷懒，看我回来后不打断你的腿！周婷咬着牙骂了一句，再也憋不住了。她夹着腿，火急火燎地跑进旁边的灌木丛里。营地角落里，一时间只剩下了夏时宁一个人。他正抽泣着，用那双满是伤痕的手无助地擦着树叶上的泥水。赵雅站在原地，看着夏时宁那绝望的背影，他知道怎么提纯盐。那天夜里在林峰营地帮工时，他亲眼看着他是怎么操作的。自己要是帮了夏时宁，就等于用林峰的知识帮了苏微微这个敌对营地。要是林峰知道了，会怎么看他？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会不会生气，不再给他肉吃？光是想想那种可能性，他输不起，他承受不起林峰哪怕一丝一毫的怒。赵雅到一旁歇脚的功夫，沈小唐的注意力已经飘到了不远处那个跟泥水死磕的夏时宁身上，终究还是没忍住好奇心，迈着小短腿吧嗒吧嗒凑了过去。他蹲在旁边瞅了一会儿夏时宁用树叶漏斗来回倒腾的笨拙动作。夏姐姐，你怎么不把杂质沉淀分离呀？你这样一直过滤是弄不出能吃的盐的。什么沉淀分离？沈小唐没太多心眼，见人家问了，便理所当然的点头，顺嘴就往下接。对啊，把杂质丢掉就不苦了。我之前见林……闭嘴！还不等他说完，营地里就响起一声充满了愤怒与惊恐的怒喝。沈小唐整个人定住，他僵硬地转过头，只见不远处赵雅正盯着他，那双平日里冷艳的眸子盛满了快要喷出来的怒，脸色难看的吓人。沈小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把制盐的法子都泄露了出去。沈小唐惊恐地看了夏时宁一眼，双手捂住嘴巴，连退好几步。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赵雅那眼神恨不得把沈小唐活剐。沈小唐的眼泪啪嗒啪嗒砸在地上，我真不是故意的。赵雅深吸一口气，把心头那股又怒又怕的劲儿硬生生按了下去，没再看沈小唐一眼，转身大步走开了。完了，沈小唐泄密了。虽然就那么一句话，要是林峰知道了。而夏时宁呆呆坐在原地，他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那4个字吸引住，沉淀分离，嘴里喃喃着，脑子飞速运转起来。他的目光忽然落在不远处熄灭的火堆底下，那些黑白相间的灰烬上，分离，草木灰。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夏时宁的眼睛突然亮得骇人，整个人激动得快要叫出来。他顾不上脸上的汗水，连滚带爬跑到火堆旁，抓起一大把草木灰，直接扔进了那滩过滤出的浑浊盐水里，拿起一根树枝用力搅拌。片刻之后，原本灰蒙蒙的盐水变得更浑了，白色的细小颗粒在水中翻滚，然后缓缓往叶子底部沉去。上层的液体真的开始变轻了。等杂质完全沉底，夏时宁小心翼翼用大树叶折成新的漏斗，把上层青液一点点倒进去。做完这些后，他深呼吸一口气，伸出手指沾了点盐水尝了尝，依旧有一丝淡淡的涩味，但那股让人舌头发麻的剧烈苦感真的消失了大半。
成了，真的可以。夏时宁喜极而泣，可惜他们手里没有任何能耐高温的容器，唯一的泥罐子还在山洞里阴干着。最后那一步把盐水熬干成结晶根本没法做，他只能用几片大树叶，小心翼翼地将提纯后的浓盐水盛放起来。傍晚，苏微微带着采集组大部队回到营地，那几包苦涩感大减的浓盐水被夏时宁盛上去时，苏微微脸上虽然依旧拉着，但她眼底的喜色却怎么也藏不住。哼。算你还有点用。行了，拿去把野菜和蘑菇抹上，先吃饭吧。晚饭还是那老三样，果子、烤蘑菇串、烧野菜，但这回不一样了，用大树叶蘸着浓盐水在蘑菇和野菜上刷了一层，烤出来的东西终于有了咸味。盐水里那丝微苦还在，但对于这群快要淡出鸟来的女人来说，已经称得上美味了。有咸味了，真有咸味了，终于不用干嚼了。整个营地里洋溢着一种近乎荒谬的幸福感，哪怕隔壁林峰营地那边煮鹿肉的浓香飘了一整个下午，他们也觉得今晚这顿饭格外满意。深夜，营地的火堆渐暗下去，女人们在咸味的抚慰下沉沉睡去。角落里，沈小棠缩在干草堆中，浑身止不住的发抖。昨天晚上，她还满心期待着今天赵雅能带她一起去林峰那里，可经历了白天自己不小心泄密那档子事之后，借她10个胆子也不敢提了。她怕林峰会因为她说漏做而惩罚她，然而她不提，不代表别人会放过她。起来，赵雅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一只手伸过来拽住了沈小棠的胳膊，把她从干草堆里硬生生拽了起来。赵雅姐，我今天不去了，我不敢去，林峰哥哥肯定会打死我的。你今天必须跟我去，亲口跟林峰认错。我不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就自己去跟林峰说是你泄的密，到时候你再后悔可就晚了。这下子是沈小棠彻底绝望了。赵雅又冷冷地问了一句：“走不走？”沈小棠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她咬着下唇，最终还是站起了身。我去。赵雅拽着沈小棠的胳膊从山洞里钻了出来，沈小棠被他拖着跌撞撞往前走，赵雅没理他，走出10几步，他要带沈小棠去林峰那里认罪。可认罪之后呢？沈小棠泄了密，万一林峰一怒之下牵连到他呢？光是想想那个画面，赵雅就觉得浑身颤抖。赵雅的脚步慢了下来，沈小棠在后面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赵雅姐，我手腕好疼。闭嘴，跟上。两人刚绕过一处茂密的高树丛，前方树影下突兀地立着2个有些模糊的身影。赵雅脚下急停，月光穿过树冠缝隙，斑驳地洒在前方。温若晴挽着林诗音的胳膊，正低声和对方说着什么。听到动静，抬起头呀，赵雅姐姐，小棠妹妹，真巧啊。一旁的林诗音则有些不自在地别过头去，一只手下意识捂着肚子。林诗音已经整整2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饱饭了，今天好不容易分到了刷了盐水的野菜，可那点东西对她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她今晚本是打算跟着温若晴去林峰那里找点吃的，结果被撞了个正着。而看到2人的那一下，赵雅那些关于丢脸和被迁怒的自我纠结，全被她甩到了九霄云外。涌上来的是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温若晴，赵雅往前跨了2步，1米7、8的身高在夜色中散发出极具压迫感的气场。今晚你们俩别去了。赵雅的声音冰冷而强势，不带一丝商量的余地。赵雅姐姐，这是为什么呀？林峰大哥那里难道今晚不见客吗？沈小棠犯了错，夏时宁今天能做出可食用的盐水，就是因为这死丫头嘴快，把沉淀分离提纯盐的办法泄露了出去。听到这话，温若晴和林诗音的脸色同时一变，两人的目光齐刷刷定在了沈小棠身上。沈小棠吓得浑身一哆嗦。今晚我带沈小棠去林峰那里领罚，为了不打扰林峰处理这件事。月光下，2个女人在寂静的林子里无声地对视着。温若晴盯着赵雅那张冷艳，甚至隐隐透着一股狠劲的俏脸，不知道心里在盘算什么。既然是这样，那确实应该让小棠妹妹先去给林峰大哥赔罪呢。要是林峰大哥生起气来，可就不好哄了。不过赵雅姐姐，既然今晚我们让步了，那明天晚上可就是我和林姐姐的时间了哦。行，明天晚上我不跟你们抢。那就这么说定了，祝小棠妹妹今晚好运哦。走吧，林姐姐。你为什么要让？我饿了2天了，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出来，结果被他一句话就给打发回去了。林姐，你太心急了，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吗？赵雅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难对付了。这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她的变化。你是说她在林峰那边地位比我们想的要高？不确定，但这种时候硬碰硬只会多一个敌人，不如退一步卖他个人情。反正林峰那里的肉，明天晚上也少不了我们的。林诗音听得有些似懂非懂，但肚子传来的饥饿感还是让她沮丧地叹了口气。好吧，听你的。灌木丛的另一边，赵雅目送2个人影彻底消失后，紧绷的肩膀才终于松了下来。待会儿进去了放聪明点，林峰要你怎么罚你就怎么受着，一个字都不要反抗，听清楚没有？沈小棠吸了吸鼻子，眼泪汪汪的点了点头。赵雅拨开最后一丛灌木，沈小棠跟在她身后，2个人一前一后踏进了林峰的营地。火堆旁边，林峰盘腿坐着，竹块夹着陶罐里煮的鹿肉干，有一下没一下的翻动。听见脚步声，他侧过头，正好撞上赵雅把沈小棠往前一推的画面。道歉。小丫头半秒没犹豫，冲着林峰：“对不起。”林峰手里筷子悬在半空，当场愣在原地。怎么回事？赵雅站在沈小棠身侧，3两句交代完了白天的事。
沈小棠嘴快，把你之前用草木灰沉淀的法子说漏了，我带过他来，让你处置。说完，他就低下头，不再开口。沈小棠早哭得稀里哗啦，鼻涕眼泪糊了满脸，整个人缩成一团。林峰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沉默了几秒。就这草木灰沉淀分离，这东西压根算不上什么高端技术。就算沈小棠不说漏嘴，苏薇薇那帮人迟早能自己琢磨出来。再不济哪天蹲他营地外围偷看一会儿，也能学个七七八八。这压根算不上损失。可赵雅居然拎着人来了。真正让他在意的是赵雅的态度。对自己来说，沈小棠说漏了嘴，只不过是一件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事。可是赵雅却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要，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已经开始下意识地开始站在他的角度开始思考问题。他目光从沈小棠脸上挪开，落到赵雅身上。此刻这位大超模正低着头，不敢正视林峰一眼。看来他是真的怕了。既然他们都来了，那自己就配合一下。想通这些，林峰转过身，用竹筷从咕嘟冒泡的陶罐里捞出几块煮得软烂的鹿肉，又舀了小半碗汤推了过去。饿了吧？先吃。赵雅猛地抬起头来，她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了张，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不是就这样，不骂也不罚，愣什么？凉了就不好吃了。林峰拍了拍他旁边一块平整的石头，下巴往那边一扬，坐这儿帮我看火。赵雅喉咙滚动了一下，一股酸涩的劲儿从鼻腔冲上来，不能哭，站起身走到石头旁坐下，端起陶碗开始吃饭。赵雅吃得很安静，也很认真，吃了几口后，又伸出一只手去拨火堆里的柴火，歪到一边的粗枝被他推回火焰中间，底下火苗均匀了不少。赵雅没再说话，这些林峰都看在眼里，面上没有任何表示。林峰转过头，看向还跪在洞门口哭得一塌糊涂的沈小棠，过来。沈小棠浑身一哆嗦，哭声咔的一下卡住了，那双红肿的杏眼圆睁着，全是恐惧和茫然。不能跑，跑了就再也吃不上肉了。沈小棠抽噎着从地上爬起来，林峰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沈小棠处在3步开外，看着他这副怂样，林峰一时间还真有点犯难。毕竟这小丫头本来就没犯什么大罪，打一顿算了吧，但直接放过她也不行。太轻易的原谅，只会让他觉得管不住嘴没代价，下回还敢把更要紧的东西往外苏薇薇那边漏，这可不行。那到底该怎么？还没等林峰想出个章程来，沈小棠自己先绷不住，小姑娘扑通一声扑过来，双手抱住林峰的小腿。林峰哥哥，我错了，我再也不乱说话了。你想怎么罚小棠都行，打也行，骂也行，让我干活也行，就是千万别不给我吃东西了。林峰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有了主意。对沈小棠这种纯吃货属性的小丫头，食物奖惩加点小惩大戒，绝对够她长记性。而且这个惩罚的让她觉得不至于活不下去，但又足够丢人，足够刻骨铭心。沈小棠小心翼翼地出声：林峰哥哥，你要怎么罚小棠？听到这话，林峰嘴角一勾，右手悄悄扬了起来，啪的一声，沈小棠整个人弹了起来，双手啪的一下捂住屁股，在原地蹦了好几下。她转过身来，眼眶里水雾又起，疼，你打我屁股！林峰收起那只罪恶的手，板起脸来，声音冷冰冰的：转过去。不转！你怎么能打那里啊？你再不转过去，今晚就没饭吃了。这话一出来，沈小棠的身体比脑子先做出了反应，她的脚几乎是自动转了方向，乖乖撅好。你欺负人就知道用不给饭吃威胁我。林峰没搭理他的碎念，右手再次扬了起来，啪！沈小棠整个人又弹起来，好疼啊！沈小棠，给我回来！不回去，打死也不回去了。那行，今晚你回去啃树皮吧。3秒之后，沈小棠又乖乖回来了。林峰此刻邪魅的炫耀起来，说道：此处略去9980一下。行了，起来吧。沈小棠此刻正蹲在山洞最里面的角落，双手死捂着屁股。听到林峰的话，他也没敢站起来，万一是炸他们。林峰走过去，手在他头顶揉了2下。下次再多嘴，就不给你饭吃了。听见没有？林峰的语气听上去凶巴巴的，但手上的动作却不由自主的又多揉了2下。沈小棠委屈的点了点头，听见了，再也不敢说了。洗把脸，去吃东西。林峰丢下这话，转身往火堆旁走去。身后的沈小棠听到吃东西3个字，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太好了，能吃饭了。以后沈小棠那边你帮我盯着点，这丫头嘴笨心大，没脑子还爱说话。你比她机灵，帮我管着。说完，他偏过头看了赵雅一眼，赵雅的胸口猛地一跳。我知道了，他虽然表面上没什么表情，但低下头后嘴角怎么也压不住。林峰让他管着沈小棠，是不是意味着在林峰心里，自己已经是可以被信任的了？又过了几分钟，沈小棠从慢吞吞的挪了过来。林峰拿起陶碗，从罐子里舀了一碗鹿肉汤，又加了几块肉递到沈小棠面前，给沈小棠吸了吸鼻子，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碗来。他没敢坐，准确的说，他屁股疼坐不下去，最后只能侧着身子，用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半蹲半靠在一块大石头上开始喝汤。第一口下去，热乎乎的鹿肉汤滑进肚子，沈小棠顿时幸福地眯起眼睛来。要是能天天吃肉喝汤，就是天天被打屁股也值了。等吃到傍晚的时候，沈小棠悄悄挪到赵雅旁边，红着脸，声音压得极低：赵雅姐，林峰哥哥打完我之后摸了我的头，他是不是没有真的生气啊？赵雅侧过头看了一眼沈小棠，吃你的，少想有的没的。半个小时后，汤喝完了，肉也吃完了，沈小棠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揉了揉自己鼓起来的小肚子。赵雅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但她没有立刻往外走，她在原地顿了顿，抬眼看了一眼火堆旁那个正在往陶罐里加水的林峰。赵雅随后深吸一口气，走到了林峰身后，然后她伸出双手，从背后轻轻地环住了他的腰。林峰手上的动作顿住了。林峰，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准备好的。不急。闻言，赵雅嘴角勾起自打上岛以来第一抹甜蜜的笑容。
赵雅在他背后又停留了2秒，才慢慢松开手，退后一步。我们先回去了。一个倔强的声音突然响起，紧接着一团软乎乎、热腾腾的东西直接从侧面扑了过来，死死地贴在了林峰身上。林峰低头一看，沈小棠正双手环着他的腰，整张小脸埋在他胸口，小脸在上面蹭来蹭去。赵雅咬紧了后槽牙，早知道就不带这死丫头来了。之前还以为沈小棠就是个只知道吃的傻白甜，没什么威胁，现在看来他是彻底看走眼了。林峰笑了笑，他抬起手，在沈小棠毛茸茸的脑袋上揉了2把。行了，松开吧，走了。赵雅黑着脸，语气比刚才冷了不止1个度。他一把拽住沈小棠的胳膊往外走。赵雅姐，你慢点！你刚才怎么就直接往上凑了？你一个女孩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害羞，不怕林峰占你便宜？可是林峰哥哥会给我肉吃呀，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像挺喜欢被他抱着的感觉，暖烘烘的。听着这丫头的发言，赵雅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她死死地盯着沈小棠那张红扑扑、满是春意的娃娃脸。这死丫头恋爱了，她不是在为了食物演戏，她是真的想跟林峰谈恋爱。你真是不知羞！你刚才不也抱了吗？你还跟他说你会准备好的。你准备好干嘛？你闭嘴！赵雅老脸疼的一下红了个透，她猛地伸手捂住沈小棠的嘴，少打听我的事，再多嘴，以后我真不归。沈小棠被捂着嘴，只能冷冷地眨着大眼睛，连连点头。走了。回营地，赵雅黑着脸，有些烦躁地拽了沈小棠一把，快步朝主营地走去。只是他们2人都没有发现，在另一个方向有一个身影从灌木丛后面缓缓地起身。起夜的夏世宁歪了歪脑袋，大半夜的，他们怎么从那个方向过来了？清晨，一股淡淡的咸香夹着点椒糊味从主营地里弥漫开来，众人正围着火堆小口小口嚼着刷了低质盐水的烤蘑菇。夏世宁却没资格享受这片难得的轻松，他正蹲在一旁摆弄着那几片破烂的树叶漏斗，一遍遍过滤着浑浊的粗盐水。苏微微坐在一旁，一边嚼着蘑菇，一边冲夏世宁下令：这些弄完了才能吃，听见没？面对这种近乎刻薄的压榨，夏世宁连头都不敢抬，只能顺从的低头继续干活。江月正坐在一旁的石头上，慢条斯理啃着手里的果。他看似在漫不经心吃着早饭，可那双锐利的眸子却始终一眨不眨地盯着夏世宁的每个动作，从草木灰的分量到泥水的搅拌频率，再到树叶漏斗里细沙和木炭的铺设顺序，江月看得极其专注，将每个细节都死死地记在脑海里。夏世宁终于勉强过滤完了最后一包盐水，他刚咬了2口自己的早饭。行了行了，吃过了就各自出发吧。打水组今天多提点回来，别磨蹭。夏世宁赶紧消灭掉手里的食物，拎起那2个芋头叶水桶，准备跟着赵雅他们出发。可他刚走到营地边缘的一棵大树后，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从身后的树影里传来。接着，夏世宁吓了一跳，一回头就看见江月正静静地站在那里。还没等夏世宁反应过来，一个圆滚滚、红澄澄的野果便被塞进了他的手心。夏世宁愣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手里这颗比平时分配的要大上整整1圈的果。江姐，拿着，算是感谢。感谢什么？夏世宁歪了歪脑袋，有些想不明白。在这营地里，他的食物配额一向偏少，这颗果子对他来说简直是救命的宝贝。他转过身躲在树后，3两口便将那颗酸甜多汁的果子塞进嘴里咽了下去。干瘪的胃部终于得到了一丝抚慰。擦了擦嘴角的果汁，夏世宁不敢耽误，赶紧提起水桶，快步往前走去。通往小溪的山路上，灌木丛生，走在最前面的依旧是混血超模林诺，步伐那叫一个虎虎生风。赵雅和沈小棠慢悠悠地跟在后面，走路姿态就跟在自家后院散步似的。走在最后面的夏世宁看着前方赵雅和沈小棠的背影，眼里的疑惑却越来越浓。不对劲，真的很不对劲。赵雅和沈小棠可是被苏微微打压最厉害的2个人，每天分到的食物比自己都少，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比能稍微多分点食物的自己状态还要好？夏世宁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昨天晚上那一幕，当时他没多想，可现在仔细一琢磨，回来的那个方向不就是林峰营地的方向吗？夏世宁几乎已经可以100%确信，昨晚赵雅和沈小棠绝对是偷偷溜去林峰的营地吃好东西。想到这里，夏世宁的心跳不由得有些加快，但他心里并没有任何要向苏微微告发的想法。相反，因为沈小棠昨天的无心插柳，他才能摸索出提纯盐水的办法，免于挨饿。此时他看着前方毫无防备的2人，心里反而有些替对方担心起来。万一哪天被苏微微或者林诺撞见，他们可就惨了。夏世宁深吸了口气，快步走上前去，凑到了沈小棠的旁边。那个赵雅姐、小棠妹妹，我昨天晚上起夜看到你们从林峰营地那个方向回来。这句话让赵雅和沈小棠的血液都心里一惊，而赵雅的眼神则在瞬间变得凝重，压低的声音里透着威胁。你想怎么样？去向苏微微告密？不是的，我没想威胁你们，我就是想提醒一下，你们以后要是再去的话，一定要小心点，千万别被苏微微他们发现了。听到这番话，沈小棠紧绷的身体瞬间一软，拍着胸口长长舒了口气。沈小棠感激的说：吓死我了，谢谢你啊，夏姐姐。不用谢，我其实更应该谢谢小棠妹妹。昨天要不是你提醒我，我根本弄不出盐水，今天连早饭都吃不上呢。看着夏世宁那张满是真诚与惬意的俏脸，赵雅紧绷的神经也稍微放松了些。但她毕竟不像沈小棠那般单纯，在这残酷的荒岛上，口头上的保证和善良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只有利益捆绑，只有让对方也成为共犯，变成一条绳上的蚂蚱，她才能真正放心。想到这里，赵雅转过头看向一旁还在拍着胸口庆幸的沈小棠，低唤了一声：“小棠。”沈小棠有些懵懂的抬起头。
赵雅姐怎么了？赵雅没有说话，只是极其隐蔽的用眼神示意了下沈小棠腰间挂着的那只粉色防水小包。昨晚吃饭时，林峰给了他们一小串葡萄，此刻可还在沈小棠的包里放着。然而沈小棠这个直脑筋的吃货，哪里能理解这眼神的含义？他眨巴着大眼睛看着赵雅那不断往包上瞥的眼神，有些天真，甚至带着几分关心的问道：“赵雅姐，你眼睛不舒服吗？怎么一直在眨呀？”听到这句话，赵雅整一个瞬间无语。给他葡萄。沈小棠一愣，她猛地瞪圆了眼睛，两只小手一拍，有些后知后觉的惊呼出声。我给忘了。而一旁的夏时宁则有些手足无措，一双杏眼怯生的在两人身上来回打转。沈小棠缩着脖子，手忙脚乱地拉开腰间那只粉色防水小包的拉链，她从里面捧出一小串紫黑饱满的葡萄。在这座连酸果子都不够吃的荒岛上，这串圆润饱满的葡萄，在夏时宁眼里简直堪称奇迹，每一颗都泛着诱人的光泽。赵雅没有废话，直接将这串葡萄强行塞进了夏时宁手里。吃下去，昨晚的事就当没看见。你也是偷吃林峰东西的共犯，大家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干净。夏时宁捧着那串沉甸甸的葡萄，整个人都有些发懵。听着赵雅那近乎威胁的封口令，他看着手里那颗颗诱人的果实，终究没能熬得过饥饿。他摘下一颗放进嘴里，牙齿咬破果皮的瞬间，丰沛极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里迸溅开。那一瞬间的甜美，让夏时宁整个人都忍不住想哭，太好吃了。脑海中甚至不可抑制地闪过一个念头，要不以后他也跟着去林峰那里偷吃。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夏时宁便猛地打了个寒战。不行，一想到万一被苏微微发现，自己将会迎来怎样惨烈的欺负和排挤。夏时宁红着脸，小声对赵雅和沈小棠说：“我吃完了，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看着夏时宁那副虽然害怕却异常认真的模样，赵雅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只要吃了东西就是共犯，这个胆小的姑娘绝不敢拿自己的生存去冒险。走了。林诺那蠢货要等急了。赵雅扯了沈小棠和夏时宁一把，三人再次加快脚步，朝着小溪方向赶去。与此同时，密林另一侧，江月搬着一捆沉甸甸的干柴回到临时据点，随手往地上一扔。怎么样了？江月拍了拍手上的木屑，清冷的目光扫过四周，空地一角，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小堆洗净的野果和菌菇，分门别类，连大小都差不太多。林昭然正站在两堆码放的极其整齐，连长短都近乎一致的柴火旁，他伸手推了推鼻梁上那副无框平光眼镜，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声音清冷：“除去今天需要上交给锦营地的份额，我们自己私存的柴火和食物，足够支撑我们4个人在不进行任何采集的情况下高效率生存3天。”而在另一边，楚韵正坐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她的身旁散落着一堆堆极小已经熄灭的灰色灰烬。楚韵的脸上挂着一抹古典温婉的佛系微笑，动作不紧不慢地将手里的简易工钻收好。小月，我这边也没问题了，工钻生火的成功率已经稳定，我们随时可以拥有独立的火源。而在楚韵身侧，年纪最小的盛心妍正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用手里锋利的石片极其专注地削着一根硬木，那根硬木的一端已经被他削得极其尖锐，隐隐透着一股杀气。楚韵手里的那把工钻就是出自他这双精致灵巧的手。江月看着这一切，满意的点了点头。我今天盯着夏时宁，已经差不多摸清了他们制作盐水的过程。草木灰和粗盐水混合，沉淀过滤。慢着，打断了江月的是林昭然，他突然开口：“在没有亲手成功提取出符合食用标准的盐水之前，我建议不要轻举妄动。脱离锦营地的事情必须往后推，还要等。我已经受够苏微微那个蠢货的指手画脚了，必须等。食用盐事关我们的生理机能，容不得半点马虎。没有稳定的钠摄入，我们撑不了多久。”这时，楚韵微笑着站起身，轻轻拍了拍江月的肩膀：“小月，别急。昭然说的对，万事开头难，咱们已经熬了这么几天了，不差这一时半刻，慢慢来，稳妥最重要。”在楚韵的安抚下，江月深吸了一口气，眼底的暴躁终于渐渐平息了下去。他转过头，看向还在默默削着长毛的盛心妍：“心妍，你手巧，一会儿帮我做几个漏斗工具，我今天就开始尝试制盐。等到我们成功做出精盐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脱离苏微微的时候。”盛心妍手里的石片微微一顿，随后轻轻点了点头，声音细小却极其坚定：“交给我。”夜幕再次降临，30米外的岩壁营地，火光熊熊。林峰抱着一大捆刚劈好的干柴，沉甸甸地卸在了山洞一侧。此时，原本宽敞的山洞内侧已经被柴火堆得满满当当，几乎占据了半个山洞的空间。林峰直起腰，狠狠地吐出一口浊气。今天他确实累得不轻，一大早他就又跑了一趟那个隐秘的世外桃源，不仅在野鸡和野兔经常出没的通道上设置了几个全新的弹性钓套陷阱，还采摘了大量的香蕉和葡萄。而下午剩下的时间，他几乎全用来砍伐和收集柴火。在这热带荒岛上，天气说变就变，一旦遇到暴雨连绵的天气，没有干燥的柴火，连生火都是奢侈。这些堆满半个山洞的干柴，足够他安安稳稳地烧上大半个月，彻底免去了他的后顾之忧。火堆上，新烧制的大陶罐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气，今天炖的是一整只肥美的野鸡，配上新鲜的菌菇和精盐，机油的芬芳在山洞里横冲直撞。林峰往火堆里添了根柴，有些疲惫地靠在岩壁上，他一边活动着酸涩的肩膀，一边在脑海中规划着接下来的生存
成步骤。陶罐有了，盐也有了，食物和柴火储备充足，接下来该准备点什么呢？正当林峰在脑海里思索着未来的发展规划时，营地外原本安静的灌木丛里传来了一阵极其轻微的落叶摩擦声。林峰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眉头轻挑，这个点谁会来？他昨晚可没跟赵雅或者沈小棠约定今天见面，更不知道昨晚那2个女人私下里和温若晴达成的分赃协议。紧接着，温若晴那张扎着蝎子辫、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脸率先踏了进来，而在她身后还跟着低着头、满脸通红、双手有些局促地揪着衣角的林诗音。看着在深夜突然造访的这2个女人，林峰先是愣了半秒，随即他的嘴角忍不住上扬了起来。他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肩膀，又盯着林诗音那张娇羞，甚至隐隐透着几分认命般红晕的精致脸蛋，忍不住一愣：哟，巧了不是？温若晴笑眯眯地拉着林诗音走进营地，那脚步轻巧，跟来邻居家串门没两样。林峰大哥，打扰啦。他身后的林诗音从进来的那一刻起就没敢正眼看过林峰一次。林峰没急着回应温若晴，他揉了揉酸痛的肩膀，一副今天累坏了的模样。哎呀，又是砍柴又是摘水果，忙活了一整天，我这肩膀酸的都快抬不起来了，真是累死我了。温若晴眨了眨眼睛，歪着脑袋看了看身旁的林诗音。呀，这不巧了吗，林峰大哥？林姐知道你今天砍了一下午的柴，肯定累坏了，这不，她心疼你，专程来给你按摩肩膀的呀。什么？谁要给她按摩？若晴，你在说什么？谁要？林峰则是故意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惊喜模样，撑起身子，明知故问地看着林诗音。是吗，林大哥后，你真是专门来给我按摩的？林诗音脸色唰的一下变红了。谁是专程来给你按摩的？可他话音刚落，还没等林峰说些什么，温若晴就直接伸手从后面轻轻推了他一把，将他直接推到了林峰面前。呀，林姐姐，都到这儿了，还害羞什么呀？我去帮林峰大哥看着活，你先给他按摩着，咱们分工合作嘛。听着温若晴那理所当然的安排，在感受着自己内空如也，甚至有些隐隐发痛的林诗音咬着下唇，所有的傲气在这一刻被饥饿生生击碎。她低着头，知道了。林峰见状，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伸手直接抓住自己 T 恤的下巴往上一掀，宽大的黑色 T 恤被他一把从头顶扯了下来，随手就扔在旁边的石头上。火光的照耀下，他赤裸的上身忽明忽暗，每日签到强化的身体轮廓下肌肉线条分明。林诗音红着脸，慢吞吞地蹲在林峰身侧，她伸出那双白皙柔嫩的双手，有些局促地搭在林峰宽阔的肩膀上，试探地捏了捏。这样就挺好的，别磨蹭了，开始吧，林大哥后。听到林峰的认可，林诗音咬了咬牙，闭上眼睛，终究没敢再乱动。林诗音加重了手上的力道，指尖深深地压进林峰结实的肌肉，手掌下的肌肉滚烫又硬实，随着他的按压起伏着，那种充满力量感的触觉从指尖一路窜上手臂。这个家伙在荒野里活得比谁都滋润，身体也比谁都壮。哎，对，就是这样，舒坦。林峰发出一声低沉而满足的闷哼，林诗音咬了咬唇，强装淡定地继续按着。而此时，温若晴已经接替了做饭的工作，她蹲在火堆旁，手里拿着一双干净的竹筷，慢条斯理地翻动着陶罐里的鸡肉和菌菇，白色的蒸汽裹挟着鲜香味儿扑面而来。温若晴用筷子蘸起一小滴鸡汤，抿了筷子尖，在舌尖上感受了一下咸淡，随后她转过身，从旁边的竹筒里捏了一小把雪白的细盐，均匀地撒入罐中，用筷子轻轻搅拌。火光摇曳的山洞里安静下来，林峰闭着眼，能感受到被上割后温热的体温和肩上恰到好处的力道，鼻尖还萦绕着鸡汤的清香。他动了动身子，随口问了一句：对了，你们营地那边最近怎么样了？温若晴咬着筷子尖，歪着脑袋想了想，随后开口：林峰大哥，夏时宁做出盐水那事儿，你应该知道了吧？沈小棠那小丫头泄密的，我狠狠惩罚她了。林诗音在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手上的按摩力道更重。温若晴在火堆旁蹲着，一边用筷子搅着锅里的鸡汤，一边有些感慨地开口：可就算夏时宁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苏微微还是对他很差。制盐水的活全压在他一个人头上不说，打水也没少跑。分吃的时候呢，就给人家2颗酸果子打发了。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校花来着，长得也挺好看的。来到岛上之后，就一直被苏微微当驴使。说实话，我都有点可怜他了呢。林峰没有立刻接话，他记得沈小棠那所谓的泄密，说的就是沉淀分离这几个字。结果这姑娘光凭这4个字的提示，就真的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把盐水给整出来了。脑子确实好使，可好使又怎么样呢？在苏微微那个团体里，有本事的人不但不会被善待，只会被压榨得更狠。与其在那边当苦力，倒不如挖过来给我打工，待遇怎么着也比在苏微微手底下强。正琢磨着，温若晴放下筷子，像是想起了什么。对了，林峰大哥，最近几天我总觉得江月他们拾柴族有些奇怪。林峰拱了拱身体，怎么个奇怪法？他们4个人出去拾柴，带回来的木柴比前几天要少了不少，可每次回到营地的时间反都比以前更晚。要是偷懒的话，应该早回来才对吧？但他们不仅没早回来，还晚了。那多出来的时间，他们在忙什么呢？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江月一直在偷看夏时宁制作盐水，看得特别认真。林峰很快收起了脸上的笑。根据温若晴的描述，江月那个小团体带回来的柴少，回来的时间晚了，还在偷学制盐技术，难不成是想脱离苏微微自己带着人单干？这个江月什么来头？娱乐圈里有这号人物？温若晴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反倒是一旁的林诗音听到这个名字，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他跟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怎么说呢？他要是想捧红一个陈瑶那种级别的影后，
或者我这样的歌后就是动手指头的事儿。我们这些人在娱乐圈里再怎么风光，在他面前也什么都算不上。林峰的表情变了一瞬，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他还以为这岛上全是娱乐圈的花瓶和网红之类的，没想到居然混进来了真正的大资本。财阀又怎样？在这荒岛上，你有上百亿的资产，能换来一口热饭吗？在这里，唯一的资本只有2样东西，一是食物和资源，二是拳头。这2样他林峰都不缺。知道了，江月这个人有脑子、有野心，还有背景。确实不能当普通人对待，但现在他还在准备阶段，离真正脱离苏薇薇还有一段距离，不急，先观察。好了好了，汤好了，林峰大哥，你先吃。林诗英总算得到解放，手赶紧从林峰背上离开。林峰接过碗尝了一口，咸淡刚好，火候到位。这小姑娘别的不说，这做饭这手艺是真不赖。他放下碗，转头看向刚才一直在给他按摩，现在正揉着自己酸痛手腕的林诗英。林大哥后，要不要再玩一次喂食游戏？而林诗英则是再一次回想起喂葡萄的羞耻画面。别闹，声音又软又娇，完全没有任何威慑力。林峰一把扣住林诗英捶打自己肩膀的那只手腕，微微一拉，林诗英惊呼一声，整个人往前一个踉跄，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下一秒，一个温热的嘴唇就精准地贴了上来。这个吻来得太突然。林峰搂着林诗英，看来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习惯了被所有人追捧的顶流歌后，虽然表面强硬强势，但内心深处遇到比他更强势、能给他绝对安全感的人时，还是会变软，甚至渴望被征服啊！不到1分钟后，林诗英整个人几乎彻底软倒在林峰精壮的怀里，精致的俏脸上红晕一路蔓延到白皙的脖颈。你这个流氓！就会偷袭。林峰搂着怀里这个嘴硬的大哥后，忍不住低头在他额头上又轻轻啄了一下，坏笑道：“这叫饭前甜点。”林大哥后，看来你对我的偷袭适应的挺快啊。林诗英羞得把头埋进他胸口，没有再吭声。温若晴此时已经笑眯眯端着陶碗走过来，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欣慰。林诗英越主动，越得林峰的欢心，就代表着他们这个2人同盟在林峰这里的地位越稳固。在这残酷的荒野里，他们未来的生存保障就又多了一份。好啦，林姐姐，别再和林峰大哥腻歪了。亲嘴儿可填不饱肚子，快吃饭吧。林诗英这才回过神来，赶紧从林峰怀里爬起来，一块炖得软烂的极品鸡腿肉就已经递到林诗英嘴边。这是你给我按摩的奖励，你自己吃，我有手。不给面子啊？那看来今晚这肉你是吃不上喽。别，我吃就是了。林峰大哥偏心，我也要喂。林峰哈哈大笑，顺手也夹了一块鸡肉喂给他。吃完后，温若晴眼珠子转了转，极其自然地拿起自己的竹筷，在自己的碗里挑挑拣拣挑出一块最好的鸡肉，他用筷子夹着，小心翼翼吹了吹，然后送到林峰嘴边。来，这是回馈给林峰大哥的。林峰张嘴吃下，工序熟练。然而咽下肉后，林峰和温若晴对视一眼，温若晴刚刚反胃的样板就在旁边摆，他要是不照做，怕不是会惹得林峰不爽。而且林峰这个混蛋绝对会再次把他的碗没收。可为了填饱肚子，他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最终大哥后还是妥协了，吃死你算了。林峰坏笑着一口咬住，一边嚼着嘴里的鸡肉，打趣道：“大哥后喂的肉确实格外香啊。好了好了，不逗你了，快吃吧。”经历了万千挑逗，林大哥后今晚终于吃上了这顿热气腾腾的饱饭。第二天清晨，女人营地气氛却显得有些亢奋。苏薇薇正站在一块平坦的地面上，得意洋洋看着面前摆放着的3个陶罐。经过整整数天的阴干，这3个费尽心力捏出来的泥罐子，此时已经彻底失去水分，表面呈现出一种干燥的灰白色。虽然它们的造型依旧歪歪扭扭、厚薄不均，但在苏薇薇眼里，这无异于他们走向自给自足的里程碑。干透了。今天我们开火烧陶罐，直接烧，往火堆上架着烤？当然不是，得挖坑。今天咱们全员轮流上阵，这个烧窑的土坑必须给我挖出来。苏薇薇的声音尖锐而高亢，手里拿着一根足有手臂粗细的硬木棍，她一挥手，直接用木棍在沙地上划拉出几道粗糙的痕迹，给所有人排好班。所有小组轮流挖，一组挖累了，下一组接上。打水组先来，挖完了换采集2组，采集2组之后是拾柴组，谁敢偷懒，今晚饭没他的份儿。然而苏薇薇显然低估了挖坑的难度，更高估了这群女星们如今的身体状况。在极度缺乏工具，且众人每天仅靠野果野菜维系能量所需的情况下，挖坑无异于一场酷刑。他们没有林峰手里那种更趁手的竹铲，手里唯一的工具就是几根硬木棍。林诺拎着一根硬木棍，和夏时宁一起走到指定位置开始刨土。林诺这个250倒是真使劲了，一棍子下去恨不得戳穿地心，刨了没几分钟就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夏时宁平日里顶多也就只能吃个半饱，在地上戳了没一会儿，也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赵雅倒是没什么感觉，这几天在林峰那里蹭肉蹭汤，蛋白质摄入充足的很，干这点活对他来说根本不叫事，但他不可能表现出来。赵雅戳了10几下之后，故意放慢速度，手臂装出发抖的样子，呼吸也刻意加重了几分。旁边的沈小棠就没这心机了，这死丫头刨了不到半分钟就开始真喘，倒不是因为没力气，纯粹是她体力差，哪怕吃饱了也是个废物。从结果来看，反而演得最像。赵雅姐，我感觉我要死了。20分钟后，打水组退下来换班，赵雅和沈小棠走到角落坐下休息。赵雅特意选了个偏僻的位置，低着头装出一副累到不想说话的样子。
采集2组接上来了。温若晴笑眯眯地拎着木棍下了坑，林诗音跟在后面，一脸生无可恋。远处的赵雅坐着，半低着头，视线却一直没离开那两人。温若晴刨土的动作看着挺卖力，手臂幅度大得很，一下一下。可赵雅盯了一会儿就发现不对，这绿茶的木棍入土连3厘米都没有，全是花架子。她脸上还恰到好处地挂着一层薄汗，眉头微蹙，嘴唇微张，看着又辛苦又楚楚可怜，演技满分。再看林诗音，这位大哥后举着木棍的姿势倒是很标准，可赵雅同样发现了问题，她每一下都在戳同一个位置，来回空刨了10几下，坑底一点都没变深。得亏苏微微现在满脑子都是陶罐的事，没空注意这些细节，不然就林诗音这演技，分分钟穿帮。不远处，江月4人站在一旁等着轮班，看那群女人拿着硬木棍在地上刨来刨去。4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本以为苏微微只会带着人瞎折腾，却没想到苏微微居然还真摸索出了挖坑闷烧的门道。他真能把陶罐给搞出来？不知道，如果真让他烧成了，这个营地的食物状况确实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脱离计划。如果它烧成了，我们走之前也必须多一手准备，烧制出自己的陶罐。过了许久，总算挖出了一个歪歪斜斜、深度勉强够用的土坑。3个粗糙陶胚被小心翼翼地码放在坑底，缝隙里塞满了干燥的碎柴火，顶上则附上了一层厚实的湿泥和新鲜的绿草。点火！随着苏微微一声令下，周婷颤抖着按下打火机，引燃了预留的火口。轰！火光在土坑里闷烧起来。苏微微看着那缕象征着希望的火焰，脸上重新浮现出几天来最得意的野心与掌控欲。而此时30米外的岩壁营地里，林峰正坐在山洞口，2条长腿岔开，飞快地编织着手里的碎竹篾。一个锥形的竹篓已经初见雏形，内部有倒刺结构，鱼钻进去就出不来。篓口系着一根3米多长的细藤绳，到时候拽着绳子就能收。林峰在心里嘀咕着，在石头地上睡了这么久，哪怕底下垫了干草，那石面的硬度照样能把人割得够呛。再这么下去，迟早椎间盘突出。今天得多搞几根粗竹子回来，弄张竹床。他将昨天杀鸡留下的鸡下水分成2份，塞进刚编好的2个倒须鱼篓里，接着将鱼篓拎到海边，悄悄下在被几块巨大礁石半遮挡的潮汐水洼里。藤条的另一端则牢牢系在礁石缝隙里。隔壁那群女人饿得眼睛都发绿了，如果不防着这一手，他前脚刚放好，后脚这帮娘们绝对能把他的鱼篓提起来摸鱼。做完这一切，林峰回到营地，他双手按住洞口那块沉甸甸的大石头，猛地一推，大石头在地面上摩擦，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将山洞口堵住。这防盗门，苏微微那帮饭都吃不饱的女人绝对别想推开。林峰满意的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他腰里挂着水袋，兜里揣着几块煮熟晒干的鹿肉干，手里拎着一根竹枪，就这么全副武装，准备去竹林巡视昨天设下的陷阱。然而他刚迈出营地没几步，无意间朝女人营地那边扫了一眼，就刚好发现那些女人正围着一个冒烟的土坑，坑里火光升腾，热浪肉眼可见的往上飘。林峰停下脚步，哟，他们居然也开始烧陶罐了吗？挺厉害的呀。但林峰心里只有2个字：傻逼。林峰拎着竹枪迈步走出营地，脚下的步子不由得加快了几分，眼底隐隐闪烁着期待。要知道，昨天他可是一口气下了整整8个陷阱，是时候去收租了。当他来到第1个陷阱点时，远远就看到那根被藤蔓拉弯的粗竹子已经弹直。他快步走过去，只见一只足有3斤多重的肥美野鸡正被吊在半空。林峰解下来绑在腰间，接着是第2个、第3个、第4个。这几趟下来，收获确实不小。设下的8个陷阱，整整4只野鸡，外加2只肥兔子，4只鸡2只兔，这要是搁在隔壁，都够苏微微那帮人过年了。林峰摇了摇头，把猎物绑在竹矛上系紧。林峰拎着竹枪来到竹林深处，看着那些手腕粗细的竹子，弯腰捡起了一块沉重的花岗岩。要做一张离地的竹床，需要的竹子数量可不少。林峰根本没时间用石刀去一根一根的磨断，这一次效率才是第1位。林峰深吸一口气，双手抱紧那块沉重的石块，猛地砸向竹子根部，沉闷的碎裂声在竹林里不断响起。不过半个钟头，10几根手腕粗的竹子便被他硬生生砸断，用藤蔓将这10几根竹子捆成一捆。干完这些，林峰也出了一身汗。他索性在这片清凉的竹林里多待了些时间，坐在一块干净的石墩上，剥了根香蕉，嚼几块鹿肉干，水袋里的水灌了几大口，吃饱喝足，补完体力才站起身。粗竹往肩上一扛，另一只手提着挂满野鸡野兔的竹枪，慢悠悠地往营地方向回到岩壁营地卸下竹子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30米外的女人营地那边，气氛跟打了鸡血似的亢奋。苏微微一声令下，差不多了，开窑。周婷和方小曼赶紧拿硬木棍，小心翼翼地刨开泥土。然而还没等泥土完全刨开，2声清脆的爆裂声突然从坑底传来。只见2个体积较大的陶罐，因为泥胚里残留了空气，受热不均，在冷却收缩的瞬间，直接裂废成了好几瓣。碎了，怎么碎了？可还没等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周婷就已经惊喜地叫出了声：“微微姐，你看这个没碎。”只见在最坑底的角落里，那个最矮、最厚也最丑的冬瓜罐，虽然表面坑坑洼洼，但此时却奇迹般的存活下来。成功了，我们有罐子了，快加水煮汤。方小曼直接将今天采摘来的1大半野菜和菌菇一股脑的塞进陶罐里，加入盐水后，陶罐被架在了早已点燃的火堆上。不一会儿，水开了，野菜和菌菇的清香随着滚开的汤水飘散开来。但是众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陶罐太小了，这小陶罐一次煮出来的汤顶多够4、5个人喝，根本不可能分给18个人。可苏微微看着这罐下料最足的浓汤，却根本没打算这么做。陶罐太小，1罐不够所有人吃。今天挖坑，我们采集1组出力最多，第1罐采集1组先吃。怎么这样啊？
就不能先平分吗？但看着苏微微手里攥着的打火机，以及站在她身侧神色凶狠的周婷和方小曼，他们只能咬着牙把怨气咽回肚子里。苏微微、陈瑶、周婷、方小曼以及秦岚5人围在火堆最内侧，开始用树叶折叠的勺子小口喝着热汤，吃着煮蘑菇。周婷烫得直哈气，嘴里却发出满足的吧咂声，而林诺、白芷、白勺姐妹、夏时宁等人只能在一旁干巴巴的看着。轮到底层分汤的时候，林诺捧着大树叶折的简易叶托，里面那点汤跟白开水也没什么区别，心里憋屈的要命。他本想从身旁那些同样底层的人身上找点心理平衡，但他一抬头却愣住。赵雅和沈小棠面对这难得的野菜汤，不仅没有半点兴奋，眼底甚至还隐隐带着嫌弃的意思，敷衍的小头抿着，那神态分明就是吃饱了再应付差事。林诺盯着他俩，疑惑越来越重，这两个平时分食物最少的人，居然在嫌弃野菜汤。他的目光不自觉地滑向沈小棠腰间那个粉色防水小包，一丝贪婪从林诺眼底浮上来。这两个贱人手里绝对还偷藏着高热量的食物。周围的人已经陆陆续续打着哈欠准备躺下了。等今晚你们睡着了，非得把你们私藏的那些东西全拿到手不可。半夜时分，林诺缓缓睁开眼睛，侧过头，死死盯着睡在旁边的沈小棠。小丫头这会儿正瘫在干草堆里，睡得极沉。林诺眼底闪过一丝嫌恶，视线慢慢下移，最后锁定了沈小棠枕在头底下的那只粉色防水小挎包。回想起赵雅和沈小棠面对野菜汤时那副嫌弃的表情，他绝不相信这两个被打压的最狠的女人能凭空保持这么好的气色。林诺屏住呼吸，一点点挪过去，身体在黑暗中缓慢移动。他伸出右手，有些颤抖地摸向那只粉色小包。当他的手指刚刚捏住拉链的金属扣，准备往外拉时，一只手掌毫无征兆地从斜方伸出来，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林诺，你想干嘛？林诺转过头，对上了赵雅那盛满寒霜的眼睛。林诺短暂的慌乱后，很快便冷静下来。他没有挣扎，反而顺势压低声音，用一种充满威胁的语气对赵雅说道：“赵雅，少跟我装，你们两个手里绝对偷偷藏了吃的。把东西分我一半，今天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去跟微微姐告发你们，到时候看你们怎么死。”他本以为在告密的威胁下，赵雅怎么也得妥协，乖乖把藏着的食物交出来。然而赵雅却只是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赵雅猛地一扬手，嫌恶地将林诺的手甩开，只冷冷吐出一个字：滚！林诺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他怎么也没想到赵雅的态度居然会这么强硬，连一丝一毫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原本他还想着自己独吞食物，但现在有赵雅盯着，私吞显然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选第二条路，把事情彻底闹大，向苏微微告发赵雅和沈小棠私藏食物，以此作为投名状，彻底融入苏微微的核心圈子，享受第一锅热汤的特权。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可是你自找的，快来人啊！有人藏吃的！赵雅和沈小棠藏了吃的。沈小棠被这一声尖叫吓得整个人直接从干草堆上弹了起来。小丫头睡得迷迷糊糊的，两只小手揉着眼睛，一脸懵逼的看着周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回事？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微微姐，我要举报，沈小棠那个粉色小挎包里绝对藏了吃的，不信你们搜她的包。苏微微的目光此时已经冷冷的定在了沈小棠身上，把包交出来。这是我的私人包包，里面都是我的隐私，你们凭什么翻我的包？凭什么？就凭这岛上的资源是大家的，你私藏食物就是背叛大家。方小曼也跟着围上来，伸手去抢沈小棠怀里的包。拿来吧你！沈小棠哪里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在一阵拉扯中，那只粉色小挎包最终还是被周婷粗暴地夺了过去，恭敬地递到了苏微微手里。苏微微接过包，手指捏住拉链。林诺站在一旁，嘴角已经忍不住疯狂上扬，他甚至已经开始在脑海里幻想自己立下如此大功，苏微微会怎么奖励他。明天吃早饭，他是不是也能和陈瑶、秦岚一样享受第一锅热汤，甚至多分几颗甜果？在林诺狂喜的注视下，苏微微缓缓拉开了拉链，然后他把手伸进包里摸索了一下，脸色瞬间变了。林诺，这就是你说的私藏食物？那只粉色防水小挎包被苏微微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甩在了林诺的脸上，包里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掉落出来，散落了一地，几根彩色的橡皮筋，两枚精致的发卡，以及两双连包装都没拆的白色丝袜，连半点食物的影子都没有。林诺被砸得懵了，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皮筋和白丝，整个人都傻了。这不可能，怎么会没有吃的？够了！你大半夜把所有人叫起来，一害就是为了让老娘来看这两双破白丝。微微姐，我……苏微微根本不想听他解释，一只手插着腰，另一只手戳着林诺的鼻尖。闭嘴！既然你这么有精神，明天一个人多跑一趟水，多提一桶回来，不然你明天饭别吃了。老娘把你留在打水组是干嘛的？是让你折腾赵雅的。结果你大半夜不睡觉，开始折腾起我来了。林诺僵在原地，嘴唇动了动。他林诺1.75米的国际混血超模，在圈里也是直接对标赵雅。从上岛到现在，他想法子巴结苏微微，每次分食物排到后面忍了，被安排去打水累死累活也忍了。一个混血超模给一个经纪人当狗腿子，图啥？还不是指望能靠这层关系往上爬，至少别被分配到最差的那一档去。结果呢？苏微微连正眼都没给过他一次，刚才还当着10几个人的面把包摔在他脸上，跟扔垃圾没什么区别。林诺自打出道以来就没受过这种窝囊气。林诺猛地转头看向赵雅，赵雅，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是你自己觉得我们私藏了食物，是你自己跑去翻包，是你自己跳出来告密，
从头到尾哪一步是我逼你做的？猜错了被骂，能怪得了谁？要怪就怪你自己脑补能力太强了吧！林大超模，林诺被对得哑口无言，半天没憋出一个字。赵雅也不想跟他多纠缠，转过身走向自己的铺位。沈小棠此刻正蹲在地上，一个一个捡着散落的皮筋和发卡，那2双白色丝袜被他小心翼翼地塞回包里，吸了吸鼻子，把包紧抱在怀里，委屈巴巴地跟着赵雅往回走。远处，林诗音长吐出一口浊气，老天爷保佑，差点就暴露了。要是今晚沈小棠包里真藏着食物，那一翻包就全完了。他和温若晴去林峰那里的事业，绝对会被顺藤摸瓜给揪出来。看来赵雅比我想的还谨慎呢，提前清了包。林诗音没吭声，只是拍了拍胸口，太刺激了，她再也不想经历第2次。旁边角落里，夏时凝缩在干草堆上，整个人还在微发颤，她也怕得要死，万一今晚被翻出来，不敢想，不敢想。而此时，整个营地唯一一个睡不着的人，正攥着拳站在原地。林诺，他忽然觉得自己特别可笑，巴结了这么久，换来了什么？一个丢在脸上的包，一句多跑1趟水的惩罚。林诺转身大步朝营地外面走去，他不想在这待着了，他想静静。海风裹着潮湿的咸味从远处海面吹来，林诺独自坐在海边一块平坦的礁石上，2条长腿悬在岩壁边缘，脚尖被浪花溅湿也浑然不觉。月亮已经偏西了，他抬头看了看，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这日子当狗都不过如此了吧。林诺就这么坐着，从后半夜一直坐到天边泛白。清晨，天边刚泛出鱼肚白，林峰从山洞里钻出来，揉了揉眼睛，扭了扭脖子。按照他的估算，这个时间点女人营地那帮娘们应该还在昏睡，正是去收鱼篓的最佳时机，趁早把鱼收了，免得被人看见。林峰用清水洗了几把脸，拎起渔网就往海边走，穿过一片林地，脚下从泥地变成了潮湿的细沙。可他刚到海边，看清前面的情景，脚步骤然停住，只见前方那块他下鱼篓的礁石旁边正坐着林诺。林峰眉头皱了一下，这女的怎么大清早跑这来了，还偏坐在他鱼篓附近。林峰扫了一眼礁石缝隙里系着的藤条绳，还在，鱼篓没被偷走，行吧，至少没被发现。但问题是他现在收鱼篓的话，动静不可能一点没有。鱼篓距离林诺坐的位置也就7、8米，他只要一弯腰拽绳子，林诺一回头就能看见。林峰在原地想了想，算了，反正都来了，他也不可能等他坐到天荒地老再来收，大不了下次再换地方。林峰大步走向礁石，脚踩在潮湿沙滩上的声响惊动了林诺，他猛地转过头，当看到来人是林峰的那一刻，下意识的戒备起来。你怎么在这？林峰懒得搭理他，径直走到礁石缝隙旁蹲下身，一把拽住缠在岩石上的藤条绳子。第一个竹制鱼篓从水洼里被提出来，海水顺着竹篾缝隙哗哗往下淌，篓子里2条20多厘米长的海鱼正在疯狂甩尾。林诺的视线被吸了过去，整个人从礁石上弹坐起来。鱼！林峰没管他的反应，把鱼倒进旁边的藤网兜里，又拽起了第2根绳子，整整3条，其中1条足有前臂那么长，鳞片在晨光下泛着银白色。5条鱼整齐齐躺在藤网兜里，不断的挣扎着。林诺整个人都看傻了，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吃过肉了，每天靠几颗果子和烤蘑菇续命，这几天胃都快饿得抽搐。而现在，林峰居然如此轻松的就收获了5条大鱼。林峰收起渔网和鱼篓，转过身刚准备走人，身后林诺的声音突兀的响了起来：“等一下！”林诺脑子里其实还没想好到底要说什么。苏薇薇那边他是爬不上去了，就算成功上位，分到的也不过是一碗蔬菜汤罢了。但眼前这个男人不一样。林诺看着林峰手里那网都沉甸甸的5条鱼，又想起他营地里每天挑出来的肉香，炖有鱼有肉，活得跟个土皇帝似的。苏薇薇带着17个人一起饿肚子，林峰一个人活得比所有人加起来都滋润。他要倒戈，投靠林峰，只要能搭上这条船，他的生活质量能碾压苏薇薇营地里所有人。趁现在只有他和林峰2个人，没有别人看见，机会就在眼前，搏一把。此时，林峰的身影已经拎着渔网走出去20多米了，这货压根就没停。林诺脸都绿了，他一个箭步从礁石上跳下，快步追了上去，一路狂奔，跑了足30多米，才终于绕到林峰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等一下，你能不能等我说完？林峰停下脚步，看着这个挡在面前喘成狗的混血超模，有事？林诺总算喘匀了气，直起腰。我想到你手底下干活，是这样的，我可以帮你打水、拾柴、烧火，还有回收鱼篓这种闲杂活，我都能干。你只需要管我吃饭，怎么样？说完，林诺便满脸期待地看着林峰。在他看来，这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一个国际超模给你当免费劳动力，你就出点吃的，血赚好吧。然而林峰1秒都没犹豫，直接从他身侧绕了过去，继续往营地方向走。不怎么样。林诺整个人愣了，随后赶紧转身追上去，2条大长腿紧紧跟在林峰旁边，嘴巴念叨个不停。别急着拒绝嘛，我不光能干粗活，洗衣服我也行。你看你那件 T 恤都脏成什么样了，我帮你洗。做饭我也能学，实在不行，我每天可以亲你一口。这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丢人，但饥饿和屈辱已经把他的羞耻心磨得差不多了，在活命面前，面子值几个钱？然而林峰还是不搭理他，继续大步往前走。林诺彻底无语了，亲都不要，这男人什么毛病？他就这么叽喳喳的一路跟到了林峰的岩壁营地，嘴巴几乎没有一刻停。捏脚，我给你捏脚，按摩，我可以每天给你按摩10分钟，专业手法。越说越起劲，到了最后已经把价码一路开到了每天贴身按摩10分钟加捏脚。林峰已经转身坐到了石头上，拿起旁边一根粗竹子开始劈。那你倒是说啊，你到底嫌弃我哪儿？我条件不差吧？
1.75米还是混血？林诺真的想不通，他开出的条件哪里不好？打水、拾柴、做饭、按摩，什么都愿意干了。可他又哪里知道，对于现在的林峰来说，打水、拾柴都可以自己做，至于做饭、按摩吗？赵雅他们4个哪个比他差？他林峰身边什么样的极品享受没有？用得着他林诺在这里推销？劈开一根竹子后，林峰手伸向旁边拿了一根香蕉，剥开皮咬了2口，旁边还剩下2根。林诺本来还在绞尽脑汁想接下来该怎么开口，看到那2根黄灿灿的香蕉时，整个人都顿住，喉头上下滚了一下。天色越来越亮了，再不回去，苏微微那边的人该醒了。要是被人看到他在林峰这里，那连女人营地都回不去了。投靠失败，退路也断，怎么办？那个林峰假装无意的挪动脚步，一点蹭到林峰身边，嘴里还在说着话，分散他的注意力。就在2人的距离缩短到1米以内时，他弯下腰，双手捞起地上那2根香蕉，抱在怀里，撒腿就跑。可他才迈出第一步，一只大手从身后精准地扣住了他的脚腕，林诺整个人直接扑倒在地，膝盖和手肘同时撞在硬邦邦的泥地上。可他根本顾不上，趴在地上的林诺双手抓着那2根香蕉，直接连皮一起塞进嘴里，张开嘴巴疯狂地咀嚼起来。等林峰松开手站起来走到旁边查看情况的时候，2根香蕉连皮带肉已经被这女人吞了一大半。林诺一边拼命吞咽，一边防备地瞪着林峰，直到把所有果肉都塞进嘴里，他才从地上爬起来，一手捂着塞得满当的嘴，一手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土，努力嚼了好几下，这才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大半，开口道：放心，我林诺说话算话，说给你按摩就给你按摩，这2根香蕉就当是定金。林诺转身就往女人营地方向跑，跑了2步还不忘回头朝林峰招了招手。今天晚上你就等着享受吧。林峰一个人站在原地，看了看林诺消失的方向，有病吧？林峰忽然想起一茬，今晚赵雅他们好像也该来了。林峰摇摇头，很快就把这个自来熟的混血女人抛到了九霄云外。2根香蕉而已，在他目前的物资储备面前，连毛雨都算不上。他现在满脑子想的是另一件事：竹床。林峰用手比划了一下，拍拍裤子站起身，看来只能用藤蔓排边了。先把粗竹绑成框架，再把竹片排开固定，这样最省力也最结实。踩完藤蔓只要不磨蹭，今晚睡觉之前绝对能把竹床给搞出来。想到今晚就能告别个人的石头地面睡在竹床上，林峰整个人都有些兴奋起来。打定主意，林峰拎起竹刀，快步朝着林子深处走去。另一边，林诺做贼心虚的摸回了营地。此时天刚蒙蒙亮，随后便轻手轻脚的溜回自己的位置躺了下去。虽然一想到自己已经迈出了脱离苦海的第一步，心里就忍不住一阵兴奋。他刚躺下没2分钟，就沉沉的睡了过去。林诺装什么死呢？赶紧起来干活！林诺被拽得生疼，睡眼惺忪的睁开眼，就迎上了周婷那张写满了嫌恶的脸。换做平时，要是落到这种众叛亲离的境地，林诺早就慌了。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干活去弥补关系，试图重新融入集体。可现在，林诺看着周婷那张因为饥饿和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心里只有冷笑。在乎？他现在还在乎个屁！很快他就是林峰营地的人了，每天吃肉喝汤，谁还在乎这群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倒霉蛋怎么看他？林诺甚至懒得理会周婷，拍拍屁股上的灰面无表情的站起身往外走。早饭时间，今天林诺分到的食物比昨天的份额还要少上不少，只有半碗稀的能照出人影的野菜汤，里面连片完整的叶子都找不到。这显然是苏微微给他的无声警告和惩罚，但林诺却表现得异常平静，端起叶子碗，面不改色的一口气灌了下去。野菜汤又苦又涩，但在林诺嘴里却仿佛还残留着刚才那根香蕉香甜的滋味。一想到今晚的大餐，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早饭过后，打水组出发。早晨的林间小路有些湿滑，4个女生拎着简陋的容器，深一脚浅一脚的往西边走。赵雅有些诧异的转过头，只见林诺脚步轻快，2条腿迈得飞起，他嘴里甚至还哼起了小调。旁边的沈小棠和夏世宁也面面相觑，眼神里写满了古怪。赵雅秀眉微蹙，看着一脸喜色甚至有些亢奋的林诺，心中疑虑重重。这林诺到底怎么了？昨天晚上被折腾得那么惨，还被罚多打1趟水，连早饭都被扣了份额。按理说他现在应该怨天尤人才是，怎么反而跟中了彩票似的开心成这样？林诺微微扬起下巴，冲着赵雅不屑地冷哼了一声，随即将头扭向一边。他看着前方的路，在心里得意的冷笑连连。赵雅，赵雅，以前在外面你名气比我大，粉丝比我多，出场费比我高，那又怎么样？到了这荒岛上，还不是脑子不好使的蠢货一个？你现在跟个受气包一样，天天被苏微微那个虚伪的女人针对，只能苦哈哈的干最脏最累的活，为了一口野菜汤熬日子。而我林诺马上就要抱上林峰那根最粗的大腿，等今晚一过，老娘顿顿有鱼有肉，吃香的喝辣的，你就继续在苏微微手底下当你的苦力吧。想到这里，林诺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脚下的步伐也迈得更大，把赵雅几人远远的甩在了身后。夜幕降临，和昨天一样，打水组依然是最后一批分到晚餐的。此时营地里，除了林诗音温若晴这种晚上另有打算的之外，大多数人已经吃完，躺在山洞里准备休息。他们虽然还没睡着，但白天的劳累让大家都懒得动弹，营地里显得有些安静。火堆旁只有林诺、赵雅他们几个还在吃着东西。林诺胡乱的往嘴里塞着自己的那份晚饭，他甚至都等不及其他人睡着了，只觉得多在这里待1秒都是煎熬。第一个吃完后，林诺拍拍手上的碎屑，不等赵雅他们反应，随口丢下一句上厕所，随后便转过身，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步往营地边缘的灌木丛走去。赵雅正嚼着果子，闻言抬头看了他的背影一眼，倒也没说什么。等到进入灌木丛，脱离了火光的范围，林诺
直接一扭头朝着另一个方向小跑过去，他忍不住兴奋地揉搓着双手。林峰，我来啦！总算搞定了。林峰直起腰，用手背抹了把额头的汗，看着眼前这张纯手工打造的竹床，他只觉得心中成就感满满。框架是用最坚韧的藤蔓绑紧，上面整齐铺着劈开磨平的竹片，严丝合缝。他把鹿皮在竹床上铺开，又把顺手做出来的竹枕头往床头一放，整个人顺势躺了上去。这一天的辛苦简直太值了。躺了一会儿，他的肚子传来咕噜噜的抗议声，他翻身下床，从旁边竹笼里抓出一只野兔，处理干净丢进陶罐，准备做一锅炖兔肉。可他才刚把火堆点着，营地边缘的灌木丛突然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紧接着一个熟悉且带着几分谄媚的声音便响了起来：“林峰，我来了。”林峰眉头一皱，扭头看去，只见林诺有些气喘吁吁地从丛林中钻了出来。天哪，你居然连床都搞出来了！快让我试试，真不错，这可比坐在石头上舒服多了。这一刻，他心里对跟着林峰混的想法愈发坚定，连床都睡上了，这生活质量简直甩了苏薇薇苏他们10条街啊！而坐在一旁的林峰此时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在他印象里，明星营地里的那些女人，平日里不都应该像赵雅、林诗音那样端着架子高高在上的吗？这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这么厚颜无耻的货色？起开，你身上脏死了，别把我的鹿皮弄脏了。然而林诺此时已经被眼前的舒适冲昏了头脑，他不仅没起，反而顺势往床上一躺，四肢大张，撒娇似的嘟囔道：“哎呀，先让我躺一下嘛，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打水都快累死了，骨头都要散架了。林峰倒是没有继续说些什么，只是起身走了过来，走到床边，林峰双手搭住床沿，猛地往上一掀，一声沉闷的撞击声伴随着林诺的惨叫响起，他重重地摔了个屁墩，结结实实地砸在坚硬的泥地上，疼死我了！林诺揉着屁股从地上爬起来，他本以为会看到林峰惊慌或者愧疚的表情，结果一抬头却发现对方正慢条斯理地把鹿皮重新铺好，甚至还伸出双手仔细地拍打着上面压根不存在的灰尘，从头到尾都没关心他一下。这一幕让林诺的血液瞬间涌上大脑，整个人彻底红温了。他上前一步，指着林峰质问道：“喂，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这么一个大美女，大半夜冒着危险跑来跟你讨生活，你不珍惜就算了，怎么还直接把我从床上丢下来啊？”林峰拍灰的手顿了顿，翻了个白眼。下一秒，营地边缘的灌木丛里再次传来了一阵动静。林峰和林诺同时扭过头去，灌木丛被拨开，赵雅的身形从黑暗中钻了出来。他一抬头，刚好和满脸通红的林诺来了个四目相对，场面瞬间变得安静下来。在看清赵雅的这一瞬间，林诺脑子里无数的线索瞬间串联在了一起。怪不得之前在营地喝野菜汤的时候，赵雅和沈小棠总是一脸嫌弃，吃的那么少还一点都不慌。原来这两个女人晚上会偷偷跑到林峰这里来开小灶偷吃。想到这里，林诺当场就炸毛了，指着赵雅的鼻子破口大骂道：“好啊，赵雅，我说你平日里在营地天天被苏薇打压的那么厉害，怎么气色还保持得这么好？原来你这个虚伪的家伙早就背叛了，偷偷跑来这里当叛徒！”被林诺这么当头一棒的指责，赵雅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她看着狼狈不堪的林诺，反过来指着林诺质问道：“我倒是想问问你，深更半夜的你不在营地睡觉，怎么会跑到林峰这里来？”林诺心里猛地一慌，我那是他刚才光顾着质问和戳穿赵雅，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情况也是和赵雅一模一样。他支支吾吾的想要找个借口搪塞过去，然而还没等他编出理由，就彻底说不出话来。因为在赵雅的身后，灌木丛再次抖动，沈小棠、温若晴以及林诗音依次从黑暗中冒出头来。沈小棠嘴里甜甜的叫着林峰哥哥，结果当这4个女人齐刷刷的站在赵雅身边，看到站在眼前的林诺时，整个营地的空气都凝固，而林诺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瞪出来，指着对面几人的手指都在颤抖。你们林诺一会儿看着一脸淡定的林峰，一会儿看看对面那4个仿佛回了自己家一样的女人，老整个人彻底凌乱了。他本来以为自己是整个营地里最聪明，第一个想到投靠林峰这根大腿，可现在却告诉他，比自己早的人都够凑一桌麻将。次日清晨，苏薇薇早早的起了床，正站在唯一的那个陶罐旁准备点火煮饭。可她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一旁的柳霜突然站了起来，看着苏薇薇：“薇薇，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去做一批陶罐，我们就一个罐子。每次煮汤顶多够4、5个人喝，剩下的人只能干看着。罐子多了，大家都能喝上热水，吃得更饱，体力才能恢复，这样我们才能往更远的地方搜索，找到更多的食物。”苏薇薇没接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打火机的金属外壳。道理她当然明白，可问题不在道理上。唯一的陶罐在她手里，意味着每一口热汤都需要经过她的许可来分配，这是她除了打火机以外最重要的权力根基。陶罐一多，人都能煮汤，那她的地位……我同意柳霜姐的，我也觉得应该多做几个。赵雅也都在那里点头，不为别的，单纯想给苏薇薇添堵。苏薇薇扫了一圈，发现除了自己的铁杆周婷和方小曼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柳霜那边。她心里骂了一句，脸上的表情却很快调整过来。行，那就上午各组加急干活，下午工作时间缩短一半，空出来的时间做陶胚。苏薇薇看着这群因为多几个破罐子就能高兴成这样的女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黑着脸转过身开始准备早饭，再也没有多看柳霜一眼。此时林峰营地的火堆上架着陶罐，里面正煮着鱼汤，他一边拿竹筷翻动着锅里的鱼肉，一边啃着鹿肉干。今天他打算进行一次长距离的探索，至少1到2天不回营地，等到鱼肉炖到软烂，林峰一个劲儿的往肚子里造，直到打了个饱嗝，他才拍肚子开始收拾装备。鹿皮水袋灌满凉白开挂在腰带上，7、8条鹿肉干揣兜里。
修理，够吃2、3天。藤网折叠好绑在背上，藤绳盘了2圈挎在肩头，竹刀别在腰间，右手握着那根被他打磨得极其锋利的竹枪。出发前，他走到山洞深处，往竹笼里的鸡和兔子食盆多放了些食物，水盆也蓄满了，足够他们撑3天的量。最后推动洞口的大石头堵住了山洞口。至于晚上赵雅他们会不会来，昨晚他已经给赵雅塞了一块拳头大的肉干，沈小棠也有一串葡萄，饿不到哪里去。做好这些准备，林峰这才拎着竹枪朝着岛屿内陆的方向大步走去。丛林深处，柳霜走在最前面，步子比平时快了不少。下午缩短工作时间去做陶胚，那上午他们采集组就得加快速度，把该找的食物提前找够，不然晚上大家得饿肚子。身后跟着白芷、白芍姐妹俩，在后面是温若晴和林诗音。几个人钻进一片之前没来过的灌木带，柳霜弯着腰拨开杂草，眼睛到处搜寻着能填饱肚子的东西。突然，一阵野鸡叫声从前方不远处传来，柳霜整个人一顿，右手立刻朝身后的人做了个手势，所有人当即停了下来。他猫着腰，一步一步瞧往声音来源摸去，拨开面前最后一丛灌木枝叶，只见10米外，一只灰褐色的野鸡正蹲在树梢的分叉处。他蹲在原地观察了2秒，确认那只鸡没有发现自己，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乒乓球大的石头，掂了掂重量，估算了一下距离，10米左右，应该可以。随后柳霜深吸一口气，手臂猛地一甩，石头划过一道弧线飞出去，但只蹭到了那只野鸡的尾羽。受惊的野鸡尖叫着扑棱翅膀，从树梢上飞出，贴着地面3米左右的高度拼命往前飞。可惜了，柳霜咬了咬牙，受惊的野鸡飞出去之后再想追上基本没可能。然而下一秒，所有人都看到了一幕让他们目瞪口呆的画面。只见不远处的灌木丛一阵剧烈晃动，一个身影从里面冲了出来，那速度快的根本不像是一个在荒岛上饿了好多天的人类该有。那道身影在地面上狂奔了7、8步，双腿蹬地，整个人腾空而起，手臂在空中伸出，一把扣住了那只正在飞行的野鸡脖子，硬生生从半空中拽了下来。那只野鸡还在疯狂扑腾，被他捏着脖子提着，根本无法逃脱。柳霜嘴巴张得老大，他也终于看清了那人的脸，林峰。白芷扯着妹的袖子，两人对视一眼，眼中同样充满了震惊。白芷和白芍看着林峰手里那只肥嘟嘟的野鸡，不自觉地咽了口水，但面对林峰那冷冽的眼神，他们本能地感到畏惧，知道无理取闹根本换不来食物，只能老老实实地缩在柳霜身后。让林峰有些意外的是，柳霜并没有像某些泼妇一样说出这野鸡是我们先发现的这种愚蠢的话，他只是静看着林峰，对着他神色平静的颔首示意，然后转过头去。我们走吧，去那边看看。他带着白氏姐妹头也不回地离开，温若晴也一把拉住旁边还在震撼中的林诗音，朝着前面的队伍追了过去。林诗音被拉着走，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温若晴笑眯地扯着林诗音的袖子加快脚步。走了走了，别看了，林姐再看下去，眼珠子都要粘在人家身上了。谁看他了？我就是好奇那只鸡有多大。对对，看鸡人，你个小没良心的。林峰手持竹枪，拨开前方垂落的藤蔓，这里已经是世外桃源的更深处了。穿过那片翠绿的竹林后，周围的植被明显变得更加茂密。林峰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脚下踩着松软的腐殖土，发出沙沙的声响。忽然，他在一片较为稀疏的林地边缘停下了脚步。只见前方的大片空地上攀爬着密密麻麻的绿色藤蔓，那些叶子呈心形，边缘带着微微的锯齿，在地表铺了厚厚的一层，看起来极其眼熟。林峰眼皮一跳，立刻快步走上前去。他蹲下身，揪起一片叶子，仔细打量了一下，又顺着藤蔓摸到了泥土里隆起的根茎部位，最后心情紧张地开启鉴定功能。靠，真是红薯！当看到鉴定结果与自己所猜测的一样时，林峰忍不住惊呼出声。在荒岛求生中，碳水化合物的价值甚至在肉类之上。肉类能提供脂肪和蛋白质，但红薯这种高热量的根茎作物才是能真正让人吃饱、维持高强度体力消耗的战略物资。他当即用竹枪坚硬的枪尖当作铲子，顺着泥土的裂缝小心翼翼地往下挖掘。泥土很湿润，没费多大劲，第一颗红薯就被他刨了出来。这颗足有拳头大小，表皮带着新鲜的红褐色。这一片红薯地要是利用好了，以后的生存压力起码减小一半。林峰看着地里密密麻麻的藤蔓，心中满足的不得。不过他没有继续往下挖，3个红薯已经足够他这2天在野外的碳水补充，带多了反而是累赘。他将这3个红薯仔细地装进背后的藤网里，用泥土重新盖好挖开的树坑，继续向前方探索。他记得之前在这片区域隐约看到过类似羊的生物，如果能找到羊群，不仅能解决大量的肉食，羊皮也是极好的保暖御寒材料。林峰一边顺着记忆中的方向探索，一边细心地留意着脚下，看看能不能再发现其他类似于土豆、山药之类的碳水作物。下午，女人们的营地里，采集工作提前结束，所有人都在尝试制作陶胚。然而，即使是已经有过一次制作陶罐的经验，他们的技术依旧没有多大进步。天哪，这也太难了吧！白芍看着手里刚捏出个雏形就软倒下去的泥团，急得直擦汗。柳霜在一旁耐心地指导着，他虽然成功捏出了2个，但同样软塌塌的，不知道能不能撑过火烧。而另一边，苏微微、周婷和方小曼3个人坐在一起，手里的泥巴半天也没捏出个形状，他们完全是在磨洋工。苏微微眼神阴鸷地看着柳霜那边，她压根就不希望第2个陶罐出现。只要柳霜他们一直失败，那唯一的陶罐就依然是他不可动摇的权力工具。另一边，赵雅和林诺也各怀心思地敷衍着手里的泥巴，只有沈小棠完全没心没肺，手里盘着一团泥巴，搁在那玩得不亦乐乎。趁着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各自手里的泥土上，温若晴抱着一团陶土，不动声色地挪到了赵雅的身边。温若晴压低了声音，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轻轻唤了一声：“赵雅姐，今天早上我们采集组出去的时候碰到林峰大哥了，他身上装备带得很齐，连鹿皮水袋和藤网都带上了，还背了好几根竹枪。”
我估摸着他今天可能不会回营地了。听到这话，赵雅心里微微咯噔了一下，本能的有些担心林峰在深山里的安全，但转念一想，林峰那强悍的体能和手段，那点担心很快就消散了。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若晴。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女人们陆续睡下，空气中只剩下木柴燃烧的噼啪声。林诺躺在草堆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捂着开始咕咕叫的肚子，一睁眼正好看到不远处的角落里，赵雅和沈小棠正聚在一起。沈小棠手里捏着一串水灵灵的野葡萄，而赵雅手里则拿着一块鹿肉干，两人正互相分享着吃。那诱人的肉香在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飘散，刺激的林诺不断吞咽口水。他终于忍不住，厚着脸皮凑了过去，小声说道：“赵雅，分我点呗，我都快饿扁了。”沈小棠见状，立刻把剩下的半串葡萄往怀里一揣，戒备地看着他。赵雅则是冷淡地丢出一句：“自己去弄。”林诺一滞，脸色顿时憋得通红。他本以为大家都是老熟人，在这种环境下多少能分一点，却没想到赵雅拒绝得这么干脆。林诺咬了咬牙，为了挽回面子，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不给就不给，小气样儿！我找林峰要去，他那里多的是。”说完，他刚准备站起身，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啊，你们今天不去找林峰，关你屁事！林诺血压瞬间飙升，但很快他把这股怒火强行压了下去。今天没见到温若晴和林诗音离开，现在赵雅和沈小棠也不去，那今晚不就是他和林峰难得的独处机会吗？想到这里，林诺心里顿时美滋滋的，他甚至忍不住暗骂赵雅是个蠢货，居然主动把机会让了出来。你等着，今晚我就把我们之间的差距拉平。林诺压低声音，用气音对着赵雅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说完，他借着微弱的光线，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觉得满意之后，林诺这才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出山洞，朝着林峰营地的方向大步走去。夜色渐深，荒岛的晚风带来阵阵凉意。林诺站在林峰的营地前，整个人呆呆站在原地，四周黑漆漆一片，连半点火星都没有。他看着眼前这块堵住洞口的巨石，陷入了良久的沉默。黑暗中，林诺突然抓狂般伸手抓挠自己的头发，把原本整理好的发型抓成了鸡窝。他咬牙切齿，在心里疯狂咆哮：“我又被赵雅那个贱人耍了！操！难怪赵雅和沈小棠今天雷打不动留在营地吃肉干，难怪他们不怕自己来找林峰，感情他们早就知道林峰今晚不在。”林峰不在，他也不想多待，只能恨恨看了那块大石头一眼，一转身灰溜溜的往回走。等到他溜回营地山洞时，只能气呼呼躺回自己的草堆上，强行让自己睡去。与此同时，一处隐蔽的岩缝下方，林峰坐在地上，这里地势较高，避风且隐蔽，是个绝佳的临时营地。他在地上升起了一堆篝火，火光将石壁照得暖洋洋的。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林峰拿起旁边的竹枪，拨开炭火最外层的灰烬，那底下埋着一个黑乎乎、圆滚滚的东西，表皮已经被高温烘烤到干裂，裂缝处渗出一层焦褐色的糖汁。这正是白天挖出来那颗最大的红薯。红薯刚入手，就烫得林峰嘶了一声，他赶紧把红薯搁在旁边一块干净的石面上晾了十几秒，等到不再烫手了，这才双手一掰。光是看着这个颜色和质地，林峰嘴里就已经忍不住开始分泌口水，一口咬下去，林峰整个人都舒服的眯起了眼。他靠着身后的岩壁吃完半个烤红薯，他又从网兜里掏出一条鹿肉干，碳水加蛋白质，热量拉满。次日清晨，林峰熄灭炭火，背上竹枪，继续向着海岛更深处探索。随着行进，周围的灌木丛中开始出现一些动物践踏的痕迹。很快，林峰在湿润的泥地上发现了几个新鲜的蹄印。林峰心中一喜，他的步伐顿时放轻了许多，顺着这些痕迹一路追踪过去。大约穿行了半个多小时，他来到一面陡峭崖壁前，而就在这面陡峭的崖壁上，林峰震惊发现了一大群野山羊。粗略望去，数量竟然有30多只。林峰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岩壁被舔舐的位置，那些地方呈现出一种淡白色的结晶层，和周围灰色的岩面有着明显的色差。野山羊需要补充矿物质，会主动寻找含有盐分的岩石舔舐。崖壁太陡峭了，在没有任何专业攀爬工具的情况下，人类想要爬上去抓羊，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危险系数极高。但林峰并不打算上去，他站在崖壁边缘，冷静观察着地势。随后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单手掂了掂，稍作瞄准后，林峰深吸一口气，右手猛地掷出，石块破空而出，带着刺耳的呼啸声，精准无误砸向了最下方那只野山羊的腹部。一声闷响，石头结结实实撞在羊肚子上，那只山羊吃痛，发出一声惊叫，身体失去了平衡。岩壁实在太陡了，失去平衡的野山羊惊慌失措，想要重新站稳，可脚下的碎石纷纷滑落，它的身体不可避免顺着陡坡向下栽去。最终在落到地面的时候，那只山羊还是失去了平衡，扑通一声摔了个结实，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早已蓄势待发的林峰瞬间从灌木丛中冲出，10多米的距离转瞬即逝。在那只野山羊还没起身的刹那，林峰整个人已经扑了上去，右腿膝盖顶住羊身，双手卡住了野山羊的脖子和前蹄，牢牢按在地上。地上的野山羊发出惨叫，四蹄乱蹬，却根本无法撼动林峰那恐怖的力量。崖壁上方的羊群受到惊吓，向着更高处跃去，没几秒就消失在山岩上。但林峰根本不在意那些，他看着这只体型不小的野山羊，脸上终于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成了，这可是活羊，把它带回去不仅有羊肉吃，
吃，甚至还能圈养起来。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多久，侧面的原始密林中突然传来一阵咆哮声。林峰猛地转过头，当看清楚来者的那一刻，他只觉得天灵盖都在发麻，嘴上忍不住骂了一句：“我操，熊！”不只是林诺正在进行头脑风暴，赵雅身后的3人表情也很精彩，但所有人脑子里都在转同一个念头：这女人要是转头去告密怎么办？林诺也在想同样的事。他看着赵雅那双写满了戒备的眼睛，只觉得心里一阵发慌。要是赵雅觉得他是威胁，先下手为强去苏薇薇那边倒打一耙，说他林诺私通林峰。赵雅显然也在盘算着同样的利害关系，没有确定林峰100%会收留自己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一方暴露，都只会被苏薇薇那帮人往死里整，谁都不敢轻易开口，生怕行错一步就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就在气氛紧张，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声不算小的肚子叫响了起来，在这寂静的时刻显得格外突兀。几人的视线齐刷刷地转了过去，沈小棠僵在原地的小丫头，她伸手捂住肚子，没人说话，但僵持的气氛确实在这一声肚子叫之后莫名散了大半。窘迫了一会儿的沈小棠像是为了掩饰刚才的丢人，她赶紧低着头小碎步跑到林峰面前，把手里那几朵颜色还算鲜亮的野花递了上去。林峰哥哥，这是小烫白天打水路上摘的花，很香的。林峰低头看了眼那几朵有些蔫巴但确实还散着淡淡清香的野花，他忍不住笑了笑，伸手接过来凑到鼻尖闻了闻，很香。见林峰收下了花，沈小棠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脸上那股紧张和尴尬被甜蜜替代得干干净净。旁边的林诺看着这一幕，嘴角抽了好几下，他转过头和赵雅对上了视线，率先开口的是赵雅：“看来咱们都一样，我把话挑明了，让苏薇薇知道了，在场的人谁都落不了好。”林诺冷哼一声，歪过头不看他。不用你提醒。虽然话里还带着那股子欠揍劲，但话里的意思却很明确，他也不想暴露。赵雅盯了他几秒，确认对方不是在演戏，这才松了口气。行，既然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就好办了。谁去看火？这么多张嘴都来了，总不能还让我亲自动手吧？我来，我今天就是来给你干活的。不好意思啊，林诺姐，林峰大哥可是很喜欢我的手艺的。这个任务嘛，妹妹今晚就当仁不让了呢。林诺指着温若晴，气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下意识看向林峰，可林峰压根就没有否认，显然是默认了温若晴的掌勺权。他咬了咬牙，到底没敢硬着头皮去跟温若晴抢那个位置，可就这么干站着，恐怕连汤都喝不上。林诺一转头就看到了竹床那边的画面，林峰已经拉着沈小棠在竹床边坐下，一只大手搭在小丫头的脑袋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揉着那2根柔顺的双马尾。沈小棠乖得跟只小猫似的，整个人靠在林峰怀里，2条小短腿晃啊晃的，脸上的表情幸福到发光。做饭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到底也就是个厨娘，直接巴结林峰本人，不是更直接更有效？想到这里，林诺马上大步朝竹床走去，一边走一边扯着嗓子喊：“对了，我早上说过的，今天来给你按摩，现在刚好履行承诺。”然而按摩这2个字刚出口，原本站在一旁默默观察的林诗音脸色骤然一变。按摩这个活，现在可是他在林峰这里唯一的核心竞争力，要是这唯一的活计被林诺这个新来的给抢了，他以后在营地里还怎么混？想到这儿，林诗音几乎是小跑着上前去，在林诺刚绕到林峰身后的那一刻，直接一顶把林诺顶了出去，随后2只手精准地搭上了林峰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地按了下去。不好意思，小妹妹，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林诺看着脸色露出享受表情以及一脸专注的林诗音，整个人都懵了。赵雅也已经不动声色地走到了林峰右侧，挨着竹床边沿坐下，她极其自然地伸手挽住了林峰的右臂，动作行云流水，姿态松弛的像是已经习惯这件事似的。林诺这下是彻底慌了，不等了，再等下去吃屎都赶不上热乎。他一个猛虎下山扑了过去，直接冲到林峰左侧，把那只正搭在沈小棠脑袋上揉毛的手一把抱在怀里，搂紧之后还挑衅似的抬起下巴。他就这么隔着林峰和对面的赵雅眼神斗狠。赵雅翻了个白眼，根本就懒得搭理他。感受到脑袋上大手消失的沈小棠呆了一下，随即小脸一皱，不满地瞪着林诺，嘴里低声嘟囔了一句：“坏女人，那是小棠的。你的？她身上又没刻你名字。可是林峰哥哥之前亲了小棠，你有被亲过吗？”林诺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好家伙，这小丫头看着人畜无害，嘴上功夫还挺狠。林峰坐在中间，左胳膊被林诺夹着，右胳膊被赵雅挽着，背上是林诗音的按摩。沈小棠的小脑袋拱在他怀里不肯挪窝，咕嘟咕嘟的声响从陶罐里传出来，浓郁的肉香逐渐弥漫开来。第一碗自然是端给林峰的。温若晴把罐子里最嫩的肉挑出整一碗，又浇上热气腾腾的肉汤，双手捧过去。林峰大哥，尝尝味道怎么样？林峰接过碗，夹了一筷子吹凉送进嘴里，兔肉炖得软烂入味，咸淡适中。不错。坐在一旁的林诺闻到这股香味，狠狠咽了口唾沫，这味道真是太香了。可看着围在林峰身边的女人们，赵雅她们显然不是第一次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能，而他林诺呢，来的最晚，也是最不受待见，地位最低的一个。万一林峰觉得人够了，不想多养一张嘴呢？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林诺后背就开始冒冷汗，他下意识地往林峰身边凑了凑，2根手指小心翼翼捏住了林峰 T 恤的衣角，轻轻晃了2下。林峰一转头，看着他这副样子，怎么又来一个薄可怜的？赵雅眼珠子转了转，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绝妙的主意，他凑到林峰耳边，压低声音悄声说了几句。林峰眉头一挑，目光古怪地看了赵雅一眼：“你啊你。”赵雅见他没有立刻反对，立刻在他右边脸颊上部的亲了一口，声音嗲得让人骨头发酥：“好不好吗？”林峰想了想，索性随他去折腾，便点了点头：“行吧。”
随便你。得到许可的赵雅笑开了花，直起身子，居高临下的瞥了林诺一眼。算你运气好，今晚有你一口肉吃。真的，谢谢你，林峰。亲完之后，乖退回原位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老实实等着开饭。另一边，赵雅已经扭着腰肢朝火堆旁的温若晴走。若晴妹，做饭辛苦了，盛饭这活交给我来，你歇一会儿。温若晴转头看了赵雅一眼，又看了看旁边一脸期待的林诺，心中顿时明了。她当即乖巧一笑，把手中竹制的长柄勺子递了过去，那就麻烦赵雅姐。赵雅接过勺子，轻车熟路开始分肉。来，若晴，这是你和诗音姐的。她把满满一碗兔肉递给温若晴。小唐过来，这碗是咱俩的。好的。沈小唐屁颠屁颠跑过来，从赵雅手里接过陶碗。最后，赵雅转过头，看向眼巴巴盯着这边的林诺，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林诺，看在你今天第一天加入，我这个做姐姐的照顾你。林诺脑子里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居然会照顾我这个死对头。不过能一个人吃一整碗，这绝对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他也没多想，赶紧小跑过去准备接饭。可当他看清赵雅手里递过来的那个碗时，脸上的笑容直接凝固了。确实是自己一个碗，街边讨饭的叫花子都看不上这种破烂。林诺的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赵雅，你故意恶心我是吧？怎么会呢？你想多了，只不过这里餐具紧撇，目前就剩这一个碗了。旁边明有那么多干净的竹头，你随便拿一个盛饭不行吗？偏让我用这么个破烂玩意儿，你这不是诚心羞辱我是什么？羞辱你又能怎么样？林诺，你给我认清你现在的地位，这姐是林峰的营地，能给你一个碗，给你一口饭吃，那都是看得起你。嫌委屈，大可以现在就滚回去，别浪费我们的时间。说完，赵雅冷哼一声，直接将那只装满肉汤的破碗往地上一放，转身回到沈小唐身边，旁若无人开始吃肉喝汤。温若晴在一旁安静的喝着汤，林诗音低着头，大家似乎都默认了赵雅的举动。然而接下来林诺的反应完全出乎了赵雅的预料。在赵雅看来，林诺好歹也是个心高气傲的顶级超模，怎么着也得委屈好一会儿，最后才不得不妥协。可实际上，林诺只是站在原地深吸了2口气。他生气的原因只是因为赵雅这个死对头在针对他，至于用什么碗吃饭，他根本不在乎。为了能留下来，还在乎这么个破碗。林诺冷笑一声，弯腰一把端起地上那只豁口破陶碗，挑衅似的看着赵雅。赵雅，你少在这摆谱，今天我用这个破碗我认了，但你给我等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早晚把你手里那个好碗抢过来。说完，直接凑到破碗没有缺口的那一侧，呲溜一声，狠狠吸了一大口肉汤。哈，真香！他毫无形象的抹了抹嘴角的汤汁，直接用手抓起里面的兔肉塞进嘴里，吃的那叫一个香。正在喝汤的赵雅，整个人都看傻了。不是，这女人就这么接受了？赵雅环顾了一圈四周，不知不觉间，林峰身边居然已经围了这么多女人，而且一个比一个有竞争力，一个比一个豁得出去。赵雅心中忽然产生了一股危机感，再这么下去，她这个最先投靠林峰的，早晚会被其他人挤下去。想到这里，赵雅深呼吸了好几口，她一咬牙，站起身走到林峰身边。林峰，你能跟我出去一下吗？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说。营地里一下子没人吭声了。林诺抬起头来，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徘徊。温若晴挑了挑眉，依旧笑眯眯地看着。见到赵雅那副局促又含羞带怯的模样，林峰心里顿时亮堂如镜。他放下碗，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站起身。行啊，走吧。两人一前一后往林子里走去。刚走出火光范围，身后就传来林诺不合时宜的声音：“你们干嘛去？”温若晴利落地捂住了他的嘴，笑眯地往回拖。林诺姐姐，再不吃你的饭就该凉了。直到营地的火光被繁茂的枝叶彻底隔绝，赵雅才转过身，顺势依偎进林峰怀里。林峰，谢谢你，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这段时间还怎么熬过来。林峰一手环住赵雅的腰，一手顺着她那头乌黑齐腰长发往下捋。这是你应得的。赵雅感受着林峰胸腔里那强有力的心跳，只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在急速飙升。林峰，上岛这么久了，你火很大吧？你说什么？赵雅没有说话，但她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林峰这个问题。深吸一口气后，她轻轻脱离了林峰的怀抱，随后缓蹲了下去。几十秒后，林峰缓缓吐出一口气。赵雅咳嗽几声，脸颊带着一丝红晕，缓缓站起身来。林峰，我做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死心塌地跟着你的。以后营地里的事，还有营地里那几个女人，我都替你盯着管着，不让你操心。另一边，温若晴已经第3次把林峰的饭加热。沈小唐有些无聊的打了个哈欠。赵雅姐和林峰哥哥在干嘛？都好久了。林诺盯着那个方向，两条大长腿不安的换了好几个姿势。大约又过了几分钟，灌木丛响了一声，两道身影一前一后出现在火光边缘。走在前面的是林峰，步子松弛散漫，整个人透着一股神清气爽的劲儿。而走在他身后的赵雅，始终低着头，一只手捂在嘴边，用手背反复擦拭着什么，就是不敢和几人对视。温若晴坐在一旁，手中拿着一根木柴拨弄着火堆，意味深长的看了林峰和赵雅一眼。他甚至还端着2个装着清水的竹筒，主动为两人递了过去。林峰大哥，先喝口水吧，你们的饭我已经在加热了，马上就可以吃了。还有赵雅姐也是，口渴了吧？被看穿的赵雅只觉得脸上发烫，但还是接过竹筒倒了声血，开始漱口。她很清楚赵雅今晚做了什么。林峰哥哥，你们刚才去林子里干嘛了呀？怎么去了那么久？林峰看着他那张天真无邪的俏脸，不由得失笑，伸出手毫不客气地在沈小唐柔软的发顶上胡乱揉了揉。小孩子别打听那么多。哼，
我才不是小孩子了呢。沈小棠不满地嘟起红唇，歪着脑袋把林峰的手拍开，却又忍不住粘在林峰身边。待到赵雅吃过饭，准备离开之际，林峰从物资堆里摸出一块拳头大的鹿肉干，直接递了过去。拿着。这一幕让周围的空气再次一静，林诺的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了，极度的直跺脚。林诗音则是暗叹一声，赵雅付出了，她获得回报就是理所当然的。沈小棠看着那块肉干，拽着林峰的衣角，委屈巴巴的撒娇：“林峰哥哥，我也想要肉。”林峰瞧着她那可怜兮兮的模样，他自然是偏爱这个没什么心眼的小丫头，随手从旁边的水果堆里摸出一小串野葡萄丢了。肉干没你的份儿，吃这个。哇，谢谢林峰哥哥。闲扯了一阵，众人陆续散了。这一夜，林峰躺在竹床上。赵雅，今晚这一步他是被林诺刺激的，以他的性子，既然已经跨了这道坎，后面的事就只是时间问题。再给他几次、几天，最多10天半个月，他就彻底是他的人了。林诗音、沈小棠他们也早晚会和他发展到那一步。然后就是今天新来的林诺，这个家伙的不要脸程度堪比牛皮糖，扯都扯不掉。而且像林诺这样，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苏薇薇那边只会越来越难过，也会有更多的人跑来求收留，搞不好到最后，连苏薇薇那个趾高气扬的女人都得跪在他面前求他赏口饭吃。想到这个画面，林峰都忍不住笑出了声。笑完之后，他又想到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食物。现在赵雅他们最多也就是晚上过来偷吃一顿就走，消耗有限。可一旦人越来越多，每天的食物需求量将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光凭他这样一天抓几只鸡、网几条鱼，远不够。不能再这么有眼了，得抓紧了。要不然都快养不过来了，这才是荒岛求生嘛！沉重的脚步声伴着怒吼快速逼近，在看到那头黑熊撞碎灌木冲出来的瞬间，他没有片刻迟疑，转身就逃。身体转向的同时，他双手已经抓住野山羊的前后4只蹄子，腰部跟着1米，直接将这几十斤重的活羊横扛在了脖子后面。可即使林峰的身体经过强化，体能远超常人，但在这种灌木丛生的荒野，2条腿根本跑不过一头成年黑熊。野兽的喘息和踩碎枯枝的脆响越来越近，林峰脑子里灵光一闪，他单手紧紧控住肩膀上的山羊，另一只手往下一抓，一把抓住腰间绑着野鸡的藤蔓，随后硬生生将其扯断，咬着牙狠狠往身后一甩。去你的！肥硕的野鸡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伴着漫天飞雨和刺耳的叫声，直奔黑熊那张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飞去。对于正处于狂怒状态的黑熊来说，迎面扑来一个活生生扑腾着翅膀的鲜活猎物，本能大过了一切。黑熊几乎是下意识张开腥臭的大嘴，一口便将那只尖叫的野鸡咬在口中。趁着这短暂的空档，林峰连头都不敢回，扛着山羊拼了命的往前狂奔，直到那股令人胆寒的压迫感彻底消失，他才在一处地势开阔的林地渐渐放慢了脚。他扶着树干，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但看着肩膀上那只完好无损、依然活蹦乱跳的野山羊，林峰嘴角还是忍不住露出个劫后余生的笑容。操，吓死老子了！与此同时，在距离主营地颇远的一片空地，江月等人的临时营地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井然有序的忙碌。江月坐在一块平整的石头旁，手里拿着一个用宽大树叶层层叠叠折出来的精致漏斗，他神情专注，纤细的手指稳稳地控制着分量，将一碗略显浑浊的液体慢慢倒入过滤层中。经过一番耐心的摆弄过滤，他终于得到一碗清澈见底的液体。江月伸出手指，在水面上沾了一点，放进嘴里尝了尝，咸味不输于主营地的盐水，苦涩感也没有那么重。他脸上终于绽放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可食用盐水算是提取成功了。而在营地的另一边，盛星妍正安静地蹲在地上摆弄一团泥巴。不过片刻功夫，一个陶罐便呈现在眼前。盛星妍偏了偏头，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天色渐晚，主营地迎来了晚饭时间。女人们正三两地坐在一起，咀嚼着已经吃到小兔的野果。突然，一阵很轻的异样声响，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丛林深处传了过来。原本死气沉沉的女人们动作齐齐一顿。周婷最先抬起头，刚才是不是有羊叫声？是羊，真的是羊叫声。此刻的林峰神色有些疲惫，他单手扶着羊体，另一只手拎着寒光闪烁的竹枪，就这么在众女的注目礼下，从他们营地前经过。绝大多数人的目光在这一刻都被那只肥美的活羊勾走了，喉咙里甚至传出吞咽口水的清晰声响。然而，在这一片安静中，一向心细且敏锐的秦岚目光却悄然落在林峰背后的那个藤条网兜上。网兜装得很满，里面塞着一大堆沾满新鲜泥土、奇形怪状的褐色泥疙瘩。秦岚眯起眼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有些疑惑地开口：“那是红薯？那可是红薯，是极其珍贵的碳水。上次他们吃到淀粉作物，还是打水组的赵雅他们挖回的6个芋头。可现在，林峰背后的网兜里那沉甸甸的分量，有肉，还有顶级的碳水。”在嘈杂的讨论声中，扛着羊准备回营地的林峰脚步停顿了一下，他偏过头，目光直直地落在赵雅身上，对上林峰那一记眼神，赵雅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那个眼神的意思很清楚，今晚他必须来。白芷忍不住感叹道：“我的天哪，林峰这也太厉害了吧！之前他就一个人猎到了1头鹿，现在居然连活羊都活捉回来了，甚至还挖到了那么一大兜红薯，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啊，感觉只要有他在，就永远不用考虑饿肚子的问题。肚
嘟囔什么呢？不说话，没人当你们是哑巴。天色彻底黑了下来，回到山洞，林峰生了堆火，把那只山羊的四蹄用藤蔓绑好，拴在石柱上。听着山羊不安的咩咩声，他直接躺倒在竹床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盯着头顶的岩壁发了好一会儿呆。今天这一趟收获是真的大，但那头黑熊追他的时候，他也是真的怕。现在回过劲来，他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去处理羊肉或者生火做饭。反正羊是活的，明天再处理也来得及。他现在只想躺着等人来伺候。不知过了多久，洞口处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林峰睁开眼，便看到赵雅、温若晴、林诗音、林诺，还有捧着新鲜小花的沈小棠走了进来。林峰都没从竹床上起来，只是扫了众人一眼。赵雅留下，其他人该出去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此话一出，石洞里的空气安静了一下。林峰这么直接点出来是赵雅没想到，她的脸疼得红透，根本不敢抬头。那我和林姐姐去把晚饭做了。说着就和林诗音一起抱着几颗红薯，两条熏鱼朝外走去。林诺站在原地，不甘心地攥着衣角。他今晚明明也是带着讨好林峰的目的来的，可林峰只顾关注赵雅，都不理会他一下。林诺刚想要开口为自己争取一下，结果下一秒他就对上了林峰那有些暴虐的眼神。林诺只觉得浑身发冷，满腹的委屈和不甘给硬生生压了回去，只能灰溜溜地退了出去。林峰哥哥，那我呢？拿着，去外面玩。哦，好吧。沈小棠虽然满肚子疑问，但她向来听林峰的话，抱着葡萄乖巧的小跑着出了洞口。随着众人的离开，石洞深处重新恢复了安静，只有外洞隐隐传来柴火燃烧的噼啪声。赵雅红着脸走到竹床边坐了下来，看着闭目养神的林峰，她咬了咬红唇，逐渐低下头去，同时小声问道：今天累坏了吧？林峰依然闭着眼睛，一只手枕着胳膊，另一只手则是伸过去，轻轻拂过赵雅柔顺的头发。是啊，今天在林子里被一头黑熊狂追，差点就交代在那儿了，吓了我一跳。那你有没有受伤？快让我看看。说着，他急切地想要去检查林峰的身体，可林峰只是顺势又把他的头按了下去，声音里带着一丝安抚：没事，不用管这些，你继续。山洞外面，林诺百无聊赖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烦躁地不停晃动。他抱着双臂，只觉得后悔无比。他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看清苏微微虚伪的面目，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过来投靠林峰。如果他早点过来，霍林现在留在石洞里陪伴林峰的就是自己了。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我永远也追不上赵雅的步伐。就在这时，林诺的余光瞥到了一旁。沈小棠正毫无防备地坐在干燥的草堆上，一边晃晃悠悠地荡着两条小短腿，一边无聊地把葡萄一粒一粒往嘴里送。看着天真烂漫的沈小棠，林诺脑海中灵光一闪，这小丫头长得粉雕玉琢的，早晚也是林峰的盘中餐。只是沈小棠心思单纯的像张白纸，所以林峰暂时没有对她出手的想法。如果自己在这上面推一把力，主动加速这个过程，他如果投其所好，说不定也能顺理成章地讨得林峰的欢心。想到这里，林诺深吸了一口气，站起身朝沈小棠走过去。小棠妹妹，一个人吃葡萄呢？沈小棠闻言立马警惕起来，赵雅姐说过，这女人没安好心。小棠妹妹，你就不好奇，你林峰哥哥和赵雅姐姐现在在里面在干什么吗？不好奇，林峰哥哥既然让我出来，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赵雅姐姐也说了，不让我瞎打听。林诺嘴角一抽，行吧，这小丫头看着傻乎乎的，忠诚度倒是挺高。林诺可没打算，不过就这么放弃。行，你不去就不去。不过小棠妹妹，我只是替你觉得不值。其实啊，你赵雅姐姐现在正在里面偷偷吃好东西呢。偷吃东西？一听到吃这个字，沈小棠摇晃的小短腿猛地一挺，她嘴里虽然还嚼着葡萄，一双大眼睛不易地盯着林诺。不信拉倒，反正我是好心提醒你，你赵雅姐姐啊，现在已经在里面吃上你林峰哥哥给的最好吃的东西了。要是去晚了，可就什么都剩不下喽。这一下，沈小棠彻底纠结起来。在她的认知里，赵雅姐姐对自己那么好，怎么可能会抛下自己，一个人躲在里面偷偷吃独食呢？她鼓着腮帮子，有些坐立不安的在草堆上扭了扭。不行，她才不会上林诺这个坏女人的当。赵雅姐姐说过，林诺的话半个字都不能信。可是，万一是真的呢？要是林峰哥哥今天带回来的除了那只羊和红薯外，真的有其他什么超级美味的东西，就看一眼，就一眼，确认赵雅姐姐没有偷吃好东西就行。沈小棠拍了拍手，把嘴里的葡萄全咽下去，随后从石头上站起来，她踮着脚尖，一步一步朝着石洞方向挪动。看着沈小棠那鬼鬼祟祟的背影，站在不远处的林诺嘴角勾起一抹阴谋得逞的笑容。沈小棠蹲在洞口边沿，停住呼吸，小脑袋一点一点探了进去，顺着缝隙往里看去，借着微弱摇曳的火光，他看到了竹床，看到了竹床上的林峰，还看到沈小棠整个人从脸红到了脖子。他猛地从洞口缩回来，捂着脸转身就跑，脚不乱的差点在石头上绊倒。他一路狂奔回刚才的位置，一眼就看到正双手抱臂，一脸戏谑看着自己的林诺。你骗人！你是坏人！小棠妹妹，你打我干什么呀？姐姐又没有骗你，你刚才是不是看到你赵雅姐姐在吃最好吃的东西？你还说？沈小棠实在憋不出话来，最后只能气鼓鼓地转过身去，独自坐到一旁。林诺抿嘴笑了笑，随后走过去，挨着沈小棠坐了下来。好啦，小棠妹妹，别生气啦，姐姐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不过，小棠姐姐有一句话是真的，这些事情你以后也迟早要经历的。骗人！你这个坏女人，你的话全都不能信。这次是真的。才不是！你想，林峰他对你那么好，喂你吃的，摸你头，还亲过你，对吧？后肯定也会。沈小棠一脸严肃地看着林诺，极其认真地说道：那你说，
你要是再骗我，你就是小狗。看着沈小棠那无比严肃的表情，林诺顿时感到一阵无语。行行行，我发誓，我以后要是骗你，我就是小狗。看到林诺连如此狠毒的诅咒都发了，沈小棠心里那道防线终于瓦解。她扭捏了好一会儿，才主动凑过去，用极低的声音羞怯地询问道：“那你刚才说我早晚也会像赵雅姐姐那样，是真的吗？”一听到这话，林诺的双眼一下子亮了起来，整个人都来了精神。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那当然了，不仅如此哦，姐姐跟你说，你以后啊还会。夜风呼呼地吹着，林诺的声音轻柔又充满了蛊惑。沈小棠整个人呆若木鸡，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嗡嗡作响。这一晚，有一个名为沈小棠的小丫头，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林峰、赵雅两人总算是舍得从山洞中出来。温若晴也将熬好的鱼汤和煮红薯端了过来，浓郁的香气早就馋得几人肚子咕咕叫。沈小棠此时正毫无形象地蹲在火堆旁，两只小手捧着一个热乎乎、冒着白气的大红薯。她吃的满嘴都是金黄色的薯肉，两只腮帮子塞得鼓囊囊的，那双大眼睛里盛满了幸福感。看着吃得正香的沈小棠，林峰顺口叫了一声：“小棠，过来，坐到我旁边来。”来了来了。沈小棠这下不敢再拖延，红着脸低着头，慢悠悠地挪了过去。刚一靠过去，林峰就习惯性地伸出右手，像往常一样在他毛茸茸的双马尾脑袋上揉了几下。他脑子里蹦出刚才林诺贴在他耳边说的那些悄悄话。想到这里，沈小棠紧紧咬着银牙，眼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他深吸了一口气，将背得直直的，一下子抬起头，用水汪汪的杏眼紧紧盯着林峰，大声表态：“林峰哥哥，小棠会努力的。”这话说的林峰手一顿，他看着这个小丫头，整个人彻底懵了。努力？你努力个什么劲？努力多吃2个红薯。看到这一幕，坐在不远处的林诺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心头一阵暗爽。他抱着双臂，心里得意的哼哼，不愧是我亲自开教出来，虽然傻了点，但确实上道。只见赵雅正黑着一张俏脸，冷冷的盯着他，他压低声音，咬牙切齿的低声质问：“你是不是对小棠胡说八道什么了？”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笑眯眯的丢出2个字：“你猜。”赵雅气得直咬牙，但顾及到林峰就在旁边看着，终究没敢把动作闹大，只能狠狠的用眼神刮了林诺几眼。林诺也懒得理会赵雅的眼神杀，他心情愉悦的捧起自己那个扎眼的豁口破陶碗，呲溜呲溜的喝着鲜美的鱼汤，哪怕用的是要饭一样的破碗，他也觉得今晚这汤格外的香。喝到一半，他眼珠子一转，端着破碗走到竹床边，把碗往旁边的石台上一放。林峰大哥，今天累坏了吧？之前说好了给你捏腿，现在也该兑现了。林诺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双手，指关节抵住林峰小腿处的穴位，开始卖力的按揉起来。林峰感受着小腿处传来的恰到好处的力道，舒服的眯起了眼睛。对于林诺这种主动献殷勤、拉好感的行为，他倒也没有阻止，任由他在这里表忠心。此刻的林峰却是在惬意的享受生活。他将竹床搬到了最舒服的树荫下，舒舒服服的躺在铺了鹿皮的床垫上，悠闲的翘着2郎腿。竹床不远处，2只竹草平稳的架在温吞的火堆上，海水在高温下慢慢蒸干，雪白的精盐在底部静静析出。林峰手边放着一串洗干净的葡萄，时不时的往嘴里送。旁边的大陶罐里还咕嘟咕嘟炖着一只鸡，香气随着热气升腾，顺着风向往下方飘去。此时正值女人营地吃午饭时间，女人们手里拿着干瘪的野果，等待着苏微微分野菜汤。这些人一边嚼着嘴里苦涩粗糙的野菜，一边眼巴巴地看着躺在竹床上过着神仙日子的林峰。不少人看着他身下舒服的竹床和手里的红薯，心中止不住的羡慕与悔恨。要是当初没有赶走林峰，他们的日子也不至于过得如此煎熬。赵雅昨晚因为某些超负荷工作，此时嗓子还有些发干。林诗音迅速地低下了头，心虚地躲闪。温若晴则悄悄冲他笑了笑，沈小棠更是把脑袋快埋进胸口里，根本不敢抬头。然而一直脸色铁青的苏微微终于彻底炸了。此时看到林峰躺在竹床上吃红薯喝肉汤，苏微微心头的嫉妒与权威被挑战的怒一下子彻底失控。你看什么看？苏微微一下子站起身，冲着高地上的林峰歇斯底里的怒吼了一声。吼完，他一把抄起旁边那根用来防身的粗木棍，脸色狰狞的直接朝林峰营地走来。周婷和方小曼对视一眼，也赶紧咬着牙，拎着木棍紧跟其后。气势汹汹的3个人顺着斜坡，直接朝林峰的岩壁营地逼了过来。有什么好看的？你在看我们的笑话吗？觉得我们这样很好笑是不是？周婷和方小曼也拎着棍子并排站着，眼神凶狠，试图在气势上压倒林峰。难道不好笑吗？一句话气得苏微微手里的棍子都拿不稳了。看着他这副模样，林峰反而有些戏谑地叹了口气，故意扯开嗓子，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说道：“哎呀，看你们过得这么可怜，今天我就发发善心，友情支援你们一下好了。”说完，林峰反手从竹床边拎出了一大挂香蕉，在苏微微3人错愕的目光中，林峰将香蕉一根根撕扯下来，随后扬起手臂，将这10多根香蕉直接朝着下方女人的营地漫天抛洒。请你们吃香蕉，谁抢到就是谁的。原本死气沉沉的下方营地，在看到香蕉雨从天而降的那一瞬间，炸开了光。根本不需要林峰多说，那些嚼着苦涩野菜的女人，在这一刻彻底撕下了现代文明的伪装。她们尖叫着，背嗓子疯了一样往前冲，只为了争夺那一根能填饱肚子的香蕉。到最后，大家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了收获。高地上，林峰收回目光，似笑非笑地看着满脸铁青的苏微微：“怎么还不去抢？去晚了。”
可就真的连皮都不剩了。好，林峰，你行，给我动手，让他再得瑟。听到苏微微的指令，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周婷和方小曼咬着牙，拎着木棍就往前冲。闻言，原本神色懒散的林峰，眼神在这一瞬间骤然变得冷冽。苏微微见林峰有起身的动作，刚准备上前拦截，结果下一秒，林峰脚在地面上一蹬，整个人直接从他侧面冲了过去。此时，周婷刚刚跑到熬盐的竹槽前，手里的木棍还没来得及举起来，挤得后衣领被林峰从后面一把揪住，整个人被扔出去好几米。而另一边，方小曼也来到了陶罐面前，她将棍子举过头顶，随后狠狠抡下，可棍子还没来得及接触到陶罐，林峰就已经挡在前面。他单臂一晃，硬生生迎着那落下的粗木棍扫了过去。那根足有周婷手臂粗细的实心木棍，在和林峰前臂相撞的刹那，竟当场断成数截，半空中还有无数细小木屑翻飞。方小曼被吓得尖叫一声，手里的断木棍直接被他扔到了地上，紧接着他双腿一软，一屁股重重的摔坐在地上，双手双脚并用的在地上疯狂打滑，往后退去，连滚带爬的逃到了苏微微的身后。而在江月的队伍里，运气好捡到一根香蕉的陆昭然正拿在手里，他没有吃，而是用手指轻轻推了推眼镜，美眸紧紧盯着林峰那毫发无损的右臂，叹了口气，感叹道：骨骼密度和肌肉纤维的爆发力真是恐怖，有着如此强大的身体素质，怪不得他能轻易打到那么多猎物。我们之前都想得太简单了。看着大发神威的林峰，赵雅美眸中全是掩饰不住的自豪与骄傲，嘴角微微上扬，温若晴也是心中砰砰狂跳。她和林诗音则对视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如出一辙的惊喜。林峰拍掉身上的木屑，缓缓开口道：在我不想搭理你的时候，你们这几只野狗膨胀的有些厉害。听到这话，怒火烧的苏微微浑身发抖，可她看着地上那碎成好几截的木棍，再看看林峰那张冷冰冰的脸，林峰看着她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拿出刚才剩的最后一根香蕉，三两口吃完，剥开的皮随手一甩，香蕉皮结结实实的抽在了苏微微的脸上。林峰忍不住嗤笑一声：怎么，你站在这里是等我留你们吃午饭？方小曼一把拽住苏微微的胳膊，拼了命的往自家营地扯。微微姐，我们快走吧。苏微微本想强撑着留下一两句狠话，但被周婷这么一转，终究是顺水推舟，低着头跟着方小曼回去。趴在后面的周婷刚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一抬头正好对上了林峰冷冷扫过来的目光，那一眼吓得他浑身一个激灵。微微姐，小曼，你们等等我啊！营地里的气氛在他们回到后变得尴尬起来。刚刚还在为抢到一两根香蕉而暗自庆幸的女人们，此时纷纷三三两两散开。他们看苏微微三人的眼神古怪又复杂，大家很默契地保持了沉默，谁也没有主动上前搭话，毕竟这实在是太丢人了。苏微微低着头站在营地中央，默默攥紧了拳头，周围那些探寻的目光扎得她浑身难受。就在苏微微尴尬的恨不得在地上抠出个30一听的时候，一根香蕉递到了她面前。微微，吃一口吧，我特意给你留的。苏微微浑身一僵，随后缓缓抬起头，只见自己的好闺蜜，平日里在荧幕上风光无限的大影后陈瑶，此时正站在她面前。陈瑶那张精致无瑕的俏脸上挂着真诚无比的笑容。见苏微微没有反应，她又把香蕉往前递了递。苏微微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血压瞬间拉满。她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会丢脸丢到这个份上。微微，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不舒服？苏微微看着那根香蕉，再看看周围人耸动的肩膀，只觉得胸口一阵发闷。随后她双眼一翻，身体一软，直挺挺的往后倒了过去。啊，微微！陈瑶惊呼一声，连忙上前一把将苏微微抱住。苏微微顺势倒在了陈瑶怀里，双眼紧闭，一动不动。微微，你怎么了？微微，你别吓我啊！微微，你快醒醒啊！为了维持住对方最后的一点体面，也为了赶紧结束这出闹剧，秦岚连忙上前一步，拉开了情绪激动的陈瑶。陈瑶，先别掐了，微微这多半是急火攻心，一时气血没顺过来，让她躺着休息一下就好了。你们两个赶紧把微微抬进山洞里去躺着。好，周婷和方小曼赶紧一头一尾抬起苏微微，慌慌张张地朝着山洞里跑去。陈瑶也红着眼眶跟在后头。几人进山洞，刚把苏微微在干燥的草垫上放下，下一秒，原本昏迷不醒的苏微微猛地从地上弹坐起来，她一边死死捂住自己的人中，一边疼得眼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疼死我了！陈瑶下手怎么这么重？哎，微微姐，你没晕啊？苏微微揉着被掐出红印的人中，听到这话，气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她没好气地看了这两个没脑子的货一眼。闭嘴！我不装晕，在外面等着被他们笑死吗？陈瑶却是一脸惊喜地凑了过来，随后再次把手里的香蕉递到苏微微面前，软声说道：微微，你没事太好了，没晕就好，那你快把香蕉吃了吧，可甜了。苏微微看着凑到面前的这根香蕉，再看看陈瑶那张精致漂亮的脸，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了一声无力的叹息。她这个好闺蜜，长相无可挑剔，演技惊艳世人，可偏偏在生活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天然呆，根本不会看哪怕一丁点的气氛。但她也知道陈瑶是真的关心自己，为了不让闺蜜伤心，她只能苦着脸，在陈瑶充满期待的目光下，接过香蕉，剥开皮，苏微微硬着头皮，像吃药一样咬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小口。真甜，很好吃。那你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了。陈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满意足的出了山洞。看着陈瑶离去的背影，苏微微这才如释重负的垮下肩膀。她一转头，正好看见周婷和方小曼两人，随后她把香蕉朝两人丢了过去。要吃就吃，赶紧滚出去，该干嘛干嘛去。谢谢微微姐，谢谢姐，我们这就出去。两人拿着香蕉，感恩戴德的退出了山洞。气死我了，林峰，你这个王八蛋！
苏微微在草甸上抓狂，两只手疯狂地抓挠着地上的干草，把干草扬得满天飞。折腾了好一会儿，她才精疲力竭地呈大字形躺在草甸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会就这么结束的，林峰，你给我等着！夜晚，林峰营地内，林诗音觉得自己的腿已经麻了，她的腿上枕着林峰的后脑勺，两只手还要轻轻地按摩着对方的太阳穴。林峰闭着眼，一副享受至极的模样。竹床另一侧坐着赵雅，正一颗一颗地把葡萄皮剥开，往林峰嘴里喂。林诺蹲在床尾，两只手在林峰小腿上用力地按。沈小棠站在一边，那张小嘴就巴巴的没停过。林峰哥哥，我跟你说，你下午那一下简直帅爆了，那个木棍那么粗，你就这么唰的一下就给打断了。苏微微回去以后直接给吓晕过去了呢。温若晴做好了饭，先给林峰盛了满一碗肉汤，又给赵雅、林诗音和沈小棠各分了一碗。来，多喝点，今天的汤我自己都觉得味道不错。几个人都有晚饭了，就一个人眼巴巴地蹲在旁边。林诺，他的目光在温若晴手里的汤勺、赵雅碗里的肉块，还有那明显有剩的陶罐上来回打转。那个，我的呢？你的什么？饭啊，我的饭呢？之前不都有我一份吗？今天怎么没了？赵雅把碗放下，拿手背擦了擦嘴角，似笑非笑地看着林诺。林诺，我跟你说实话，之前给你饭吃，纯粹是想恶心你。我给你那个豁口的破碗，就是想看你委屈又不得不忍的样子。谁知道你不要脸啊！端着个要饭碗吃的比谁都香，我恶心你的乐趣都没了。那你现在也可以继续恶心我啊！破碗我照用，我不介意。想得美！你也不看看你来了以后干了什么，就给林峰捏了个腿。我们这几个人里，就你最没用，付出的最少。之前让你白吃2顿都算便宜你了，还想继续白嫖？这话让林诺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不来下不去。林诺不跟赵雅掰扯，直接转向竹床上的林峰。林峰，你看我都专门来伺候你了，你好歹给口吃的。哥，亲哥，我都快饿死了，你行行好。忽然，林诺咬了咬牙，凑到林峰耳边，压低了声音：“那个林峰，我跟你说个事儿，我里面穿的是比基尼。”这话一出，林峰吃饭的动作终于顿了一下。不只是他，其他几个人也一下子把目光转了过来。但林诺毕竟不像林诗音那么面皮薄，见其他人都听到，干脆不装了，直接摊牌：“明天下午咱们一起去海边游泳怎么样？就咱们2个。”这话里充满了暗示的味道。旁边赵雅的脸已经黑了，直接没好气的来了一句：“你在船上穿那玩意儿干嘛？”我本来想去泳池游泳，不行吗？说完，他就满脸紧张地看着林峰。林峰沉默了一会儿，从旁边荷叶上伸手拿过一个拳头大的煮红薯，朝着林诺丢了过去。你要是敢耍我，这就是你在我这里吃的最后一顿。放心，我林诺说到做到。次日中午，林诺等其他人都在午睡保持体力的时候，他猫着腰，静悄悄地离开营地。半个小时后，一片被高耸的黑色礁石遮挡的海滩，潮水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岸边，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从大本营那边，因为礁石的遮挡，根本看不到这里的动静。林峰双手抱胸，坐在一块还算平整的礁石上，而在他面前，林诺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有些紧张地解开了外衣的纽扣。怎么样，我这身子骨还入得了你的眼吧？林峰一手托着下巴，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圈，随后点了点头，评价道：“确实不错，不愧是超模，就是感觉跟赵雅比差了点意思。”不是吧？怎么连你也这么说？我哪儿比他差了？林峰却懒得听他那些理论，他拍了拍屁股站起来，双手一扯，直接将自己的半袖上衣脱下，随手扔在礁石上。刹那间，一具精壮的男性躯体暴露在空气中。这是林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打量林峰的身材。看够了，看够了就下水。不等林诺回过神来，林峰整个人已经跃入水中，溅起一阵清凉的水花。等等我！林诺晃了晃脑袋，赶紧小跑地跟了过去，踩着温热的海水跳进来。冰凉的海水瞬间冲散了正午的燥热。不过看着近在咫尺的林峰，林诺心里的小算盘又飞快地打了起来。他看着林峰那宽阔的后背，心里一动。如此想着，林诺悄悄游到林峰身后，他伸出2条手臂，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林峰的后背。别动，我来给你搓背。然而就在海滩上的温度疯狂攀升，林诺以为自己即将得逞的时候，一声冷哼突然从岸边的礁石后传了过来。我就知道你个小骚蹄子，憋着坏水想偷吃。赵雅没理会林诺，反而往前走了2步。林峰，我去你的营地等你。说完，他根本不敢看林诺那杀人般的眼神，捂着脸快步离开了海滩。看着赵雅离去的背影，林峰深吸了一口气，他同样不想在这里耽搁时间了，直接转身往岸上走去，拿起礁石上的衣服，抬步就准备跟上去。泡在水里的林诺整个人都傻眼，他看着林峰毫不犹豫离去的背影，急得直扑腾，扯着嗓子大喊：“怎么还带半道换人的？林峰，咱们继续啊！”只可惜，任凭他在后面如何呼喊，林峰连头都没回一下，迅速消失在山道拐角。啊，赵雅，你这个臭狐狸精，你接我的活！抢我劳动成果是吧？你给我等着！穿上衣服，灰溜溜地返回了营地。而此时的另一边，独自外出采摘野果的苏微微正抱着怀里的野果往回赶。昨天被林峰用香蕉皮甩脸，还被骂是野狗的气还没消。但比起这个，他更在意的是营地里的人心。散了。就在早上，他听到了有人在低声讨论：林峰扔的那个香蕉真的好甜啊，比咱们一直吃的野果好吃太多了。是啊，而且苏微微还那么霸道，分吃总是占大头。那种敷衍和心不在焉的态度，苏微微看得一清二楚。以前他的每个命令都会被立刻执行，没人敢有二话。可现在，只要他吩咐点什么事，总能看到
到底下的人挤眉弄眼的交换眼色。虽然还没人当面反驳他，但表面上的服从都快要维持不住。苏微微又摘下一颗野果抱在怀里，心里盘算着补救的对策。正想着，前方忽然传来一阵欢呼声，周婷连忙跑了过来。微微姐，微微姐，柳霜他们带回来一窝野鸡蛋。鸡蛋多少个？周婷伸出手指，激动地比划着。9个。听了这话，苏微微赶紧上前查看，果然看到柳霜几人面前摆着9颗野鸡蛋。苏微微看着这些蛋，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中午把这些蛋全打进野菜汤里，一起煮一锅鸡蛋汤。今天所有人公平分配，1人1碗，谁都不多，谁都不少。太好了，我们也能喝到蛋汤了。中午的时候，陶罐里的蛋花汤冒着热气端了出来。虽然9颗蛋分给这么多人，每碗里的蛋花很浓，但那股蛋香混合着野菜的味道，还是让所有人都喝得心满意足。苏微微端着自己的那碗汤，看着营地里明显回暖的气氛，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下了一半。但他同时也明白，这只是暂时的。一窝鸡蛋买不了多久的人心，要是下一次没有新的收获，今天的好印象照样会烟消云散。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营地的最外围，江月和林昭然安静地坐在一起。林昭然手里端着那碗蛋花汤，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他开始收买人心了。江月低头喝了一口汤，随后摇了摇头，太晚了，改变不了什么的。罐子阴干的差不多了，下午就可以开始尝试烧制了。苏微微站在山洞口，脸色有些紧绷，她急需带人做出一次真正能填饱肚子的大突破，以此重新聚拢人心，树立威信。各组都动作快点，准备出发了。然而在清点人数时，她眉头一皱，发现少了一个人。林诺、赵雅呢？他怎么不在？站在一旁的林诺正低头拍着裤腿上的泥沙，虽然对赵雅的行为极其不爽，但林诺很清楚，这时候绝对不能拆台。他撇了撇嘴，做出一副嫌弃的模样。他呀，中午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估计这会儿正在哪个草丛里蹲着呢。一门心思都在建功立业上的苏微微，此时压根没精力去深究赵雅的去向。听林诺这么说，他厌恶地皱了皱眉，真懒人事多。不管他了，其他人先出发。看着苏微微等人的背影消失，林诺暗自松了一口气，咬了咬牙，在心里嘀咕着：赵雅，这次你可真是欠了老娘一次大。与此同时，林峰营地里火热的氛围逐渐冷却下来。赵雅并没有立刻起身，而是慵懒地躺在林峰的怀里。赵雅突然意识到，既然自己能通过这种顺从和奉献得到林峰的宠爱与庇护，那营地里的其他女人也能通过这种方式把她踢下去。在这个残酷的荒岛上，女人们向绝对强大的林峰低头，投入他的怀抱，不过是早晚的事，自己根本无法阻止，也绝不能去阻止。一旦他表现出强烈的独占欲和嫉妒，恐怕只会引起林峰的反感。在这一刻，赵雅突然顿悟，她脑海中灵光一闪，忽然明白为什么温若晴那个小绿茶明明在林峰这里付出最少，干活最少，可林峰偏偏很中意她那副样子。因为温若晴够聪明，从不给她添任何麻烦，不会阻止其他女人接近林峰，甚至主动把林诗音往她身边推。林峰要的是绝对主导权，而不是一个会吃醋撒泼的累赘。在想通了这一层后，从赵雅眼底闪过一丝释然，她强撑着几乎要酸痛的散架的身体，咬着牙慢慢爬了起来。我还以为你会借着这个机会直接留在我这里，不回去了。想啊，做梦都想。不过我要是现在不回去，苏微微保不准会把其他人盯得更紧，到时候小唐他们要是暴露了，只能一股板全跑到你这里来。你一个人要养活这么多人，压力太大了。在有绿之前，我不想白给你增加任何负担。我之前就说过，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死心塌地的要跟着你的，我得回去帮你盯着他们，不让你为这些琐事操心。林峰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双眸下移，视线落在了两人刚刚身下的竹床上，在那一片翠绿竹片缝隙间，几滴刺眼嫣红血迹分外显眼。顺着林峰的目光，赵雅也看到了那抹落红，她脸上罕见的闪过了一丝小女人的慌乱，下意识的扯了扯衣角去遮挡，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林峰收回目光，抬头重新看向赵雅，等到撑不下去的时候就过来吧。闻言，赵雅心中大定，脸上绽放出甜甜的笑容，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她凑上前，深情的与林峰吻别，这才转过身，带着满心的安全感与酸痛的身躯，步履蹒跚的下了山。然而，身上的酸痛感让她几乎每走几步就不得不扶着旁边的树干歇上一会儿，一瘸一拐的走得极其艰难。林子边缘的隐蔽处，林诺正焦急的在原地转着圈，他是真的担心赵雅先遇上苏微微，到时候万一两个人口供对不上，可就彻底暴露。然而，当林诺看到赵雅一瘸一拐的挪过来时，他气得牙齿顿时咬得咯咯作响。你还知道回来？我还以为你直接死在林峰床上了呢。赵雅看着林诺那张写满嫉妒和气愤的脸，脸颊疼得一下红了。她偏过头去，小声嘟囔了一句：“确实差点死掉。”林诺气得身子直打哆嗦，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他狠狠地瞪了赵雅一眼，随手将树后藏着的一个盛了水的水桶塞进了赵雅手里，黑着脸转过身去。赵雅抱着水桶，瞬间反应过来，林诺这是帮他把下午打水的份额都给顺便做好。他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抬脚跟上黑着脸往前走的林诺，在后面打趣道：“看在你今天这么卖力给我打掩护的份上，要不我以后多多跟林峰吹吹枕边风，让他也早点接纳你。”你少来，谁要你吹风？老娘早晚要把你踩在脚下。
自己上位。哎呀，那我可等着那天呢。两个女人的声音渐渐远离，消失在繁茂丛林深处。而在另一边，气氛则完全不同。避开了喧闹的大部队，在一处平坦空地上，江月蹲在那个用粘土封起来的简易泥窑前，点燃了窑底的第一缕火头。烧窑开始，江月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不断跳动的火光，双手不自觉攥紧。这是他们脱离苏微微，走向独立的最关键的一步。由不得他不紧张。林昭然伸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语气带着几分笃定。放心，粘土的配比和泥窑的结构我都算过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烧，火候刚刚好。等晚一点封了窑口，让它自然冷却，我们刚好能赶在天黑前回到营地，不会引起苏微微他们的怀疑。哎呀，放轻松啦，就算这次烧不成，大不了咱们明天再重新捏罐子嘛，反正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一堆碎泥巴，合着到最后动手重新和泥。捏泥胚的还不是我，出力流汗的不是你啊！楚韵捂嘴呵呵一笑，凑过去捏了捏盛心妍那张精致的小脸。谁让咱们心妍妹妹最心灵手巧呢？能者多劳嘛。四个女人在火光中低声说笑，先前的紧张气氛顿时被冲淡了不少。泥窑上方，青烟袅袅升起，顺着半下午的温热山风，悄无声息地散去。林峰此刻正躺在竹床上，意犹未尽地想起刚才那事。不远处竹笼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尖锐的鸡叫，林峰翻身站起来，朝着鸡笼走去。然而等他走到鸡笼前，整个人顿时愣住。我操！野鸡下蛋了！林峰眼睛一亮，伸手将那枚野鸡蛋捞了出来。他眼珠子一转，岛上野鸡这么多，那说明丛林深处一定有他们的繁殖地。直接去林子里抄他们的老底，只要找到鸡窝，定期去搜刮，岂不美哉？念头一定，林峰便不再犹豫。要说装鸡蛋最好的工具，结合他现有的条件，除了编一个竹篮，几乎没有第二个选项。说干就干，林峰立马起身，拖过竹子，劈出新鲜竹条，在编织的间隙，他抬头瞥了一眼不远处那只正拴在石壁，悠闲啃着干草的野山羊。那羊眨巴着眼睛，嘴里还在反刍。林峰撇了撇嘴，在心里暗暗想了一句：算你运气好，让你再活2天。等天色彻底黑下来，一个不算精致但足够结实，底部和内壁都垫了厚厚一层软草的竹篮，就在林峰手中彻底成型了。有了这个，明天不管摸多少鸡蛋，都不怕在路上颠簸碎了。林峰盯着那只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扎实的竹篮，眼神一下子变得无比坚定，甚至隐隐透着一股绿光。明天必须进山，把那群野鸡的屁股都给抄了。清晨，浓重的冷雾弥漫在密林间，林峰就睁开了眼。他简单的吃了早饭，昨晚编好的那只新竹篮被他拎到跟前，再次检查了一遍。当一切准备妥当，林峰提着竹篮大步走出了山洞。与此同时，女人营地里，苏微微正站在火堆旁，准备喊大家过来领早饭。她目光在人群中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脸色却突然一变。江月呢？他们人呢？沈小棠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不知道啊，大清早起来就没看见他们，可能去上厕所了吧。4个人一起去上厕所。苏微微冷哼了一声，心里莫名升起一股不安。现在的营地人心浮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苏微微感到神经紧绷。营地边缘的林子里突然传来了几声脆响，走在最前面的是江月和林昭然，两人的背后竟用藤蔓结结实实地捆着2大捆干燥木柴。在他们身后，楚韵则用抱着大捧大捧的野果和蘑菇。苏微微见状先是一愣，随即眼中顿时绽放出光芒。这4个女人居然大清早出去找到了这么多好东西。苏微微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江月，你们可算回来了，怎么大清早出门也不打个招呼？我正准备给你们分发早饭呢。江月将木柴重重地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这才直起腰，一双美眸平静地看着苏微微，声音冷淡：苏微微，这些东西和你们没有关系。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从今天开始，这些木柴食物都是属于我们4个人自己的物资，我们4人组正式脱离营地的集体分配。江月一字一句地说道。秦岚见势不妙，赶忙急匆匆地走上前扮演和事佬，语气满是诚恳：江小姐，大家都是落难到这里的同胞，在这鬼地方，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抱团取暖，才能共度难关。你们现在闹分割，这不是自掘坟墓吗？有什么误会，大家坐下来聊，没必要分得这么散。多谢你的好意，但我觉得我们自己能活得更好。苏微微站在原地，看着江月那副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的态度，心中的怒火逐渐涌了上来。她紧紧咬着牙，冷笑连连：好，很好，江月，你有骨气，但你是不是忘了最基本的一点，在这荒岛上没有火，没有罐子，你们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离开了我们，你们哪来的火源？走在最后面的盛星妍终于迈步走进了营地，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只见盛星妍的怀里正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大号的陶罐。苏微微慌了，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有陶罐？而且比自己的还要大，还要好。然而这还没有结束，盛星妍撇了撇嘴，将怀里的陶罐稳稳地放在地上。接着他从肩膀上取下一件古怪的工具，那是一根用坚韧藤蔓和弯曲木棍绑成的木弓，中间还穿套着一根笔直的硬木棒。他随手将这奇怪的弓递给了旁边的楚韵。楚韵姐，麻烦你了。楚韵笑着点了点头，蹲下身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小团早已揉搓的极度蓬松干燥的干草作为火。随后楚韵将弓弦在木棒上缠绕了一圈，一手按住木棒顶端的木头，另一手拉动木弓，开始飞快的前后拉锯。木棒在极快的旋转下与木板剧烈摩擦，一缕青烟便缓缓升起。楚韵动作熟练的吹了口气，那团干草火绒里很快亮起了一抹微弱的红光。紧接着他将火绒放进提前搭好的细碎柴堆里，轻轻一吹，一团火苗逐渐将木柴点燃，火焰越来越大。
苏微微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她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因为她怎么也没想到，江月等人不仅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彻底解决了火源问题，甚至还烧制出了品质完爆自己的陶罐。然而，更让苏微微意想不到的是，江月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朝手里还捧着一个野果的夏诗宁走过去。江月在夏诗宁面前微微弯腰，脸上露出一抹真诚的笑意。夏诗宁，你要加入我们吗？在这个朝不保夕的荒岛上，招募那些有野心有怨气的人进入队伍，无异于引狼入室。唯独夏诗宁不同，这个女孩虽然性格怯懦，干活却最踏实，心思也最干净。就在这时，苏微微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脸上的阴沉，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夏诗宁，你别听他胡说，江月他们几个人自己都顾不过来，能给你什么保障？只要你愿意留在大营地，我向你保证，以后你的待遇翻倍。以后打水的粗活你一下都不用碰，每天分早饭第一个挑，你只要专心帮大家治盐水就行。姐姐之前是太忙了，忽略了你，以后绝对不会了，你相信我。周围的白芷和白勺顿时也回过神来，求求你留下来吧。秦岚也急忙走了过来，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温柔与关切，语气真挚的劝道：小夏，兰姐知道你受了委屈，这样以后分给我的那份食物，我每天都分给你一点，绝对不让你挨饿。大家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呢？夏诗宁，做人得讲良心吧，这么久以来是谁给你吃给你喝的？现在你看江月他们找到了物资，有了陶罐，拍拍屁股就要走，你这不就是白眼狼吗？就是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你以后不给我们治盐了，是要让我们大家都去死吗？你这心思怎么这么毒啊？江月始终没有说话，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原地，冷静地看着夏诗宁。察觉到了夏诗宁的动摇，苏微微眼里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得意，随即眼神一狠，指着江月等人，用一种近乎恐吓的语气对夏诗宁说道：夏诗宁，你可不要犯混，你好好看看他们是什么身份。江月，跨国级总裁千金；林昭然，智商绝顶的社会精英；楚韵和盛心妍，哪一个不是有背景有家世的名媛大小姐？他们几个人从一开始就抱成一团，你呢？你不过就是个普通人，要是跟他们走了，能融入得进他们的圈子。他们现在对你好，不过是看你老实，想多骗个免费的苦力过去。等到了那边，重活累活全是你的，只要出了事，你第一个就会被他们像垃圾一样扔掉。江月刚准备开口反驳两句，却见夏诗宁突然抬起了头，看向苏微微，反问道：融入不进去？苏领队，难道我在你手底下就融得进去，不受欺负吗？也许你说的没错，我过去了，可能还是避免不了被压迫、被欺负的结果。但现在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话音落下，江月的眼里悄然闪过一丝欣赏，而苏微微则是被气得整张脸红白交替。不管怎么说，之前谢谢你一直给我一份食物，让我不至于饿死。苏领队，你们多保重吧。做完这一切，夏诗宁只觉得浑身一阵轻松，仿佛卸下了万斤重担。他转过身，没有丝毫迟疑地走向了江月。来到江月面前，夏诗宁微微低下了头。江姐，以后麻烦您了。看着面前这个最终还是坚定内心想法的女孩，江月轻轻扶了扶夏诗宁的肩膀，温和地笑了笑。放心，跟着我们，有我们一口吃的，就绝不会少你一口。然而，他话音刚落，就听到一声怒喝：等等！苏微微见到夏诗宁选择背叛自己，她最终还是没忍住，她紧紧盯着夏诗宁的背影，眼睛里全是凶光。她向前跨出一步，指着夏诗宁，声音尖锐：夏诗宁，谁允许你走了？我允许你走了吗？说话间，苏微微她伸出手，作势就要去抓夏诗宁的手腕，想强行将她拽回大营地。周婷和方小曼见状，也咬咬牙，硬着头皮跟了上去，试图帮苏微微撑场子。夏诗宁被这阵势吓得惊呼一声，本能的就往江月身后缩。此时，盛心妍和林昭然齐齐上前一步，两人的手里各自握住了一根削得锋利的木矛，长矛平举，尖锐的木尖直指苏微微。苏微微三人的身形硬生生刹住，感受着木矛上散发出的凉意。周婷和方小曼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再也不敢向前迈出半步。江月静静地站在两根木矛后方，语气不屑：怎么？人家不愿意跟着你，你还想动手强留？苏微微也不敢动手，只能指着江月身后的夏诗宁咆哮起来。好，夏诗宁，你今天踏出这里，以后就别想再回来。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等你在外面过不下去，饿死冻死的时候，就算你跪着求我，我也绝对不会再收留你。说完，苏微微猛地一甩手，带着同样脸色发白的周婷和方小曼转过身，快步往自己的营地走去。江月也收回视线，转头对有些失神的夏诗宁温和地说道：走吧，先去吃饭。说完，江月便拉着夏诗宁回到自己的地盘。此时，一直负责做饭的楚韵已经将早餐准备的差不多了。10块垒成的简易灶台上，用陶罐熬煮的蔬菜粥正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楚韵用干净宽大的树叶熟练的折成了几个精致的小碗，给每个人都盛了满满一碗的蔬菜粥。随后，江月将3个红彤彤、饱满多汁的野果递到了夏诗宁的面前，温声说道：吃吧。看着手里那碗热气腾腾的蔬菜粥，再看着江月递过来的3颗果，夏诗宁只觉得鼻尖一酸，眼眶瞬间湿润了。谢谢江姐，谢谢大家。夏诗宁吸了吸鼻子，声音有些哽咽，低头大口吃了起来。女人营地就此彻底分家。在茂密的
灌木丛中，林峰提着空荡荡的竹篮前行，一上午的寻找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真大的难找啊！最终，林峰一屁股坐在一棵巨大古树的阴影下，整个人疲惫地靠在树干上。此时正是正午时分，头顶的太阳最为毒辣，在这最热的时候，连野兽都躲起来避暑了。林峰拿出水壶，一口气灌了一大半，随后又取出肉干，开始补充消耗的体力。先找找再看吧。如果今天实在找不到，明天就只能用那个下册了。林峰叹了口气，用力揉捏着酸痛的膝盖，在树荫下休息了将近2个小时，直到下午2、3点，林子里的温度终于稍稍降下来了一些。林峰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重新站起身来。他活动了一下手脚，重新提起竹篮，盯着前方那片未知的灌木丛，深吸了一口气。我还就不信了！他低声咬牙自语了一句，迈开步子，再次踏入了丛林深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松软的泥土上发现了一串清晰的梅花状野鸡脚印。林峰心中一喜，立刻顺着脚印一路追踪，越往深处走，地上的脚印就越密集。在穿过一片被茂密灌木丛严密围绕的隐蔽空地后，林峰的眼前豁然开朗。只见空地中央的干燥沙土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坑，放眼望去，得有好几10个，其中一大半的土坑里都静静地躺着野鸡蛋，每个坑里最少都有7、8个，在微弱的光线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我超威尔发财了！这一刻，林峰简直欣喜若狂，恨不得把这些蛋全部装进自己的篮子。林峰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他蹲下身，决定从每个鸡窝里只取走1、2个。此时，女人营地内只剩下周婷和方小曼在此忙活着。从江月带人分家离开的那一刻起，营地的日子瞬间变得无比艰难。夏世宁这个唯一掌握了制盐技术的人叛逃了，营地里今晚要吃的盐水都得断供。为了摸索出制盐技术，苏微微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周婷。周婷，当初夏世宁制盐的时候，你天天在旁边监顾他，或多或少都得学会点吧。你是我最信任的自己人，这制盐的法子只有掌握在你手里，我才最放心。方小曼，你留下来给周婷当助手，你们务必尽快制出新一批盐水，绝对不能让营地断货。被赶鸭子上架的周婷和方小曼压根就不懂其中门道，他们只能模仿着夏世宁当初的样子，用树叶、漏斗和沙子把海边弄来的粗盐水过滤，再过滤过去。可折腾了几个小时，过滤出来的水依然是浑浊发黄的泥浆。周婷沾了一点放进嘴里，又苦又涩，还带着一股恶心的泥腥味，直接呸呸呸的全吐了出来。真烦人，这根本就不行啊！就是都怪夏世宁，要不是他叛逃，咱们至于受这个罪吗？方小曼也满脸是汗的抱怨着，索性往沙地上一躺，摆烂似的说道：微微姐也太难为人了，咱们怎么可能做得出盐水？要我说，去抢别人的还差不多。对啊，咱们做不出来，但可以去抢别人的啊。两人的目光又移向了江月他们居住的那个山洞，他们知道江月他们下午也出去采集食物，里面囤放着干柴、食物以及做好的盐水。周婷和方小曼对视一眼，默契的没有吭声。他们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偷偷摸摸的朝着江月的石洞摸了过去。当两人鬼鬼祟祟的溜到洞口的时候，方小曼急不可耐的就要往里面走。快进去拿了盐水就溜。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根削得锋利的木毛闪电般直奔方小曼的肩膀刺来。妈呀！方小曼差点被这一毛吓死，发出一声刺耳的惨叫，双腿一软，直接摔在了地上。周婷也被吓得怪叫一声，连退数步。果然和昭然姐猜的一样，你们这种不要脸的会来偷东西，滚！再让我看见你们过来，下一次可就不饶你们了。周婷手忙脚乱地扶起方小曼离开，再也不敢有任何去偷盐的念头。另一边，林峰在把几10个鸡窝小心翼翼地取了一遍后，竹篮里已经整整齐齐地码放了30多枚野鸡蛋。他直起腰，抬头看了看天色，不好，鸡群要回来了。林峰不敢多留，万一撞上回巢的野鸡群，把他们吓得抛弃这个老巢，那他以后可就没地方薅羊毛了。他当即提起竹篮，迅速离开了这片空地。他一路上紧赶慢赶，踩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总算是在天色彻底黑透的时候，一路小跑着赶回营地。林峰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提着竹篮走向自己的山洞。然而还没等他伸手推开挡在洞口的巨石，不远处女生营地火堆旁便突兀地传来了苏微微的喝骂声：江月，你他妈这和鸣枪有什么区别？我干了！林峰正准备推开巨石的手不由得一顿，他侧过头，不动声色地朝苏微微营地的方向扫了过去。林峰一眼就看到了苏微微那气急败坏的模样，他脑中立刻浮现出温若晴前几天的提醒江月几人的异状，他就猜到那几人可能要担待。不过他现在实在没有精力和余力去当个围观群众，今天太累了，而且竹篮里这些娇贵的野鸡蛋必须尽快妥善安置，这可是实打实的蛋白质和营养，远比女人们的撕扯争吵要有价值的多。林峰收回视线，用力推开巨石，闪身进了自己的石洞。在主营地那边，周婷和方小曼又折腾了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摸索出制盐的门道。眼看着今晚做饭连一滴盐水都用不上了，苏微微得知后气得不轻。5分钟前，在劈头盖脸的臭骂了两人一顿后，苏微微不得不厚着脸皮带上周婷和方小曼找上江月，想要直接把制盐技术给买下来，一劳永逸。可苏微微万万没想到，江月的态度极其强硬，根本不卖技术。江月坐在火堆旁，神色冷淡。制盐的法子不可能拿出来交易，不过看在以前的情分上，做好的盐倒是可以卖给你们，10个拳头大的红果子换你们营地2天的份。江源，你这个鸣枪有什么两样？我只是在和你商议价格而已，嫌贵你可以不换。真要说抢，
某些人想趁着主人不在，摸到别人洞里把东西拿走，这种行为才叫抢吧。站在苏微微身后的周婷和方小曼脸色瞬间白了又红。苏微微自然知道江月暗指的是下午周婷和方小曼偷盐未遂的事，但她此时也顾不上训斥手下，因为营地今晚急需盐。她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胸口不断翻涌的憋屈与怒，继续咬牙切齿的讨价还价。我要的是技术，是能一直用的技术，结果你就给我2天的盐，还他妈要10个红果子，这附近1天能找到几个红果子？你不知道吗？这种红果子水分充足，口感酸甜，在这荒岛上极为珍贵，寻找起来极其费时费力。江月双手抱胸，身子微微往后靠了靠，神色依旧平静无波。果子不够，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比如1捧新鲜的无毒蘑菇，1捆晒干的柴火，2把野菜，甚至是任何肉食都行，我不挑。听到肉食2个字，苏微微气得好悬眉一口气背过去。在这破岛上，他们连填饱肚子都困难，上哪去弄肉食？要是真的有肉，他自己早就吃了，还会拿来换着盐水。苏微微咬着牙，死死地盯着江月。江月，大家怎么说也一起活了这么久，你非要把事做这么绝吗？江月却只是淡淡一笑，摇了摇头，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主不还价，贤贵，你大可以去找林峰交易，看看物资充足的他会不会大发慈悲跟你换。苏微微气急反笑，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林峰山洞的方向，大声发狠道：我苏微微就是饿死，死在外面，从这儿跳下去，也绝不会跟林峰那混蛋换一点东西。然而发狠归发狠，苏微微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根本就斗不过江月。更重要的是，他手里能用的筹码实在是太少。营地现在人多嘴杂，消耗极大，却没有一个会制盐的。在这技术被对方垄断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只能任由江月死死的拿捏。最终，缺盐的难题还是碎了苏微微的自尊心。周婷，去拿2把野菜过来。片刻后，周婷垮着脸，心疼无比地递过去2把刚采摘不久的野菜，从江月手里换回了仅仅够大营地支撑2天的微薄盐量。交易达成，苏微微一刻也不想多待，黑着脸转过身，带着人快步朝营地走回。回到营地的火堆旁，林诺缓缓站起身，他深吸了一口气，小跑到苏微微身边蹲下，压低了声音劝道：微微姐，其实吧，我觉得跟林峰做交易不是不行啊。苏微微本就一肚子火，本就没处撒，听到这话，她猛地站起身，劈头盖脸的就怒喝道：跟林峰做交易，林诺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故意来气我的？我刚发的誓，就算死也绝对不跟那混蛋换一点东西。你现在跳出来说这话，安的什么心？被苏微微这么一通臭骂，林诺心里自然也窝着火，但为了自己的目的，他脸上硬是撑着笑容，继续好言相劝道：微微姐，你先冷静，听我说完。你想想，今天江月他们那态度你也看到了，盐现在在他们手里，就等于死死的拿捏住了咱们。2天的盐量就要咱们拿2把野菜去换，时间一长，咱们营地辛辛苦弄来的野菜浆果，不全都要源源不断的送进江月的口袋里。所以跟林峰做交易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做。你当我是傻子？江月他们搬出去单干，手里缺这缺那，才会跟我们以物易物。可林峰呢？那个家伙一个人占着那么好的山洞，又有肉又有水果，他根本什么不缺。咱们要想从他手里拿到东西，鬼知道他会怎么狮子大开口，开出什么离谱的价位，我们拿什么去换？微微姐你糊涂啊，我可没说用咱们珍贵的物资去和林峰换东西。那你的意思是，林峰的物资是多，可他就一个人啊？咱们虽然物资短缺，但咱们人多啊。苏微微气急败坏的猛地一推林诺，本就蹲在地上的林诺重心不稳，直接被推的一个屁股蹲坐在了地上。苏微微站起身，脸色涨得通红，怒声喝道：不可能！我绝对不会让林峰那家伙尝到一点甜头。林诺慢条斯理地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站起身，耸了耸肩，一脸无所谓的笑道：行行行，微微姐，我也就是提个建议嘛，万一到时候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用得上呢？没有万一，闭嘴！得，我不说了，行吧？表面上林诺似乎是妥协了，但他的心里却已经开始期待苏微微撑不下去的那一天。苏微微重新坐回火堆旁，盯着跳跃的火焰，脑海里却忍不住思考起林诺刚才的那个提议。如果真的如同林诺所说，去林峰那里兑换盐，甚至是其他物资，这样一来，不仅能得到急需的资源，大营地还能少1-2个只吃饭的嘴，怎么看似乎都不亏。不行，绝对不行！苏微微猛地打了个冷战，赶紧把这个想法从脑海里甩了出去。江月他们已经带人脱离了，现在大营地本就人手紧张，如果再把人送走，那日常的捡柴采摘的人手就更少。苏微微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不再去想这件事。夜晚，林峰营地，林诗音忍不住掩嘴惊呼：天哪，这么多的野鸡蛋！野鸡蛋好多好多啊！你们几个真当我是开深夜食堂的呀？不过你们今天来晚了，我已经吃过饭了，现在可没吃的喂你们。话虽如此，林峰的目光在落到赵雅身上时，还是闪了闪。赵雅现在毕竟已经他的人了，他心里或多或少会偏袒他一些。林峰，今天累坏了吧？我来给你捶捶。林诺满脸谄媚的笑容，十分自然地蹲在林峰面前，伸出手在对方腿上敲打起来。你这当狗腿子的本领到底是从哪儿学的？
人家这叫心疼你吗？只要林峰大哥舒服，我做什么都愿意。行了行了，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待会儿赏你个荷包蛋吃。林诺顿时大喜过望，手底下的动作更卖力了。谢谢林峰大哥，你最好了。温若晴眼睛转了转，突然坏笑着凑到了身旁满脸通红的林诗音耳边，压低声音说了些什么。下一秒，林诗音羞得直跺脚，反问道：“这也太羞耻了吧，我才不要。哎呀，那姐姐是不想吃荷包蛋喽？”温若晴说完之后，林诗音脑海开始回忆起荷包蛋的味道。自打上了岛，除了在林峰这里，她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又怎能不想吃这荷包蛋？最终，林诗音看着旁边笑眯眯的温若晴，又看了看悠闲坐在竹床上的林峰，还是咬了咬牙。不就是撒个娇吗？谁不会是的？话音刚落，他和温若晴一左一右就揽住了林峰的胳膊。温若晴很是自然地把小脑袋枕在林峰的肩膀上，扬起俏脸，一双桃花眼水汪汪地看着林峰。林峰哥哥，人家也要吗？林峰还没来得及感受胳膊上传来的触感，另一侧的林诗音也深吸了一口气，她学着温若晴的样子，轻轻摇晃着林峰的手臂，声音颤抖地撒娇：“林峰哥哥，人家也想要吗？”见到这位平日里端庄的大哥后，竟然露出如此反差的一幕，林峰乐得不行，忍不住调侃了一句：“林大哥后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招啊？这要是让外面的粉丝看见，怕不是眼珠子都得瞪出来。”林诗音羞愤交加，赶忙放开林峰的胳膊，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再也不敢看对方一眼。你快别说了，羞死人了！他转而看向另一边偷乐的温若晴，自然知道这是这个小妖精撺掇的结果，便故意感慨了一句：“你这个小绿茶啊，看你出的馊主意。”把你林姐姐害羞成什么样了？温若晴不仅没反驳，反而顺杆爬得往林峰怀里凑了凑，扬起头反问：“那林大哥喜欢吗？”林峰哈哈一笑，伸出手指捏了捏温若晴那小巧的鼻尖。我可爱死你这个小妖精了。唯独站在后面的赵雅没有表态，倒不是她放不开，主要是她要是想讨好林峰，在场这么多人，她施展不开啊。行了行了，若晴，去下几个荷包蛋吧。多下一个，给赵雅盛2个。林峰特意给自己加餐，让赵雅心里涌起一阵甜意。不多时，陶锅里水声咕嘟，白嫩嫩的荷包蛋在沸水中翻滚成型。林峰一边看着温若晴煮蛋，一边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营地的事。对了，江月他们分家了。可不是吗？江月他们分家的时候还把夏世宁给带走了，现在营地连盐都没有了。想吃盐，苏微微还得拿食物去和江月换。听到夏世宁这个名字，林峰眉头微微一挑。本来他还想着找个机会把夏世宁这个技术人才挖过来，倒是没想到江月的动作比他还快。不过他也仅仅只是感叹了一下罢了，并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只要他手里有足够的筹码，技术人才迟早会自己送上门。很快，热腾腾的荷包蛋出锅了，仅仅是往碗里撒一点盐，蛋汤就足够鲜美。女人们围坐在一起，捧着碗吃的一脸满足。林诺满足地抹了一把嘴，突然凑到林峰身边，邀功似的开口：“我今天跟苏微微提了，让她拿人来跟你换物资，等她撑不住了，肯定会同意的。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每天晚上做贼一样偷偷摸摸跑过来了，还能在白天光明正大的给你干活呢。”这话让坐在旁边的赵雅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疑惑道：“就你的脑子，居然还能想到用这招？赵雅，你什么意思啊？就算是我，也会偶尔聪明一次的好不好？这次你可一定要第2个把我要过来啊！我委屈点儿，当个老二就行。你可不能把我落在后面。”林诺这一脸急切又耸得飞快的样子，让洞里响起一片欢快的笑声。都吃完了吧？吃完都先回去吧。赵雅多留一会儿。几人离开山洞，林诺拉着沈小唐走在最前面，他忍不住兴奋地拍了拍沈小唐的肩膀，压低声音夸奖道：“小唐，今天表现不错嘛，不愧是我林诺手把手教出来的弟子。”呀，林诺姐，你快别说了，羞死人了，我只是想吃荷包蛋而已。是，为了荷包蛋，我们小汤才没有很享受呢。你别说了，林姐姐看见了吧？赵雅姐姐已经抢占先机了，连小唐和林诺都开始各显神通了，我们也得加快进度了呢。这话让林诗音娇躯微微一震，她脑海中想着大营地那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轮廓，再想想林峰那里的优渥资源，心中默默盘算起来。确实，赵雅已经彻底上位，林诺那不要脸的家伙正挖空心思往上爬，甚至连平时只知道吃的小唐都开窍。如今好像真就剩他和温若晴进度最慢，自己好像真的也该加把劲儿。林诗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只见他猛地停下脚步，一双美眸危险的微微眯起，盯着身旁的温若晴。不对啊，若晴，我怎么感觉都是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你这个小妮子坐享其成啊？不对啊，若晴，我怎么感觉都是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你这个小妮子坐享其成啊？那个怎么会呢？林姐姐，这绝对是你的错觉啦！我明明也出力了呀！林诗音上前一步，伸手就揪住了温若晴莹润的小耳朵，微微用力。好啊，事到如今，你个小丫头居然还想糊弄我，老实交代。呀，疼！姐姐，好姐姐，你快先松手，耳朵要被你揪掉了。林诗音轻哼了一声，顺势松开了手，双手环胸往内一展。说吧，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看着林诗音，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悠悠的开口。既然姐姐你都问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不瞒你了。其实之前第一次给你带香蕉，回去和你说林峰大哥对你很感兴趣的时候，我就骗了你。我在第一次去见林峰大哥的时候，就已经做主把你整个人都卖给他了。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你其实就已经属于林峰大哥了。你胡说些什么呢？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然你以为林峰大哥当初凭什么那么简单的？林诗音眉头微蹙，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可是，等等，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眼看着林诗音就要理清思绪，温若晴哪里会给她思考的时间？她立刻深吸了一口气，故作愤怒和幽怨地打断了林诗音。只是我怎么都没想到，林姐姐你这么不争气啊！我又怎么了？你还说呢？本来我都给你把路铺好了，姐姐你只要稍微主动，以林峰大哥那里地位最高、待遇最好的女人，连带着我也能享受姐姐你的庇护。结果呢，就因为姐姐你一直犹豫不决，结果让赵雅姐姐后来者居上，捷足先登了。你瞧瞧今天分荷包蛋的时候，林峰大哥都特意叮嘱多给她吃一个，这刚开始就偏心成这样了，以后等赵雅姐多吹吹枕边风，我们俩在这的待遇还不知道要跟人家拉开多少呢？温若晴这一套连招带打下来，有理有据，直接把林诗音说的抬不起头来。最后，她甚至还弱弱的抬起头，憋出了一句：“对不起啊，若晴。”所以姐姐，你明白了吗？你真的不能再继续犹豫下去了。要是接下来让林姐姐，甚至小躺妹妹都超到你的前面，那林峰大哥身边可就彻底没有我们的容身之所了。我明白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超越我了。那我们赶紧回去休息吧，养足精神，尽早拿下林峰大哥。而另一边，经过一轮推心置腹的交流后，林峰二人来到中场休息时间。赵雅枕着林峰的胳膊，语气慵懒地询问：“林峰，刚才林诺跟你说的那件事，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实现吗？”林峰正有些惬意地闭目养神，听到赵雅的发问，他睁开眼，想了想后摇摇头。在经历江月脱离事件后，再让苏薇薇直接把劳动力让给我，恐怕很难。不过，但如果是短暂的租借，倒是有一定的可能。听到这里，赵雅的面色变得古怪起来，她看着林峰，说的好听叫租借，到了你这里，实际上那不就是……先别管这个，反正苏薇薇只要走这一步棋，只会加速营地的分裂。赵雅不解，为什么？你想想看，那些人知道你们来我这干活，饿了吃肉，渴了有水果，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看着自己手里的野果子，心里会怎么想？赵雅顿时恍然大悟，到时候根本不需要林峰发话，他们自己就会想方设法的过来给林峰打工，甚至是想做个长期工。好了，休息时间结束，第二回合开始。等一下，我还没缓过来呢。转眼间又是几天过去，这几天里，林峰的生活依旧过得充实而忙碌，他一刻也没有闲着。清晨，当海风还带着凉意时，他便已经在礁石区熟练的收起鱼篓，里面扑腾着肥美的活鱼。午后，他带着竹毛藤网去竹林陷阱那里巡视一圈，总能精准的带回几只野鸡野兔，再不然就是多花点时间，多跑些路程，挖上几十斤的红薯带回营地。就算是想偷个懒，那也是在丛林里转悠，寻找野生的珊瑚礁和野姜这些天然的调味品回来。除了调味品，林峰还凭借着鉴定功能，采摘了许多具有消炎止血、止咳退烧的入药植物。那些药材被他分类码放得整整齐齐，晒干后好好的储存起来。然而，与林峰这边神仙般的日子相比，苏薇薇的主营地却正在一步步滑向深渊。这几天里，苏薇薇又硬着头皮带人去找江月他们交换了2次食盐，每一次的交换代价都让他心痛不已。为了那仅仅能维持几天生命所需的一小包粗盐，大营地不得不将辛辛苦苦采集来的最好那部分物资都双手奉上。看着自己和队员们的劳动成果就这么被江月等人剥削走，苏薇薇的心里愈发感到不甘与屈辱。因此，苏薇薇的心理防线终于开始动摇了。她一个人坐在篝火旁，看着跳跃的火光，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林诺之前提出的建议。她甚至已经开始考虑，等今天外出采集的队伍回来后，要不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商量和林峰交易的事情。此时，距离大营地不远的密林中，采集2队正拖着疲惫的步伐，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艰难地穿行。走在队伍最前面领头的，依旧是柳霜这个队长，跟在后面的是白芷白芍这对双胞胎姐妹。走着走着，妹妹白芍的身形忽然一顿，她感到右胳膊一阵刺痛，眉头紧蹙，小脸上满是痛苦，本能的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胳膊。白芷赶忙回头，一把拉住妹妹的胳膊，焦急地查看着。白芍见姐姐过来，姐，我没事，就是走得急，被旁边那条带刺的树枝刮了一下。白芷小心翼翼地拉开妹妹的衣袖，只见白皙的藕臂上果然有一道几厘米长的红色划痕。看到情况不严重，白芷这才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忍不住轻声责备道：“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走路看着点，毛手毛脚的。”而这一幕恰好被走在不远处的温若晴看在了眼里，她有些疑惑地走上前来，好奇地问道：“白芷姐姐，刚才白芍姐姐受伤的时候，好像连哼都没哼一声吧？你走在前面都没回头，怎么就知道她胳膊擦伤了？”听到温若晴的询问，白芷和白芍对视了一眼，俏脸上都有些尴尬和局促。白芷不自然地干咳了一声，轻声问道：“若晴，你有没有听说，有些双胞胎之间会存在一种很特别的心灵感应？”听过，以前在新闻和书上看点过，说有些双胞胎，一个人心里想些什么，另一个人也能感受得到。难道白芷姐姐你们之间也有这种感应吗？白芷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她凑到温若晴的耳边，用只有他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有些羞赧的小声说道：“其实我们之间的情况比普通的心灵感应还要更严重一点，我们之间经常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感同身受的生理共感。”感同身受？那岂不是说你们其中一个人受伤，另一个人也会感受到一模一样的疼痛？
倒也不是一模一样，这种共感传来的痛觉在传递的过程中好像会被缩弱一些，而且这种痛感不会持续太久，一般几分钟后就会跟着消失。听完这个神奇的秘密，温若晴捂着小嘴，大眼睛里满是惊叹和同情。那白芷姐姐、白芍姐姐，你们两个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啊，千万不要受伤，不然一个人受伤，两个人受罪，那也太痛苦了。听到温若晴的关心，白芷和白芍两姐妹只能露出苦涩的笑容，尽量吧。但是她们心里想的却是，在这残酷荒凉的孤岛上，她们每天都要深入丛林收集食物，再怎么小心翼翼，又怎么可能保证自己不磕碰受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同身受的体质只会让她们在荒岛上的生存变得更加举步维艰。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姐妹两人跟着采集二队的成员们走出了茂密的丛林，回到了主营地。然而，她们一踏入营地，就明显感觉到今天营地的气氛非同寻常，压抑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营地中央的空地上，只见苏微微面色凝重地站着。看到采集二队回来，苏微微深吸了一口气，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道：所有人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刻到中央空地集合，我们开会。营地里，所有人都被苏微微召集到了中央空地。苏微微站在火堆前，眼眸中满是疲惫与凝重。看着人都到齐了，苏微微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开口：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是要宣布一件大事，一件关乎我们所有人能不能活下去的大事。这几天的情况，想必大家也都体会到了。为了拿到必须的盐，我们只能把好不容易找来的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去给江月他们换，结果就是我们自己的食物越来越少，每天连肚子都填不饱。之前林诺跟我提过一个建议，他说要是实在没办法，我们可以试试去和林峰做交易，所以我考虑之后，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派人去林峰那里干活，用这个换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盐，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派人去林峰那里待一段时间，拿这个当交换物资的筹码。这话一出来，火堆旁边一下子没人说话，女队员们有惊讶、难以置信，以及怎么也藏不住的惊慌。林峰在他们的认知里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去林峰那里待一段时间还干活，名义上是去干活，可实际上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见众人神色异样，苏微微心中生出一股无力感，赶紧补充了一句：虽然我个人非常不愿意，甚至极其排斥和那个混蛋打交道，但现在这毕竟事关我们所有人能不能活下去，所以我想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同意去和林峰做交易的举手。然而十几个女人围坐在火堆旁，一个个面面相觑，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保持沉默，空气一时间安静的有些尴尬。看着这一幕，苏微微本来就极其糟糕的心情终于按捺不住了。吃饭分东西的时候，你们一个比一个积极，现在营地有难了，要有人站出来了，怎么一个个都哑巴了？又不是把你们卖给林峰，不就是去他那待几天，还能回不来了不成？结果现在一个个全当起缩头乌龟了。苏微微的怒斥后，依然没有人主动站出来。眼看着气氛僵持到了极点，坐在一旁的林诺看准时机，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我支持微微姐，再这么下去，我们迟早会被江月他们拖垮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我支持和林峰做交易。然而林诺此时心里想的却是：哎呀，可算是等到这一天了。我也支持，大局为重，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见到就连赵雅都支持自己，苏微微有些意外。之后温若晴、沈小棠以及林诗音三人也纷纷举起了手，表示赞同。在其他人的蠢蠢欲试下，女队员们终于不再当缩头乌龟，纷纷开始出声支持。我也同意，微微姐，我也觉得可行，总比饿死强。对，我也支持。很快，原本寂静的会场变得群情激愤，最终这项和林峰做交易的决定全票通过。秦岚前辈，这件事恐怕需要您亲自走一趟了。好，那明天清晨我便走一趟。苏微微大喜过望，但随即她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千叮咛万嘱咐道：秦岚前辈，你一定要记住，跟林峰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派人过去帮他干活，但是无论那个他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也绝对不能把人永久性的让出去。人必须是要能回来的，如果他非要强留人，那这个交易我们宁可不做。太阳刚升起，秦岚喝完那碗野菜汤，就动身去了林峰的石洞。秦岚顺着林间小道来到林峰的营地，却发现林峰根本不在，洞口还被一块大石头堵得严严实实。秦岚无奈地叹了口气，她本可以转头回去，但她担心自己前脚刚走，林峰后脚回来，把这当成缺乏诚意的表现，那接下来的谈判就难办了。她吸了口气，索性决定就在这儿等。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等就是3个多小时。就在这时，终于从丛林深处传来沙沙的脚步声。秦岚精神一振，急忙抬头看去，只见林峰正不紧不慢地从林子里走出来，他肩膀上扛着竹矛，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竹篮子，篮子上面用几片宽大的芭蕉叶盖着，严严实实的，让人看不清里面装的什么东西。秦岚急忙上前一步，刚准备开口，林峰却抬起一只手阻止了他。已经快到中午了，该吃午饭了。有什么事儿，等我吃过饭再说。林峰把篮子放在地上，随后没怎么费力的就把那块巨石给推到了一边。看着林峰那恐怖的力量，秦岚心底深处升起一股敬畏。林峰提起竹篮子，径直走进了洞内。因为林峰刚才没有发话，秦岚深知分寸，不好贸然跟着进去，只好规规矩矩的站在洞门口继续等待着。林峰放下陶碗，随意的抹了把嘴，这才转过头看向神色已经有些木讷的秦岚，说吧，你来这里找我，肯定是有事，对吧？听到林峰开口，秦岚这才如梦初醒般的从对林峰伙食的羡慕中回过神来。她局促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努力让自己显得平静一些，开口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林峰，我们营地
想要和你交换一些物资，比如食盐和其他我们急需的东西。你们想拿什么来换？不会又是项链之类的首饰吧？听到林峰没有立刻拒绝，秦岚的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有了他，那就好办。他组织了一下语言，看着林峰，有些紧张的开口道：“不知道你这里缺不缺人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人过来，来你这里给你打工，赚取报酬。”大家都是成年人，不至于听不懂这场谈判真正的交易是什么。听到秦岚的话，林峰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秦岚，尾调拖长：“打工啊，临时工。”秦岚愣了一下，没料到林峰会用这个词，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对，只能是临时工。你看，这样行不行？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林峰咬死了必须要把人永久留在这里当长期工，那这场谈判一开始就没有的意义。没想到林峰竟然非常爽快地点了点头。行啊，临时工就临时工。听到这话，秦岚只觉得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忍不住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她甚至有些欣喜，觉得自己这么轻易就保住了底线。但很快，秦岚的心又重新提了起来。她看着林峰，那关于报酬方面，报酬既然是临时工，这工资自然是看工作质量来日结。秦岚心里咯噔一下，日结这给多给少，甚至给不给，还不全凭林峰一句话。要是大家费心讨好他一天，他一句心情不好或者工作不合格，那不就是被白嫖？林峰，关于这报酬的方面，你看能不能定一个保底的量，这样大家心里也有个底。保底？哼，你怕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吧？现在是你们求着我做交易，你要是觉得不能接受，大可以继续和江月他们交易去。秦岚深吸一口气，还想拿出以前职场谈判的架势，起码争取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可你这样未免太……然而林峰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转身在竹床上躺下，只留下一句：“谈判结束，你可以走了。规矩不会变，爱来不来。”看着林峰那油盐不进的模样，秦岚最终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步履沉重地朝着女人营地的方向走去。女人营地内，当秦岚将林峰的条件原封不动复述给众人后，原本围在一起的10几号女队员一个吭声的都没有。苏微微的脸色难看无比，她怎么也想不到林峰的态度居然会强硬到这种地步。这根本不是交易，这是和江月他们同样的单方面压榨和剥削。可偏偏他们现在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在这让人窒息的沉默里，站在人群后方的林诺眼心思活跃了起来。不能彻底归属林峰吗？他在心里盘算着，本来他极力促成用人头做交易，就是想着能巴结上林峰。他自知争不过作为林峰第一个女人的赵雅，所以才求着林峰在赵雅之后把自己第二个要过去。结果现在事情和他想的不一样，变成了临时工了。不过林诺转念一想，临时工也行啊，这样一来他就没必要非得像个受气包一样排在赵雅后面，反正大家都只是去干活，这倒给了他极大的操作空间。想到这，林诺脑中灵光一闪，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秦岚姐，那林峰有点名，要谁过去啊？这也是让我不明白的地方。既然达成合作，那他应该会这个方面提出要求才对，可偏偏他完全没有商讨的意思。难不成他是想让我们自己挑人送过去吗？有谁愿意为了营地主动牺牲一下的吗？”然而营地里安静无比，所有的女队员都把头垂得极低，就是没有一个人开口，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既然大家都不愿意主动去，那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只能抽签决定了。听到抽签这2个字，所有女队员们的恐慌升到了顶点。这下子自己的命运岂不是全看运气？看到这一幕，林诺的心里也跟着急了。抽签不行，绝对不能抽签，这可是自己获得和林峰独处、抢占先机、彻底上位的机会，怎么能去赌那劳什子的抽签？想到这，林诺深吸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一抹看似壮烈的神情，张开嘴就准备大喊我愿意去。可他那只脚还没来得及迈出人群，有一个声音竟是比他还要快了一步，在人群中响了起来：“那就让我去吧。”听到这个声音，所有人都愣住，众人惊讶地转过头一看，站出来的赫然是平日里并不怎么多话的林诗音。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他身上，神色各异。他们看着林诗音，眼神里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有人心里升起一股由衷的敬佩，觉得林诗音简直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而林诺在看清站出来的人是林诗音后，差点气得破口大骂：“怎么半路又特么杀出来个林诗音？你之前在林峰营地里不是最多给林峰按摩一下肩膀，矜持的要死，怎么现在转性了？还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反正总是要派人去的，与其大家在这里推来推去，最后破坏了姐妹们的感情，倒不如我这个当姐姐的先去探探路。这句话说的冠冕堂皇，挑不出任何毛病。确实，在如今的大营地里，除去秦岚这个老资历，林诗音无论是从身份还是从年龄来说，都担得起在场所有人的一声警戒。她这一站出来，瞬间把自己立在了道德与责任的最高点，反倒让刚才一直沉默的秦岚脸上有些挂不住。苏微微这个时候如果还像平常那样针对林诗音，那她可就真是傻子了。只见她深吸一口气，走上前，用力地握了握林诗音的手：“好，林诗音姐姐，我们所有人都会记着你的好。”林诗音没再多废话，她在众女目光注视下，朝着林峰营地的方向走去。营地的女人们目送着她迈入林峰营地，心里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沉重感。在她们眼里，林诗音这一去，无异于羊入虎口，必定会被林峰那只残暴的大灰狼折磨得体无完肤。她们甚至已经做好了听到林诗音惨叫声的准备。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却让这群女人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只见林峰很快从山洞里走出来，招呼着让林诗音帮忙杀羊。烈日下，林峰正挽着袖子，动作利落地把刚宰杀的山羊倒挂在树干上，林诗音则捧着一个陶罐，在下面接着流淌出来的羊血。他们这是在杀羊？
这不是杀羊还能是在干什么？难道是在跟羊做游戏啊？众人面面相觑，原本紧绷到极点的神经莫名其妙的松懈了下来。搞了半天，原来真的只是去林峰那里干活。林雅拍了拍胸口，早知道只是杀羊剥皮，我刚才就不那么紧张了。周婷看着那只肥硕的黑山羊，忽然想到了什么，咽了口唾沫，小声嘀咕了一句：你们说林峰在这个时候杀羊，难不成他给林诗音的报酬就是羊肉？此话一出，所有人的呼吸声都急促了起来。在这座连水果都快成了奢侈品的荒岛上，新鲜的羊肉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上的仙针。天哪，要是能带一条羊腿回来，没想到林峰的家伙居然还怪大方的嘞。一时间，先前那些对林峰避之不及的女人们眼里竟忍不住浮现出了期待和兴奋的光芒。她们甚至开始在脑海中幻想林诗音晚上拎着大块羊肉凯旋而归，分给他们改善伙食的美好场景。行了，都别看了，回去吧。咱们不能全指望着林峰给的物资，食物来源的大头还得靠我们自己。准备下午的搜寻工作。苏微微虽然下了命令，但女队员们在离去时，目光依旧依依不舍地在林峰那只肥羊上停留了许久。而在林峰营地前，林诗音的内心同样充斥着无语。天知道她这几天做了多大的心理准备，结果林峰这个混蛋居然真的让她当苦力。愣着干什么呢？把盐拿过来，准备切块腌肉了。林诗音赶忙收起心思，小跑着端来装着食盐的竹筒，开始忙活手上的工作。因为这只山羊确实长得极其肥壮，林峰在处理过程中刮下了厚厚的一大坨脂肪。他将这些脂肪切成小块，扔进烧热的陶锅里，熬出了不少油脂。这对于林峰来说绝对是意外之喜，毕竟在这种环境下，油脂不仅能提供大量的热量，更是烹饪绝大多数食物的灵魂。傍晚时分，营地的女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结束了一天的采集，陆续回到了营地。因为缺盐，他们的晚餐依旧是清汤寡水的野菜汤，配上几个酸涩的野果。而在林峰营地里，林峰和林诗音也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批熏肉的处理。两人的脸上都有些疲惫，但看着满满当当的熏肉和羊油，心中都充满了充实感。今天晚上改善伙食。林峰将留下的羊肝、羊心、羊腰子等可食用的内脏清洗干净，切成薄片，配合着敲断的羊大骨扔进陶罐里，加上林峰之前收集到野姜类的调味品和大量的食盐，用小火慢炖，整整熬了一大罐的羊杂汤。汤汁滚沸，浓郁的肉香和盐巴的咸香交织在一起，顺着傍晚的微风，彻底蔓延到了隔壁。好香啊！女人营地里，白芷端着一碗清可见底的野菜汤，使劲地嗅着空气中飘来的肉香，眼里满是渴望。早知道去给林峰干活能吃得这么好，今天上午抽签的时候我就该主动站出来的。我也好想喝羊杂汤啊，那汤闻着这么香，肯定特别好喝。他们现在唯一的期盼就是等林诗音下班回来，看看她能不能带回一些羊肉，让大家也尝尝鲜。林峰营地内，他和林诗音围着陶罐，甚至没有搭配任何水果或者红薯，直接敞开了肚子，大口吃肉，大碗喝汤。但那一锅羊杂分量实在太足，两人都快吃撑了，也根本吃不完。吃饱喝足之后，林峰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林诗音也抹了把嘴角的油渍，跟着站了起来。在众女期待的目光中，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石洞里。正在等待的周婷顿时僵住了，一脸懵逼的眨了眨眼，下意识的开口。天都要黑了，应该到下班时间了吧？他们进山洞要干嘛？白芷和白芍姐妹俩率先反应过来，两张俏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其他女人也纷纷挪开视线，尴尬的开始往嘴里塞野果。是啊，哪里有什么白吃的羊肉？既然拿了人家的好处，吃了人家的肉，有些代价，自然是要在山洞里支付的。光线昏暗的石洞内，林诗音站在竹床边，看着在床沿坐下的林峰，双手有些不安的交叠在身前。两人相视许久，最终还是林诗音一咬牙，主动上前了一步，主动俯下身，红唇有些生涩的吻了上去。林峰眼底闪过一丝惊讶，随即顺势揽住了她纤细的腰肢。1分钟后，林诗音有些气喘的并排坐在竹床边缘，林峰有些好笑的看着她，伸手抚过她有些凌乱的头发。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第一个过来的会是你。你还说呢？既然一开始我就被彻底卖给你了，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搞得我还落后了。卖给我。林峰拂过林诗音头发的手指微微一顿，眉头挑了挑。他用脚趾头都能猜到林诗音这番被彻底卖掉的惊人言论，到底是谁在后面推波助澜。不过林峰可不会傻到在林诗音面前去拆穿这个美丽的误会。他顺水推舟，搂在林诗音腰间的手微微用力，故意压低声音：这不是希望林大哥后自己能主动一点吗？是，现在我开始主动了，你这下高兴了。林峰看着他近在咫尺的容颜，先是煞有其事的点了点头，随即又轻轻摇了摇头。这动作让林诗音有些不解，她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你摇头干什么？如果你能比现在更主动一点，我想我会更开心的。听到这语，林诗音终于忍不住恶狠狠地瞪了林峰一眼。真是便宜你这个混蛋了。林诗音轻哼了一声，她转过身，背对着林峰，那双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的手指捏住了自己衣角的边缘，逐渐开始卸甲。下得好，下得秒，下得呱呱叫。在这山洞里，那我岂不是和赵雅？林峰走到洞口，往外一看，发现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聚集一大片乌云，树梢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还真要下雨？下雨就下雨呗，难不成在我这儿还能饿着你冻着你？哎，你怎么洗脚了？我刚采完葡萄，脚上全是黏糊的果汁，不洗脚难道就这么粘着？林峰几步就冲了过去，蹲下身一把攥住他的脚环，气得大呼小叫。你懂个屁！
你知不知道这叫浪费？浪费是可耻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好东西要留到最后慢慢享受。整天就知道想着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大不了我请你吃别的就是了。这可是你说的，做人要言而有信。你现在还是白天呢。外面的天空终于在这一刻彻底阴沉了下来，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的砸在地上，拉开了一场暴雨的序幕。这期间，江月那边因为准备充分，食物充足，木柴也绰绰有余，日子过得虽然憋闷，倒也算安稳。可女人营地这边日子可就惨到家了，他们之前根本没有储存干柴的意识，仅剩的一点点干燥柴火，在第一天夜里就用光了。林诗音抱着双膝蜷缩在角落里，身上裹着干草，可即使这样，她还是冻得浑身打哆嗦。沈小棠咬了一口果子，简直是酸到姥姥家了。你们说赵雅姐姐现在在干嘛？还能干嘛？她现在肯定正吃着肉，喝着汤，然后暖洋洋的躺在竹床上睡觉呢。早知道会下雨，哪怕身体不适，我也去林峰那里了。在那里日子虽然苦逼了点，但是也比这强啊。可现在无论说什么都晚了，他们也只能期盼着这场暴雨赶紧结束。而此时此刻，众人羡慕的天堂，也就是林峰的石洞内，这2天2夜的暴雨，外面的世界一片冰冷，而石洞内则是春意盎然，甚至有些温度过载。外面狂风暴雨呼啸的声音，成了石洞内最好的遮掩和伴奏。原本林峰还算有些克制，但被困在山洞里无处可去，再加上有赵雅这个美人在侧，他彻底放飞了自我。正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作。到了第2天夜里，赵雅看着林峰再次凑过来的脸，整个人彻底崩溃了。她哭丧着脸，连连告饶，表示自己就算是冒着大暴雨，也想爬回主营地去。这哪里是来享福的，这明明就是来给林峰送福的。可惜外面狂风大作，林峰自然不会放他走，赵雅也只能就这么痛并快乐着。2天后的清晨，连绵了2天2夜的暴雨终于停歇，林峰神清气爽地走出石洞，他张开双臂，闭着眼，迎着海风狠狠地舒展了一下筋骨，舒坦。他眼神无意间向着沙滩上一瞥，下一秒，他的动作猛地一僵，脸上的神色一下子从慵懒变成了极度的兴奋。卧槽，那是！林峰低呼一声，甚至来不及和洞里的赵雅打个招呼，直接迈开大步，疯了一般朝着海滩的方向狂奔而去。与此同时，主营地那边刚走出山洞，饿得头重脚轻的苏微微、周婷等人，以及隔壁刚刚出来查看灾情的江月、夏时宁一行人，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海滩上出现的异样所吸引。他们同样迈开步子，疯狂地朝着海滩冲了过去。雨后的海滩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咸腥味，退潮后的沙滩上狼藉一片。但此刻谁也没心思去关注这些。方小曼整个人都兴奋地发出叫声：“衣服，那是衣服！”远远望去，海滩的沙砾中确实散落着不少五颜六色的布料，那是曾经他们乘坐的那艘豪华游轮上的物品。历经了1个月的风浪漂泊，终于在这次暴雨狂风中被推上岸。然而，当众人气喘吁吁地冲到跟前时，跑在最前面的苏微微和江月却猛地来了一个急刹车。在他们眼前的是零零碎碎的几片早已被海水浸透的布匹。两人上前查看，只见江月顺手拿起来一件，仔细一看，已经破败不堪了。被海水浸泡的这1个月，根本就没法用啊！穗微微也同样的扫了一眼这周围，几乎没有能用的布匹。而此时站在沙滩高处的林峰，目光已经越过了浅滩，直奔海面望去。视线所及之处，在距离海岸线大约几10米外的海面上，正随着波涛起伏着2个大方块。看那形状和大小，显然是游轮上的旅行行李箱。林峰眼睛一亮，相比于暴露在空气和海水里腐烂的衣服，行李箱这种密封性极好的东西，里面绝对保存着完好无损的物资。林峰直接扑通一声跃入海水中，快速的朝着那2个行李箱游了过去。海滩上的众人看着林峰的动作，又看了看远处的行李箱，眼中写满了羡慕。但他们根本没有林峰那变态的体能，更没有在海水里游出那么远的勇气，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行了，你们慢慢捡，小爷先撤了。林峰一手提着一个大行李箱，在众人渴望的目光中，大摇大摆地朝着自己的山洞方向走去。剩下的人开始疯狂地在礁石堆和沙滩里翻找起来。夏时宁突然低声惊呼一声：“江姐，你看那里！”只见在一处偏僻的礁石夹缝里，卡着一个粉红色的中型行李箱，因为夹得很死，并没有被潮水带进海里。几乎是同一时间，苏微微的目光也发现了那个粉红色的箱子。起开！苏微微红着眼，第一个冲了上去，一把抓住了行李箱的拉手。这是我们先看到的。江月，别给脸不要脸，松手！江月虽然平时看着轻了，但此时为了生存，也彻底撕下了伪装，死死拽着不放。在荒岛上，谁拿到就是谁的，凭什么让我松手？都住手！别打了！再这么打下去，大家都得受伤。听我一句，把箱子砸开，里面的东西我们对半平分。苏微微擦了擦嘴角的沙子，粗粗的喘了气。好，平分。苏微微咬牙切齿的答应了下来。江月也深吸了一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2拨人合力搬来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在粉红色行李箱的拉锁上。砰！箱子被砸开，里面的衣物因为有箱体的隔绝，虽然渗入了一些海水，但并没有破损。众人凑过去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件女士上衣、运动裤、连衣裙、内衣等，剩下的则是一些化妆品和杂物。而此时，林峰早已提着2个沉甸甸的行李箱回到了石洞。一进洞，赵雅正扶着竹床的边缘，颤巍巍地试图站立，结果看到林峰提着箱子进，整个人直接愣住。这哪来的行李箱？海滩上捡的，托这场暴雨的福。林峰随口应了一句，将2个箱子往地上一放。他先是抓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对准了其中一个稍微轻一些的银色行李箱
箱的密码锁狠狠砸了下去，咔嚓，锁扣直接断裂。林峰小心翼翼地掀开箱子，毕竟这箱子本身也是个不错的储物工具，砸坏了锁有些可惜，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箱子里码放得很整齐，是几套干净的男女换洗衣服。林峰将衣服拿出来抖了抖，虽然有些潮气，但用清水洗一洗就能穿。随后，林峰的目光落在了第二个箱子上，这是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拿起来格外的沉，还额外加装了一个金属密码锁。锁得这么严实，装的什么宝贝？林峰搓了拍手，再次举起石头，对准锁扣狠狠地来了一下，砰！密码锁直接被砸得变形脱落。林峰把石头扔到一边，深吸了一口气，满怀期待地将盖子掀开。下一秒，林峰的动作僵住了，紧接着还不等赵雅看清里面的东西，林峰便啪的一声，狠狠地将行李箱的盖子重新按了回去。林峰站在原地，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冷静，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躺在竹床上的赵雅被这动静吓了一跳，有些纳闷地强撑着身子。她看着林峰那副活见鬼的表情，忍不住问道：“你怎么了？里面装了什么，把你吓成这样？”赵雅，我觉得你还是别看得好，免得吓到你。一听这话，赵雅的脾气顿时上来了。她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笑话，老娘活了20几年，什么世面没经历过？里面的东西难不成还能跳出来咬我一口？赵雅走到箱子前，双手搭在箱盖上，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掀开。下一秒，砰！和刚才林峰的动作一模一样。赵雅闭上眼睛，猛地将行李箱盖子给合了上去，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林峰，我是不是这2天被你折腾得太厉害，脑子糊涂出现幻觉了？不，我想那是真的。赵雅闻言，不信邪的再次缓缓掀开箱子的一角，硬着头皮开始查看里面的东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变态玩意儿？不过里面倒也不是没有能用的东西，比如里面就有各种折叠好的衣服，什么护士装、JK 空姐装等等10几套衣服。当他把视线移到旁边时，发现了几条折叠整齐的贴身衣物。在这缺少换洗衣服的荒岛上，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诱惑。林峰，你怎么就偏偏捡了一箱子这东西回来？这话说的，我之前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而且有替换衣服总比没有强不是？要不要我帮你换？与此同时，海滩上，随着江月、苏微微2拨人分赃结束，他们再次翻找了一阵，还真被他们找到了几身勉强可以御寒的衣服。不过，这场暴风雨带来的不仅是衣物，还卷上来了大量的海鱼。退潮后的沙滩上，有着不少被巨浪拍晕，或是半掩埋在沙子里的死鱼，有些甚至还在沙坑里无力地扑腾着。对于长期缺少肉食的江月小队和苏微微大营地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恩赐。他们便一刻不停地在沙滩上翻找，捡拾着死鱼。到了中午临近做饭的时候，苏微微看着自家营地收集到一堆战利品，还没来得及露出笑容，就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糟了，我们没有干柴。大营地的柴火只仅剩的一点干柴早已用光了，没有干柴我就生不起来，生不起火，这些鱼根本没法吃，他们今晚还得继续挨冻。苏微微柳眉紧锁，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还在林峰那里打工的赵雅。苏微微对秦岚说道：“秦岚姐，你现在去一趟林峰的营地找赵雅，让他跟林峰商量，把这2天应得的报酬其中一半换成干燥的柴火带回来。”秦岚刚准备动身，一旁面色苍白，还时不时轻咳2声的林诗音却主动站了过来。还是让我去吧，毕竟之前我也在林峰那里打过工，跟他比较熟。我去说的话，他答应的可能性更高一点。秦岚想了想，确实是这个理，便点头同意了。苏微微也趁着这个空档，招呼剩下的大家加把劲儿，再多找找看，多捡几条鱼回来。海滩处，白勺正弯着腰捡鱼，起身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海风一吹，忍不住捂着鼻子。他一连打了2个响亮的喷嚏，一旁的姐姐白指见状，有些担忧的走过来：“小勺，你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没事没事，就是2个喷嚏而已，指不定是谁在背后骂我呢。姐，我没事，继续找鱼吧。”说完，他揉了揉有些发烫的额头，继续在海滩上忙碌。林诗音刚刚转身准备前往林峰的石洞，衣角突然被人拉住。他一转头，只见沈小棠正眼巴巴地看着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写满了渴望。“林姐姐，我也想去。”一旁的温若晴看到了这一幕，她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对林诗音说道：“林姐姐，要不你就带上小汤妹妹吧，说不定林峰大哥一看到小汤妹妹，心里高兴，还能多送点好吃的呢。”“那行吧，小唐，路上滑，跟紧我。”“谢谢林姐姐。”2个女生各怀心思，一前一后的来到了林峰的石洞口。林诗音带着沈小棠急匆匆的冲了进去。然而话还没说完，林诗音的整张脸瞬间僵住，洞内的景象瞬间冲击的林诗音头皮发麻，指着眼前的2个人，声音都在发抖：“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林诗音的脸颊轰一下就红透了，她下意识的转身，用手紧紧捂住身后沈小棠的眼睛。沈小棠在林诗音的指缝里挣扎：“林姐姐，你捂着我干嘛呀？林峰哥哥他们在干什么？”石洞内原本还准备尝试点新花样的赵雅，在听到林诗音声音的刻，整个人直接宕机。“我都说了不要试，你非要试，这下好了，没脸见人了。”赵雅猛地把脸埋进双膝之间，她头上的猫耳发箍都因为羞耻而颤抖。林峰倒是淡定，顺手把赵雅头上的猫耳朵发箍给拿了下来，丢回箱子，若无其事地将黑色皮箱的盖子合上，一边转头看向门口面红耳赤的林诗音：“喊什么喊？大惊小怪的，说吧，
你们俩跑来干什么？林诗音深吸了几口气，强行压下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眼神有点飘忽。是苏微微让我来通知一声，他们在沙滩上捡了不少鱼，但是营地里没有干柴了。苏微微想用赵雅姐这2天应得的报酬，换成1半的干柴带回去。外面沙滩上被海浪拍上来的死鱼挺多的，你要不要也出去捡点？一些死鱼有什么好捡的？要吃，咱也得抓活的吃。这时候，沈小棠终于挣脱了林诗音的手掌，重获自由的小丫头根本顾不上刚才发生了什么，她直接扑进了林峰的怀里，双手环着他的脖子，娇憨的蹭来蹭去。林峰哥哥，小棠好想你啊！林峰伸手揉了揉小丫头柔顺的脑袋，笑道：“我也想小棠。”沈小棠视线却被地上那个没盖严的银色行李箱给吸引过去，在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里，一件黄色的衣服格外扎眼。哇，这件衣服好可爱！林峰哥哥，你能把这件衣服送给我吗？小棠啊，倒不是哥不给你，只是这件衣服的尺码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为难它了？试试看就知道了嘛。1分钟后，身后传来了沈小棠有些羞涩又兴奋的声音。好啦，林峰哥哥，你转过来吧。林峰转过身，视线落过去的刹那，双眼陡然瞪大，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我早晚要收服这只小可爱。一旁的林诗音喉咙里有些发痒，忍不住偏过头，重重的咳嗽了几声。可嗨嗨，林峰的注意力被拉了回来，皱眉看着林诗音那有些苍白的脸色，感冒了？下雨的时候被雨淋了，又没有干柴取暖。转身走向石洞深处，他回想起之前采摘草药时，其中就有几种专门治疗风寒的草药。不多时，他拿着一个竹筒走了出来，将选好的药草放进去，加了少许淡水，直接放在了正在做午饭的陶罐旁。借着陶罐底下的炭火，竹筒里的药汁很快便沸腾起来，散发出一种略带苦涩的药味。待到竹筒降温到不那么烫时，林峰将竹筒递给林诗音，喝了它。看着手中温热的竹筒，林诗音只觉得一股暖流从心底涌了上来，心里一片感动。他捧起竹筒，温顺地将那苦涩的药汁一饮而尽，直到吃饱喝足，3人抱着柴火回营地。林诗音抱着干柴走在最后，走到山洞门口时，他脚步忽然一顿，似乎想起了什么为难的事情，脸色瞬间涨得通红。他犹豫了片刻，咬了咬银牙，快步折返回来，凑到林峰耳边，红着脸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什么。那之前在营地里，你们生理期用的是什么？在这破岛上还能怎么办？之前大家都是用的干草或者扯碎的破布顶替，很难受，还容易磨伤。干草，那确实够遭罪的。行了，我回头琢磨一下，看看能不能弄出点替代品来。当林诗音3人回到大营地时，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看着他们身上干净的新衣服，众人眼里都忍不住露出羡慕的神色。白天的时间很快过去，夜幕降临，在大营地和江月的营地里，此刻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鱼汤香味。虽然没有其他的调料，但对许久没有见过荤腥的幸存者们来说，这一口热乎乎的鱼汤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不少女生喝着鱼汤，差点被这久违的饱腹感感动哭了。深夜，万籁俱寂，黑暗中，躺在干草堆中睡得正香的白芷突然睁开了双眼。怎么回事？头怎么会这么痛？没发烧啊？那我怎么会？下一秒，白芷迷迷糊糊的大脑终于清醒过来，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猛地转过头看向身旁的妹妹白芍。只见躺在身边的白芍整个人蜷缩在干草堆里，身子止不住的颤抖。她那张原本白皙俏丽的脸庞此时红得不正常，嘴唇都控制不住的打颤，喉咙里只能发出微弱断断续续的声音。冷，好冷，姐！白芷颤抖着伸出手摸向妹妹的额头，烫，很烫。白芍额头上传来的温度烫得吓人。小烧，你别吓我！微微姐，秦岚姐，快来人！小烧发烧了！苏微微和秦岚几乎是立刻被惊醒的，两人直接从草堆上爬起身，便急匆匆地冲了过来。秦岚蹲下身，伸出一只手探向白芍的额头，然而手心刚一贴上皮肤，那传来的温度便让她的手触电般缩了回来。怎么烧得这么厉害？微微姐，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苏微微被抱的身子一晃，看着崩溃的白芷，她咬着唇，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无力。抱歉，白芷，白芍烧得太厉害了，这种情况只有退烧药才能救她，但是我们手里根本没有药，我们没有办法。白芷听懂了苏微微的潜台词，没有药，她的妹妹就只能躺在这里等死，只能听天由命。不会的，白芷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她彻底崩溃了，疯了般的转过身，将躺在草堆里瑟瑟发抖的妹妹抱在怀里，就这么跪在那里嚎啕大哭。凄厉的哭声在山洞里回荡。站在人群中的温若晴余光瞥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林诗音，温若晴心中一动，她注意到林诗音此时的脸色红润，比起白天的病恹恹，精神状态已经好了太多。发现这个细节后，温若晴快步凑到林诗音身边，压低声音急切地询问道：“林姐姐，你今天去林峰大哥那里换柴火的时候，他是不是给你吃药了？我记得你上午的时候感冒还很严重呢。”被温若晴这么一问，沉浸在慌乱与担忧中的林诗音猛地回过神来，连连点头：“对，林峰白天用竹筒给我熬了一碗药汤，我喝完下午身体确实舒服了好多。林峰那里有药草。”听到这确切的回答，温若晴没有丝毫耽搁，立刻上前一把拉住正抱着妹妹崩溃痛哭的白芷。白芷姐，别哭了，林峰大哥那里可能有药，带上白芍姐去他那里，我陪你一起去。白芷猛地抬起头，红红的眼眶里还噙着泪水，但眼神中却瞬间亮起出希冀的光芒。她一边胡乱抹着眼泪，一边语无伦次的答应：“好，
我这就去。说完，他咬紧牙关，在温若晴的搀扶下，拼尽全力将昏迷不醒的妹妹背在背上，身形摇晃的往外走。人命关天，看着这一幕，苏微微心里纵是复杂，此时也根本说不出任何阻止的话，否则白芷怕是要当场和他拼命。另一边，温暖干燥的石洞内，独自躺在竹床上的林峰原本正在熟睡，突然他听到洞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林峰的双眼瞬间睁开。白芷姐姐，你先在这里等一下，我先进去叫醒林峰大哥。这声音，温若晴，她怎么来了？林峰大哥，你怎么还没睡？我倒是想问问你，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温若晴此时也顾不得寒暄，赶紧凑到林峰面前，神色焦急的道：林峰大哥，时间要紧，我就直说了，白芍发烧了，情况很着急。白芷想向你求退烧的药，现在带着人就在外面等着呢。发烧了。闻言，林峰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在荒岛这种环境下，发烧确实很危险，严重的话真的会要人命。他手里的草药虽然有退烧效果，可数量并不多，他心里更倾向于给赵雅这些自己人留着。万一他把珍贵的药草都给白芍用了，结果人还是没救回来，那到时候白芷搞不好会立刻翻脸，反过来怪他为什么没有救好他的妹妹，那可就恶心了。见到林峰这副沉思不语的模样，温若晴瞬间就明白了他的顾虑，但明白归明白，他终究还是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一个共同艰难生活了1个月的姐妹就这么命丧黄泉。为了给白芍伯奈一线生机，温若晴咬了咬红唇，凑上前去，小声的告诉了林峰一个关于双胞胎的秘密。待到温若晴解释清楚后，林峰当场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道：啥玩意儿？生理共感还有这种事儿？千真万确。林峰大哥，你要是收下他们的话，以后绝对乐器导多哦。行了行了，你先去把他们叫进来，我看看情况再说吧。温若晴连忙应了一声，转过身出去，将背着妹妹的白芷领了进来。白芷刚进石洞，便小心的把白芍放在地上，还不等林峰上前仔细打量，只听扑通一声，白芷双膝一软，直接跪在了林峰面前的碎石地上。林峰，求求你，只要你能救活我妹妹，我什么都愿意做。林峰走到白芍身边，弯腰将她滚烫发软的身体打横抱起，小心放在竹床上。他伸出右手，用手背贴在白芍的额头上，那滚烫的温度让他眉头猛地一皱，同时他也启动了系统带来的鉴定能力，状态重度高热，体温39.8摄氏度，且仍在持续上升，危险系数高。能救应该是能救，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救他需要消耗我不少珍贵的草药。我林峰不是什么大善人，我的资源也不是白来的。如果我把他救活了，从今往后你们姐妹2个都是我的人了。听清楚，不是之前那种干活换食物的临时工，是永久性的。我让你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同意我就动手，不同意现在就带着他离开。我答应，我答应，只要能救小芍，我们姐妹俩这辈子都是你的人，做牛做马都听你的。林峰见状，不再废话，他转身从竹架上扯下一块柔软的鹿皮，丢给旁边的温若晴，迅速吩咐：若晴，去烧点温水。温若晴接住鹿皮，急促地应了一声：哎，我这就去。把他身上的外衣全部脱了散热，等温水烧好了，用温水给他反复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切记，绝对不要用冷水。而林峰本人则是走到山洞深处，挑出几种晒干的退烧草药，丢进一节粗壮的竹筒里。他拿起一根削得光滑的木棍充当药杵，开始用力捣了起来。干燥的草药很快被他捣成了细碎的粉末。捣得差不多了，林峰才往竹筒里加入适量的清水，将其架在火堆旁开始熬煮。没过多久，竹筒里的药汤便咕嘟咕嘟的沸腾起来，散发出苦涩的草药味。救人如救火，林峰自然不会干等着药汤自然放凉。他取过2个干净的陶碗，端着滚烫的药汤径直走出了石洞。林峰就站在洞口，借着夜里的冷风，将滚烫的药汤在2个陶碗之间来回倒腾，利用空气对流让它快速降温。眼看药汤倒腾的温度差不多了，他端着碗快步折返回了石洞。此时的石洞内，温若晴和白芷已经给白芍擦拭了好几遍身子。他大步走到白芍身边蹲下，在白芷充满希冀和紧张的注视下，伸手托起白芍的后脑勺，用陶碗边缘抵住她的嘴唇，小心翼翼地往里灌了一小口药汤。处于深度昏迷中的白芍根本不具备吞咽反射，那微苦的药汤刚一入喉，便直接呛进了气。咳，还咳！白芍直接剧烈咳嗽起来。林峰面色一变，赶紧把她整个人拖抱起来，一边扶着她坐直，一边用力拍打她的后背，让她顺气。麻烦了，他已经烧得失去意识了，根本咽不下去药。白芷一听，整个人顿时又慌了，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那怎么办？小芍咽不下去药，是不是就没办法退烧了？林峰，求求你，你想想办法啊！林峰揉了揉太阳穴，在脑海的知识库里疯狂搜寻着应对之法。昏迷、高热、无法吞咽，急需快速吸收退烧成分。忽然间，一个在现代医学上非常常用的偏方手段跳了出来，而且最巧的是，他的手里刚好有能用得上的工具。想到这里，林峰放下药碗，快步走到石洞角落里之前，从海滩上捡回来的大黑行李箱前，他蹲下身，迅速拉开拉链，开始在箱子深处一顿翻找。他的右手在箱子最底层的玩具堆里一阵摸索，指尖终于触碰到了一件冰凉坚硬的玻璃制品，找到了。在温若晴和白芷近乎呆滞的目光注视下，林峰缓缓
款把手抽了出来，他的手里是一个足足有成年人小臂长短、管身极粗的透明玻璃注射器。迎着两个女人完全傻掉的视线，林峰脸色有些尴尬的干咳了一声，他扬了扬手里那只大的有些夸张的注射器，缓缓开口：“那个，你们听过职场给药法吗？”白芷看着林峰手里那大的有些夸张的注射器，整个人都傻了。一旁的温若晴更是双颊滚烫，眼神飘忽。林峰大哥，你该不会是想……林峰面色坦然地解释道：“别瞎想。”这叫职场给药法，在现代医学里，这是一种非常常用的急救和退烧手段。直肠黏膜拥有丰富的微血管，对药物的吸收速度极快，甚至不亚于静脉注射。这是目前唯一能让它快速退烧的办法。听完林峰这番有理有据的科普，温若晴和白芷眼中的荒谬才渐渐褪去。那个林峰，我能不能先出去？在外面待着，我害怕。他害怕自己待会儿在林峰和温若晴面前会因为蹦跶而露出什么极其丢人的反应。你怕什么？又不是给你用。然而话刚说了一半，林峰的脑海中猛地闪过刚才温若晴对他说的话。林峰的动作僵了一下，有些古怪的看了白芷一眼，随后清了清嗓子，改口道：“行吧，你要是实在害怕，去洞口待着也行。若晴，帮我把白勺翻过去扶好。”好的，林峰大哥。温若晴虽然羞得满脸通红，但还是顺从的走上前帮忙。白芷如蒙大赦，低着头快步走出了山洞。夜风吹在白芷滚烫的脸上，稍微带走了几分燥热。她靠在石壁上，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然而她刚一抬头，整个人便当场僵在了原地。只见大营地那边，苏微微、秦岚等人正站在洞口，神色复杂地看着她。而另一边江月的营地里，江月和陆昭然也正隔着一段距离，默默地朝她这个方向张望。怎么回事？白芷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估计是林峰不肯给药吧？难不成林峰那里也没有药？白芷这副样子，怕是伤心过度的快要急疯了。白芷站在两个营地众人的视线焦点中，整个人都傻了。他本以为逃到外面能免去丢脸，谁能想到外面的观众居然更多。要不还是回洞里去吧。白芷一咬牙，刚想转步往回走，然而还没等他迈出第一步，一股突如其来的异样感觉从他的尾椎骨窜上了大脑。洞里，林峰动手了。白芷当场倒吸一口凉气，身体顿时僵在原地。天哪，白芷姐姐哭得连站都站不稳了吗？看她抖成那样。众人的注视下，白芷终于伤心到彻底失去了力气，啪嗒一下，整个人直接摔在了碎石地上。秦岚惊呼一声，本想上前，白芷，她这是伤心过度，哭得站不稳了。江月也默默摇了摇头，以为白芷是因为白勺无药可医，彻底绝望了。白芷姐，林峰大哥已经弄好了，快进来吧。不过你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呢。若晴，你别说了。白芷窘迫的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身子无力的靠在温若晴身上，在她的搀扶下，一步一步极其别扭的挪回了石洞。林峰正站在清洗注射器，听到动静转过头来。当他看到走路姿势古怪的白芷时，眼眸中闪过一丝恍然，心中终于彻底确信温若晴说的共感是真的。没事了，你妹妹已经灌下了汤药，药效应该很快就会发育昏晕。不过在这期间，你也别闲着，多用温水，多帮她擦拭身体，继续物理降温。我有点累了，现在一边歇会。听到林峰的话，白芷总算是放下心来，低着头道了声谢。谢谢你，林峰。说完，林峰拍了拍手，自顾自地坐在一旁，闭目养神起来。他来到竹床边，看着白勺，即便在昏迷中，也因为体内的药液与异样感而微微蹙起了眉头。白芷一边轻柔地给妹妹擦拭着，一边忍不住在心里苦笑。好你个丫头，你闭着眼轻轻眉头一皱，什么都不知道。姐姐我可是在外面替你受尽了苦头，连脸都丢尽了。不过吐槽归吐槽，只要妹妹能挺过来，这一切的羞耻和付出就都是值得的。清晨的微光洋洋洒洒地照在海面，而林峰山洞中还残留着淡淡的草药苦涩。白芷一夜没合眼，她不知疲倦地用温水为妹妹擦拭着身体。好在白勺的体温确实降下来了一些，从先前的滚烫转为了低热，但人依旧没有醒来的迹象。接近中午的时候，躺在竹床上的白勺终于苏醒，她那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慢慢睁开了双眼，头好痛。白芷一直守在床边，见状发出一声惊呼，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小勺，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姐，我这是怎么了？头怎么这么痛？白芷抹着眼泪，抽噎着解释：你发烧了，烧得不省人事。我们大半夜搬来这里的，要不是林峰拿出药来救你，你这条命今天就交代在这了。听到这个名字，白勺眸子里闪过一丝惊讶，他费力地转动脖子四处打，这里确实不是大营地的石洞，而在不远处，一个宽阔的身影正背对着他们，低着头弄着什么。白勺喃喃自语：原来我被林峰救了。不远处的林峰听到动静，转过头来看着这对奇葩姐妹，林峰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他无语地摇了摇头，忍不住低声吐槽了一句：人才啊！在一旁憋笑憋得肚子疼的温若晴赶紧开口，打破了尴尬：开饭啦！林峰今天特意嘱咐做了一顿丰盛些的午餐。当温若晴端着陶罐走过来时，醇香的鸡汤味瞬间弥漫了整个石洞。白芷的肚子非常配合地发出咕噜声，她昨天折腾了近乎1天1夜，她是又累又怕，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陶罐里盛着金黄色的鸡汤，里面炖着一只肥美的野山鸡，旁边还卧着几个圆滚滚的荷包蛋，甚至还有一盘散发着甜香的煮红薯。白芷咽了咽口水，但她没有先顾自己的肚子，她接过温若晴递过来的第2碗肉，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鸡肉，凑到白勺嘴边：小勺，快吃点肉补补身体。然而从侧面突然伸过来一双竹筷，直接那块鸡肉在半空中截胡。白芷和白勺齐齐一愣，顺着筷子看去，只见林峰将那块鸡肉送进自己嘴里，嚼了几下咽了下去。白芷有些疑惑：林峰，为什么？
他刚刚退烧，为相功能虚弱，不能吃大鱼大肉，这叫虚不受补。接着，他用勺子盛了小半碗鸡汤，撇去油脂，又拿了一个红薯放到白勺枕边，只准喝清汤，吃红薯，肉和鸡蛋一口都不许碰。白勺看着姐姐碗里那香喷喷的鸡肉，顿时觉得委屈极了。他咬着嘴唇，眼巴巴地看着姐姐，用手指轻轻拉了拉白芷的衣角，压低声音撒娇：“姐，我想吃肉，就吃一小口。”白芷看着妹妹那可怜兮兮的眼神，心里一阵揪心。可一想到昨晚妹妹险些丢了性命的凶险，她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白芷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地把那碗盛着鸡肉的陶碗放到了一旁。随后，她端起另一碗只盛了清鸡汤的陶碗，坐到床边。白芷轻轻扶起白勺的脑袋，将陶碗边缘温柔地贴在妹妹嘴唇上，微微倾泻：“听话，先把汤喝了。”白芷眼神温柔，动作却十分坚决，示意妹妹张嘴。白勺见平日里百依百顺的姐姐这次居然这么铁面无私，连个肉芯子都不给，只好委屈巴巴地扁了扁嘴，就着姐姐的手，小口小口地把温热的鸡汤喝了下去。吃过午饭后，林峰也没有休息，他从那个黑色行李箱里翻出一套衣服，满脸不舍地用食刀将其划开，随后按照预想的尺寸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布片，开始忙活起来。温若晴有些好奇地凑了过去：“林峰大哥，你又在做什么好东西啦？”林峰没有回答，而是直接举起其中一条裁剪好的柔软布条，在温若晴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轻身向前，直接将布条伸到了温若晴某处，贴着比划了一下。的确是好东西，让我比划一下尺寸。温若晴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动也不敢动，只觉得耳根子发烫。难道林大哥终于还是忍不住？然而就在温若晴胡思乱想的时候，林峰已经收回手，将布片拿了回来。这个尺寸刚刚好。见状，温若晴终于松了一口气，同时再次开口询问：“林峰大哥，你这是在做棉布条啊？”棉布条。而在不远处的竹床上，白芷和白勺也在同一时间看了过来。如今听到林峰要动手做这个，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温若晴在短暂的错愕与羞涩后，急切地说道：“林峰大哥，我也来帮忙。”竹床边，白芷看了看林峰手里的布条，几乎只思考了半秒，他就一下倒戈了。小勺，反正现在你也该习惯了，就先别碰它了。我去帮林峰的忙。白芷说完，起身走向林峰那边。被留在床上的白勺整个人都懵了，眼看着姐姐连头都不回地往外跑，她有些绝望地大喊道：“姐，你先别走啊，我习惯不了啊，这太丢人了。”姐。然而白芷此时满脑子都是避开那折磨人的共感，哪里还顾得上妹妹的呼喊？她一路小跑来到了林峰身前。林峰，我也来帮忙。林峰斜了白芷一眼，又看了看床上咬牙切齿却又不敢动弹的白勺，嘴角扯了扯，倒也没戳穿白芷这点小心思。既然这样，那你们两个就把早上没烧完的炭取出来，然后碾成粉末，越细越好。两人领了任务，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抱着芭蕉叶和一小堆黑乎乎的木炭，坐在石洞的一角，各自拿着一根粗木棍，开始用力的砸木炭。随后细心的用木棍在芭蕉叶上滚压研磨。林峰则是削出一根极细的竹签，系上拆好的棉线，开始缝制起来。只不过他的针线活确实有些不尽人意，缝出来的边缘歪歪扭扭的，但好在结构合理，接口处扯了几次也足够结实。作为第一个样品的内胆，实用性是完全足够了。缝完手里的最后一个结，他拿着这个空布包样板，迈步走到了正忙得满头大汗的两女身边。此时温若晴和白芷面前已经堆起了一小滩黑乎乎的炭粉。蹲下身，林峰伸出手捏起了一小撮，放在指尖轻轻揉搓了几下，然而仅仅捻了2下，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因为木炭里混杂了太多细小的尖锐颗粒，工具太差，光用木棍压根本没办法把木炭完全磨成细面。看着芭蕉叶上的炭粉，林峰心中立刻做出了否定，这东西如果直接装进小布包里给赵雅、林诗音他们用，很有可能将那娇嫩的皮肤划伤磨破。荒岛上可没有消炎药，一旦破皮感染，麻烦就大了。不行，这东西绝对不能就这么凑合，必须想个办法把这些粗炭渣全部过滤掉，只要最细的那层粉末。听到这话的白芷愣了愣，她看了看四周，可是我们这里哪有筛子啊？林峰没有回答，直接转身走向了摆在石洞角落里的那个黑色大行李箱。这可是他的神秘妙妙工具箱，之前要不有这个箱子，他还真没办法给白勺喂药。然而这一次神秘妙妙工具箱却是没有发挥出任何功效。林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件合适的道具，最终他站起身，双手叉腰，环顾着整个山洞。卫生巾的制作刚一开始就进行不下去了。温若晴和白芷看着眉头紧锁的林峰，一时间也不敢出声打扰。就在林峰一筹莫展之际，他的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他转过身，看着正一脸茫然看着自己的温若晴，急不可耐道：“若晴，去把沈小棠那丫头给我叫过来。”听到林峰这突如其来的指令，正抬手擦汗的温若晴动作一下僵住，她望着林峰那有些兴奋的脸，面色顿时变得有些古怪起来。不过温若晴又不傻，无论林峰是要干正事，还是要宣泄某种兴致，她都绝对不会去多嘴过问。好，我这就去。温若晴乖巧地应了一声，放下手中的木棍，便往大营地方向走去。此时的大营地里，众人正吃着午饭，因为昨夜白勺的遭遇，让众人心里情绪都有些低落，气氛略显沉闷。见到温若晴从林峰的石洞方向走回来，坐在外围的几个女生立刻抬起头，眼神中带着关切。若晴，你回来了，白勺那丫头怎么样了？烧退了吗？大家放心吧，白勺的烧已经退下去了，林峰大哥给他喂了药，现在他精神好多了，休息休息就能恢复。听到这话，围坐在火堆旁的众人明显都暗自松了一口气。温若晴的目光就一眼锁定在人群中那个显眼的沈小棠。温若晴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一把拉住了沈小棠的胳膊。小棠，快别吃了，
林峰大哥，让你现在过去一趟。原本因为食物难吃而蔫不拉几的沈小棠，在听到林峰这2个字的瞬间，一双大眼睛蹭的一下亮了起来。他甚至连手里的果子都不要了，随手往旁边一扔，整个人直接从地上蹦了起来。沈小棠兴奋的俏脸通红，他反客为主，反手一把抓住了温若晴的手腕，急吼吼的就往林峰的石洞方向拽。快走快走，若晴姐，咱们快过去，别让林峰哥哥等急了。温若晴走后，林峰拿一根细竹条弯折成比拳头稍大一些的圆圈，用细绳系紧固定。他刚刚做好2个竹圈框框，洞口处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林峰哥哥，我来啦！一道亮黄色的身影蹦蹦跳跳的冲了进来，看着他这副跳脱的模样，林峰习惯性的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还没等沈小棠开始享受，他的目光就往下移去，落在了他私藏已久的粉色小包里的白色丝袜上。林峰微微皱了皱眉，心想脏是脏了点，但洗洗应该还能用，现在拿去洗了，说不定下半晌日头足的时候就能晒干。他想到这也顾不得许多，直接蹲下身，伸手就去抓沈小棠的粉色小包，嘴里催促道：“时间紧迫，快把你的丝袜拿出来！”沈小棠吓了一跳，林峰哥哥，小棠还没准备好呢。若晴姐还在旁边看着呢。他小声哼哼着，羞得连脖梗都变红了。一旁跟过来的温若晴看着这一幕，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也反应了过来，她忍不住抿嘴一笑，连忙拉住沈小棠的胳膊解释道：“小棠，你误会了，林峰大哥是要用丝袜做过滤的筛子，用来做棉布条的。”沈小棠眨了眨眼，脸上的羞涩一下子褪去一半。做棉布条？他一拍脑门，连忙伸手在小粉挎包里掏了掏，掏出了2双叠得整整齐齐的，连包装都还没拆的全新白色丝袜。原来是这样啊，林峰哥哥，我这里有干净的。全新的。沈小棠如释重负般的笑着，把2双新丝袜递了过去。这下轮到林峰愣住了，他接过丝袜摸了摸，确实是过滤的好材料，有些不解的问道：“你既然有全新的，怎么不把脚上那双换下来？”听到这话，沈小棠原本刚恢复正常的脸色又涌上一抹红晕，她绞着衣角，低下头，断断续续的说道：“原本前一段时间就想换的，但是在和林峰哥哥亲吻的那天，小棠就决定了，全新的丝袜要做林峰哥哥新娘子的时候。”少女的声音里带着几分青涩与满腔的赤诚，在安静的石洞里显得格外清晰。一旁的温若晴听到这句话，整个人一下感到头皮发麻。光是作为一个女人，她都能体会到沈小棠这句话对男人的杀伤力有多大。这丫头平时看着大大咧咧，可这股子直球的纯情杀伤力，实在是让人招架不住。温若晴不免暗自庆幸，得亏自己提前推着林诗音姐姐，先一步和林峰大哥确认了关系。要是再晚上几天，怕是永远也别想追上这小丫头。林峰也着实被这丫头的一番话给震了一下。他看着眼前红着脸却偷偷抬眼瞅自己的沈小棠，心里顿时一软，心想自己果然没白疼这丫头。他笑了笑，抬手拿走其中1双，然后把剩下的1双又塞回了沈小棠的手里。1双就够用了，剩下这双你自己留好。沈小棠重重的一点头，小心翼翼的把剩下的那双新袜放回包里。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了许多。林峰用小竹条窝成的圈，配合着沈小棠贡献出的白色新丝袜，很快崩出了2个精细的小筛子。他将温若晴和白芷研磨出来的粗木炭粉倒在上面，轻轻抖动，那些粗糙的硬炭渣全被挡在了丝袜上面，漏下去的则是最为细腻的炭粉。用手指去揉搓，也完全没有半点颗粒感。林峰将这些炭粉装进缝好的长条状布包里，最后封了口。就在林峰和温若晴认真组装这第1款样品的时候，沈小棠已经啪嗒啪嗒的跑到了竹床边。她看着脸色依旧有些苍白的白芍，趴在床沿关心道：“白芍姐姐，你身体有没有舒服点？”白芍趴在鹿皮被子里，看着沈小棠那张天真无邪的脸，勉强挤出一抹苍白的笑容。好多了，谢谢小棠关心。然而这边的鸡飞狗跳并没有打扰到林峰和温若晴。林峰拍了拍手上细微的线头，终于将缝合好的第1片成品拿在手中端详，总算做出来了。若晴，你去试试效果，感觉一下合不合适。只是林峰在说这一半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古怪，似是不经意间提了一嘴：“对了，这个棉布条因为里面吸水材料是碳粉芯，所以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副作用。”什么副作用？第2天清晨，白芍睁开眼，整个人只觉得神清气爽，高烧带来的虚脱感已经彻底消失不见。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昨晚姐姐白芷在他耳边念叨的那些治疗细节便涌上了脑海。不过好在早饭的香味又带给了他活下去的动力。为了掩饰心中的羞耻，白芍决定将所有的悲愤都转化为食欲。他就这么化身为干饭机器，风卷残云般的干掉了整整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鸡肉炖蘑菇，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啊！不过还不等白芍悠闲多久，就被林峰赶去和他姐姐一起去海边收网处理鱼。为了保证这种奢侈生活，白芍立马爬了起来，把右手举到脑袋上，对着林峰敬了个姿势不标准的礼，保证完成任务。片刻后，海滩边，白芍和白芷2姐妹正蹲在一块巨大的礁石旁，手里拿着锋利的竹片，一边笨手笨脚的刮鳞掏腮，一边小声交流：“姐，你别说，林峰这里的伙食是真好啊！以前我在大营地里，连做梦都不敢想。”白芍一边甩了甩手上的鱼鳞，一边2眼放光的说道。白芷也深有同感的叹了口气，看着网里那几条肥美的海鱼：“是啊，在这里日子可比之前强太多了，咱们以后可不能惹他生气，一定得留下来。”白芷，白芍。就在这时，一道明显压抑着愤怒的声音从2女身后响起。只见苏微微正双手抱胸，与周婷、方小曼一起站在他们身后。她看着白芍那面色红润的小脸，脸色黑得像锅底灰一样，冷冰冰的质问道：“白芍，既然都恢复得这么好，怎么还不回去？”微微姐，
我们以后就不回去了。昨天林峰大哥答应救小笑，条件就是我们两姐妹以后都归属他，帮他干活。好啊，白纸白烧！搞了半天你们是背叛我们，把自己卖给林峰了是不是？亏得微微姐以前还分给你们饭吃，你们就这么报答她的？听着这些刺耳的话，白芷心里也冒起火气，反驳着：当时小勺烧得那么厉害，我换个阵营救我妹妹，我有什么错？在我眼里什么都没我妹妹的命重要，而且跟着林峰大哥的日子可比跟着你们滋润多了。这里天天有肉吃，有水果，跟着你能有什么？除了野菜汤就是野果，我早就吃够了。苏微微气得浑身发抖，尤其是白勺提到肉、水果这几个字的时候，她彻底破防了。你这个白眼狼，我看林峰要求你们留下是假，你们贪图那里的好日子，找借口不回来才是真。把他们两个给我拽回去，还有这些鱼也带走。白眼狼，今天必须跟我们回去，放开我姐！你们这群强盗！白芷和白勺自然是不可能放着好日子不过，重新回去跟着苏微微去受苦。眼看姐姐的手腕都被方小曼掐红了，白勺的脾气也上来了。她左右一看，视线落在了地上的粗竹棍上，那是林峰留给他们防身用的。白勺眼里闪过一抹狠色，弯腰一把抓起竹棍，嘴里娇喝一声：让你们抢！我打死你们这群不要脸的！他双手握着竹棍，就朝着离得最近的周婷打了过去。周婷的肩膀上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下，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捂着胳膊就跑开了。白勺则理不饶人，又是2下，狠狠抽在了方小曼和苏微微的胳膊上。方小曼的眼泪疼得当场就流了下来。哎呦，我的胳膊！苏微微也疼得连退好几步，不敢置信的看着跟疯了一样。白勺，你个死丫头，你反了！你敢打我！结果白勺压根不跟他废话，举着棍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打。苏微微3人终究是没敢上前，只能在一阵叫骂声中抱头鼠窜的逃回了大营地的方向。好，你们2个有种，等被林峰抛弃了，别哭着回来！看着3人狼狈离去的样子，白芷和白勺才松了口气，瘫坐在沙滩上大口喘着气。林峰这边正独自一人朝着物资充沛的那个山谷走去。暴雨过后，林间的一切都显得格外清新，湿润的泥土上冒出了不少新鲜的蘑菇。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回头的让白芷和白勺拿上竹篮过来，把这些蘑菇全给包圆了。可就在这时，前方陡峭的灌木丛深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哼唧声。林峰的脚步一顿，脑子里立刻就想起了之前见到的野猪脚印，那个180公斤的大家伙。他面色一凛，立马握紧了手里的竹枪，整个人都戒备起来。下一秒，前方的灌木丛一阵晃动，一个庞然大物从里面缓缓钻了出来。他浑身的黑色刚毛根根倒竖，皮肤上挂满了松枝、泥沙混合而成的厚重泥甲，看起来黑亮又坚硬。嘴唇两侧2根10几厘米长的獠牙向上弯曲，闪着森然的白光。那野猪一边哼唧着，一边耸动着鼻子寻找食物。就在林峰盯着他的同时，他似乎也察觉到了空气中不一样的气味，猛地一抬头，相距不到15米的密林中，一人一猪就这么对上了。那野猪前蹄在泥地上刨了2下，掀起一片泥土，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嚎叫，这重达近400斤的庞大身躯就这么莽足了劲，朝着林峰冲撞。面对这恐怖的冲击，林峰只觉得心脏狠狠一缩，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野猪那对锋利的獠牙带着腥风，眨眼就到了跟前。好快！在被撞飞的前一刻，林峰脚下一蹬，侧身滑开。就在野猪巨大的身躯与他擦肩而过的刹那，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手中的竹枪朝着对方脖梗处狠狠扎了回去。枪尖刺中的那一刻，林峰没有感受到刺入血肉的顺畅，反而是种扎在坚韧厚皮上的顿挫感。下一秒，这根坚韧的毛竹长枪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巨力，直接从中间断开，只剩下几根竹纤维在上面连接着。而那头狂暴的野猪，仅仅是脖子上的厚泥甲被刮开了一层，溢出了一点点几乎可以忽略的血。林峰看了看自己手里握着的断竹子，忍不住骂了一句：我操喂，这皮也太硬了吧！刺痛感彻底激怒了野猪，它庞大的身躯强行扭转方向，2颗獠牙对准林峰，再次悍然发动了2次冲刺。林峰反手从背后拔出那根备用的竹枪，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野猪皮糙肉厚的身体，而是他的一只眼睛。死吧！再次避开冲撞的同时，林峰手中的竹枪狠狠刺出，直奔野猪的眼窝。然而野兽的本能让野猪在最后关头猛地一手，这一枪稍微偏了点，没有扎进眼窝，第2根竹枪也应声折断。面部受伤的野猪发出了疯狂的嚎叫，它疯狂地摇晃着脑袋，刺蹄在地上乱窜，彻底进入了发狂的状态。手里已经没了合适的武器，林峰当即放弃了猎杀野猪的想法。不玩了！趁着野猪因痛苦而疯狂甩头的空档，林峰快速跑开。他2步借力踩在一棵粗壮的樟树树干上，双手扣住上方的树枝，麻溜地往上一窜。不过2、3秒的功夫，他就已经爬上了大约4、5米高的一处粗壮大树杈，稳稳坐了下来。林峰刚刚坐稳，树底下就传来一声巨响。发狂的野猪收不住势头，庞大的身躯狠狠撞在樟树树干上，整棵大树都跟着摇晃了一下。野猪被撞得有些猛，但他没有放弃，而是红着眼在树底下转圈。坐在大树杈上的林峰擦了把额头上的冷汗，好险好险！那野猪在树底下折腾了足足半个多小时，他一次次的用头撞树，用獠牙拱树根，但奈何这棵树根本不是他能撞的。半小时过去，野猪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抬起头，心有不甘的盯着树上的林峰看了好一会，最终发出一声愤怒的哼哧声，缓缓消失在茂密的灌木丛深处。林峰在大树杈上静静坐了10几分钟，直到周围的森林重新恢复了往常的安静，他才从树干上滑了下来。落地后，他警惕地环顾四周，随后弯下腰，捡起了地上那2根断得惨不忍睹的竹矛，得想办法升级武器了。林峰拎着2根断矛回到山洞时，白芷和白勺2姐妹正受
守在洞口等他。看到林峰回来，白勺立刻放下了手里的渔网，小跑了过来，小嘴巴巴的开始汇报海滩上的战况。他一边说着，一边还握着小拳头在空中用力的挥舞，极力模仿着自己刚才用竹棍抽打苏微微的神气模样。林峰听完，紧绷了一路的神经总算缓和了些，随口夸赞道：“做得好，下次他们要是还敢来抢鱼或者抢人，继续打。”安抚完两姐妹，林峰在竹床上坐了下来，目光落在那两根断裂的竹矛上，神色重新变得凝重。他把目光转向那个黑色行李箱，里面倒是有一些手铐、插件之类的金属，但他最终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现在的条件根本没办法炼铁。林峰闭上眼睛，开始在脑海里寻找替代的办法。很快，两个最切实可行的方案浮现了出来。第一是骨器，之前山羊和野鹿留下的骨头还堆在山洞角落，尤其是羊腿骨和鹿角，质地坚硬致密。如果用磨刀石将腿骨的一端斜向磨尖，绑在长柄上，其穿透力绝对比空心的竹枪要强上数倍。第二是石器，准确的说是碎石。林峰记得在曲水那条小溪的下游碎石滩上分布着大量的灰褐色碎，这种石头质地坚硬，在受到外力敲击玻璃时，会形成极其锋利的贝壳状断口。想到这里，林峰睁开眼。白纸、白小，把竹篮和水罐带上，咱们去打水。顺便捡些石头回来。白勺麻利地抱起一个陶罐。半个小时后，三人来到了小溪的下游。由于刚下过暴雨，溪水水位涨了不少，河床两岸的泥土冲刷得干净，露出了大片大片五颜六色的卵石滩。林峰带着他们在碎石滩旁蹲下，开始在一堆乱石中翻找起来。林大哥，我们捡这么多这种灰扑扑的石头干什么呀？这东西沉甸甸的，又不能吃。林峰挑了一块碎石在手里掂了掂，回答道：“做武器。”不一会儿，林峰就捡了小半筐精选出来的碎石，随后他起身在附近的树林里转悠起来。枪头有了替代品，但枪杆也是个大问题。竹子虽然轻便且容易获取，但它是空心的，横向受力极差。新的武器必须使用实心的硬质木头来做枪杆。林峰在林间园仔细物色着，岛上的树木大多生长迅速，木质相对疏松，并不适合做枪杆。他走了一大圈，正有些失望时，一片泛着银灰色光泽的树皮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快步走过去，用系统一鉴定，脸上顿时露出激动之色，居然是白蜡树。这种木头不仅坚硬，最神奇的是它具有极佳的弹性。用白蜡杆做枪柄，在刺中目标或者受到侧向撞击时，木杆会通过弯曲来卸掉恐怖的反作用力，弯而不折，韧性惊人，真是天助我也！林峰兴奋不已，他没有合适的砍伐工具，便挑了一块边缘有些锋利的重石块，爬上了一棵碗口粗的白蜡树。他挑选了几根粗细如婴儿手臂、笔直且没有太多结疤的枝干，然后用重石块一下一下地砸下去。很快，一根韧性十足的白蜡木枝被折了下来。林峰在树上忙活了20多分钟，累得满头大汗，终于整下来7、8根长度在2米左右、粗细均匀的白蜡树枝。回到营地后，林峰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招呼着双胞胎姐妹围坐在山洞外的空地上，准备开始敲制石枪头。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1个小时过去了，山洞前堆满了碎石屑，篮子里的碎石已经被消耗了一半，可三人面前硬是没有出现一个能绑在枪杆上的枪头。林峰手里正拿着一块敲了一半的碎石，结果最后一下手抖，原本已经快成型的枪尖啪的一声又崩掉了一个大角。看着手里这块废品，终于有些心烦意乱地将其往地上一摔。这活真不是一般人干的。林峰有些郁闷地撑着膝盖，看着满地的狼藉，有些头疼。坐在一旁的白纸看着地上的碎石，又看了看林峰有些懊恼的神色，低着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突然，白纸眼睛一亮。对了，林峰大哥，要说做这种精细的手工活，我觉得江月他们营地的人手艺肯定比我们强得多。之前江月他们从大营地分家出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陶罐，那个陶罐我亲眼见过，表面特别光滑，罐口和罐身匀称，可漂亮了。甚至比林峰大哥你这几个陶罐还要好看，要精致得多。听到这话，林峰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微微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他自己做的陶罐确实只能算能用，纯粹是野路子。而江月那边居然能做出连白纸都赞不绝口的精致陶器，这说明他们那个小团体里绝对有一个在手工或者塑形方面极有天赋的人。如果让这样的人来尝试敲击碎石，成功率绝对比他这个大老粗要高得多。你是说他们营地里有擅长这种细致活的技术人才？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听到这话，林峰当即拍板，对着二人吩咐道：“白纸，去笼子里抓只鸡来。白小，带上剩下的碎石，然后跟我走。”林峰说完后，又从草堆里深处摸出了2根长长的骨头，那是前些日子那只猎鹿的腿骨，质地致密且异常坚硬。林峰低语了一句，将2根腿骨随手递给了一旁的白纸。这个用来开血槽做枪尖，绝对比竹子好使。随后，他扛起地上的白蜡树枝，迈步走出山洞。白纸提着不断扑腾的野鸡以及鹿腿骨紧随其后，白勺则咬着牙提着半篮子碎石跟在最后。由于江月的营地就在大营地隔壁，林峰3人不可避免的需要经过这里。周婷咬牙切齿的嘟囔着：“那个白勺平时看着老老实实的，怎么下手这么狠？”方小曼也恨恨的骂：“我挨的最多，那个该死的小贱人！”他们正骂得起劲，突然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苏微微本能的抬头望去，眼睛一下瞪大，只见林峰正领头走来，肩膀上扛着几根奇怪的银灰色木棍，而在他身后，白纸竟然抓着一只肥得流油的活鸡。我就说嘛，他们果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微微姐，一会儿咱们可得好好拿捏一下他们。林峰，现在知道错了，你的人打了我，现在拿一只鸡就想来赔礼道歉，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除非你让白笑。他话音未落，林峰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他连脚步都没有顿一下，抬起空闲的那只手就搭在了苏微微肩上，滚开，别挡路。然后林峰手臂肌肉发力，粗暴的往旁边一掀，苏微微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整个人直接失去平衡，脚下一滑，结结实实的摔在了地上。方小曼吓得惊呼一声，连忙去扶，微微姐，你没事吧？林峰走过去后，跟在最后面的白勺看着狼狈坐在泥地里的苏微微，冲他做了个鬼脸，不要脸，活该摔死你。苏微微坐在泥地里，气得浑身发抖。你们，林峰，可恶啊！你给我等着！不一会就到了江月营地。江月看着停在营地边缘的林峰，戒备地问道：林峰，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林峰的目光在江月脸上扫过，随后又扫视了一圈他身后的营地，最后定格在营地角落里那个表面光滑、造型匀称的陶罐上。果然如白纸所说，那个陶器烧制的规整圆润，绝不是碰运气能做出来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手工很好的人来找星妍的。江月表面上不动声色，那又怎样？林峰看着他没有否认，嘴角微微勾了勾。说完，他将肩膀上的几根白蜡树枝扔在地上，紧接着他示意白勺、白纸二人将竹篮和腿骨放下。最后，林峰从白纸手里接过野鸡，直接举到了江月的面前。江月身后的夏时宁看着那只活生生的肥鸡，眼睛都快放出绿光来了。不仅是他，就连一向冷静的江月，在看到这只鸡的时候，呼吸也明显停滞了一下。肉，这可是鸡肉，和苏微微他们一样。自打上岛来，他们的食物就只有野菜汤和野果，也就前2天暴风雨，他们在海滩上捡了一死鱼，熬了些鱼汤喝，但他们依旧非常馋那么一口肉。我的武器需要升级换代了，但这东西做起来着实太麻烦，我没那个闲工夫，所以想把它外包给你们，帮我把这些碎石敲成枪尖，再把这2根腿骨打磨成锋利的骨矛头，做成枪。这只鸡就是你们的，算是定金。等武器全部做完，我会再给你们一只活鸡作为尾款。听到2只活鸡这个价码，江月心里也忍不住产生动摇。然而他也并没有完全被鸡肉冲昏头脑，而是看着地上的碎石和腿骨，陷入了犹豫。敲击石器和磨骨头听起来简单，但绝对是极其消耗精力和时间的活。尤其是磨骨头，如果没有专业工具，全靠手磨，可能需要磨上2-3天。如果把时间投入到给林峰做武器上，很有可能会耽误他们寻找食物的进度。万一最后鸡肉没吃成，食物供应产生空缺怎么办？就在江月迟疑不决的时候，站在他身侧一直旁观的林昭然突然伸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他上前一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峰。林峰，我能问你一件事吗？你升级武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没记错，你之前用的是竹枪吧？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换成碎石和骨头？很简单，为了对付野猪。江月神情一震，林昭然扶着眼镜的手指也微微颤抖了一下。在荒岛上，野猪可不是什么温顺的家畜，那是体重动辄几百斤、皮糙肉厚、长着獠牙的丛林坦克。一旦和这种东西遇上，对于没有热兵器的人类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今天外出打猎，遇到了一只大家伙，竹枪刺上去直接折了，连皮层都破不了，所以我需要更结实的枪柄和更锋利的枪头。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遭遇野猪的地点在岛屿深处的林子里，距离这里很远很远，你们只要不作死特别往深处走，应该碰不上它。好，这笔交易我们接了。看着林峰3人离去的背影，江月营地里的紧绷气氛终于松懈了下来。火堆旁，盛星妍正用木棍拨弄着火星，清秀的小脸上带着几分掩饰不住的忧虑。她转过头看向坐在旁边的林昭然，压低声音抱怨道：然姐，你怎么这就答应他了呀？敲碎石倒还好说，可要把那么硬的腿骨磨成枪头，光是水磨工序就得花很久的时间，这肯定会耽误我们明天采集食物的进度的。星妍，这笔账不能只算眼前的工时，因为这不仅仅是在与林峰合作，也是在帮我们自己。林峰今天虽然说了那只野猪距离我们这里还很远，但对于我们这群没有重型的潜在的致命威胁，我们帮林峰制作出武器，让他有能力去对付野猪，实际上也是在为我们清除一个最大的隐患。更何况通过这次交易，我们正式和林峰建立起了合作互信的关系。在这片荒岛上，一个拥有绝对武力且讲原则的盟友，比几斤野菜野果重要得多。这笔交易利大于。昭然说的没错，不如这样吧，磨骨头这种单纯费时间的体力活就交给我吧。星妍，你手巧，专心琢磨怎么把碎石枪头敲得更锋利就行。好，就按韵姐说的办。这段时间，星妍和韵姐你们2个就专心搞武器，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用操心。采集食物和打水捡柴的事交给我们剩下的人。夏时宁也赶紧举起拳头表态，脸上满是认真，我也会加油的。江月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将目光投向了地上那只野鸡上，看着团队成员眼中那压抑不住的渴望，他当即拍板道：今晚咱们就把这只鸡炖了，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干活。这话一出，几人眼中都忍不住露出兴奋的神色，终于能吃上肉了。几个女人手脚麻利地行动起来。半个多小时后，一罐鸡汤在火堆上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肉香逐渐弥漫开来，冲散了荒岛夜晚的阴冷。江月亲自掌勺，用一双竹筷稳稳地夹起了锅里最肥美的2个鸡大腿，分别放进了盛星妍和楚韵的碗里。你们2个是这次和林峰合作的关键，也是最辛苦的，理应吃最好的。说完，
他又捞起一只鸡翅，给了作为团队智囊的林昭然。最后一只鸡翅，江月顿了顿，没有留给自己，反倒是给了一旁的夏世宁。夏世宁顿时受宠若惊，他低头看着碗里油亮亮的鸡翅，狠狠地咽了口唾沫，但他最后还是把鸡翅又往回递了过去。江姐，你天天忙前忙后最辛苦，这个还是你吃吧。行了，让你吃你就吃，从明天开始，寻找食物的事情就落在你，我还有昭然身上了。3个人里就你体能最差，需要补充。再说了，锅里肉多的是，不差这一口，赶紧吃吧。听到这番话，夏诗宁心里一阵感动，眼眶微微有些发热，她重重地点了点头，谢谢江姐。与此同时，林峰营地内，3人已经用过了晚饭。林峰躺在竹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盘算着接下来的行动路线。在手里没有合适武器的情况下，保险起见，还是别去山谷打猎了。在拿到制骨枪和碎石枪之前，他决定暂时留在安全区域，抓鱼，顺便整其他的生存设施。想到这里，林峰脑海中又浮现出苏微微摔在泥地里那怨毒的眼神，再加上他们手里还有些盐，估计短时间内苏微微是绝对不会再让赵雅或者其他人来他这里打短工了。不过无所谓，他视线微微偏移，看向了火堆旁，白芷和白勺正并肩坐在那。林峰轻声笑了笑，翻了个身坐起来，朝着2姐妹招了招手指：“你们2个过来。”听到林峰的声音，白芷和白勺的身体同时微微一颤，2张俏脸在火光的映射下瞬间变得更加羞红。他们倒不是不愿意，其实早在之前看到林诗音能在这里心满意足地喝到热腾腾的羊杂汤时，2人的心思就已经变了。更不要说现在的他们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双方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可以说现在林峰就是赶他们走，2人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下来。再加上林峰对白勺还有救命之恩，2姐妹其实早就做好了大半的心理准备，只是女孩子的矜持和自尊让他们一时有些拉不下脸罢了。白芷深吸了一口气，她咬了咬下唇，缓缓站起身，红着脸一步步挪到了竹床边。林峰大哥，那个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我和妹妹，我们从小就有一种生理共感，就是一个人受了伤，另一个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林峰听着这番话，心中其实早就一清二楚，但他脸上却故意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生理共感，这是好事啊！听到林峰说这是好事儿，他们哪里还会不明白林峰话里的暗示？林峰大哥，你就别打趣我们了。最终，白勺也红着脸站了起来，忍着羞涩走到床边，一左一右的坐到了竹床边，顺从的依偎进了林峰那宽阔温暖的怀抱中。随后，他们异口同声道：“希望林峰大哥怜惜些。”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林峰的日子过得只能用滋润2个字来形容。暴雨后漂流过来的那口黑色大箱子，终于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林峰让白芷和白勺把箱子里的各种衣服都清洗晾干。在食物的获取上，林峰这2天也暂时放弃了进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海边捕鱼上。凭借着渔网和鸡下水，短2天，他就收获了大量的海鱼。山洞里已经挂起了一排排用烟熏制的鱼竿，食物储备暴增。而江月等人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林峰的动作，在林昭然的建议下，他们也开始活学活用。盛兴言连夜用藤蔓编织了一张精致的渔网，他们学着林峰的样子，把之前吃鸡剩下来的鸡内脏和下水当做诱饵扔进浅水区，竟然也跟着网到了不少海鱼。虽说收获没有林峰那么多，但也给他们的菜单上增加了急需的肉食。中午，阳光有些刺眼，林峰正赤着脚站在浅滩水里，收起最后一网。他拍了拍手，隔着10几米的距离，朝着正在岸边清理鱼鳞的江月3人大声询问：“江月，那边的进展怎么样了？”听到林峰的声音，江月、林昭然和夏时宁同时停下手里的活，转过头看去，随即和林峰说道：“星爷已经把碎石枪尖全部敲出来了，现在在处理枪杆。骨枪的枪头硬度太高，打磨起来实在麻烦，不过最多再过2天也能全部交货。”行，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林峰从白勺手里接过竹篓，冲着江月招了招手后，悠哉地顺着沙滩往山洞走去。留身后的江月咬了咬牙，低声啐了一口：“这家伙还真是会享受。”与此同时，大营地内气氛却压抑得令人窒息。苏微微坐在中央，脸色难看得跟吃了粑一样。大营地的盐彻底用光了，没有盐分，他们熬出来的野菜汤都苦涩难咽。苏微微不是没考虑过重新和江月做交易，用大营地的东西换点盐回来，但问题是，自从白芷和白勺这2个劳动力叛逃之后，大营地每天采集到的食物连自己人都喂快不饱，哪里还有多余的余粮去跟江月做交易？苏微微就算是不愿意，也只能妥协。苏微微咬着牙：“行了，别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下午派一个人去林峰那边打工，去换点盐回来。”这话一出，林诺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整个人直接从地上蹦了起来，迫不及待的第一个举手：“我去，微微姐，该我了！”看着林诺那迫不及待的兴奋模样，苏微微心中冷笑连连，真当自己看不出他那点心思。当初白芷和白勺也是这么听话，结果去了林峰那，还不是直接叛逃不回来？林诺这急吼吼的样子，要是放他过去，指不定第2天就乐不思蜀，跟着叛变了。苏微微把目光转向林诗音的时候，后者立刻站了起来：“既然如此，那就我去吧。”林诺一听，顿时急了，瞪大了眼睛看着林诗音，恨不得上去咬他一口。行，那就林诗音姐姐去吧。苏微微，你妈了个！当天下午，林诗音如期来到了林峰的营地。林峰这边下午确实没什么粗重活计，林诗音只是帮忙翻晒了一下鱼竿，扫了扫洞口的落叶，便再无事可做。晚餐时分，林峰看着站在火堆旁的林诗音，心中微微一动，突然笑道：“我还从来没听过你这个大哥后唱歌呢。”林诗音愣了一下，看着林峰那带着笑意的眼眸，又看了看旁边一脸期待的双胞胎，随即大方展颜一笑：“那我就献丑了。”夜色已深，心静点点，
篝火旁，我心飞扬，愿与君共良宵。白芷和白芍两姐妹从火堆里抽出2根尚未完全熄灭的细木炭棍子，拿在手里在空中招来招去，红色的炭火划出一道道明亮的弧线，宛如演唱会现场挥舞的荧光棒。在这残酷原始的荒岛上，一场只有4个人的演唱会，却显得无比温馨而又浪漫。林峰一边享受着耳畔温婉的歌声，一边悄然捏紧了拳头，感受着指节间传来的澎湃力量。林峰眸光发冷，身体素质一天比一天强了。等江月他们把碎石枪和骨枪完工，畜生！下次再遇到你，就是你的死期。之后的2天，林峰有些坐立难安。他虽然表面上依旧和双胞胎在山洞里胡闹，但心思显然已经飞到了那头野猪身上。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会站在山洞口，盼望地朝着江月营地张望。对于力量的渴望，让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拿到新武器。终于，在第3天清晨，林峰刚站到洞口，就看到江月等人抱着一堆长条装物品走来。武器来了！此次来为林峰送货上门的是江月、林昭然和盛星妍3人。江月率先走上洞口前的平地，将手里的2杆长枪放在地上，接着盛星妍也小心翼翼地将怀里的碎石枪码放整齐。林峰，东西带来了。林峰微微点头，没有邀请他们进入山洞的打算，而是直接俯下身，伸手拿起了其中一柄骨枪，开始仔细端详起来。惨白色的骨枪枪尖，锋刃处被磨得极薄。然而，最吸引林峰注意的是枪头与枪杆连接的部位，这里不仅用细密的藤蔓缠绕了数圈，而且在缝隙之间隐约渗透出一种黑褐色的胶状物质，凝固之后显得异常坚硬，将骨头和木头彻底融为了一体。林峰在那层黑褐色的胶状物上用力抠了抠，上面连一丝划痕都没留下。站在一旁的陆昭然推了推眼镜，解释道：“这是我们用白桦树皮熬制出来的焦油粘上去的。原本这种粘上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滤才能达到最大强度，但因为时间紧迫，我采用了一些外力辅助，在涂抹焦油并进行初步粘合后，然后放在炭火上方进行烘烤。藤蔓在烘烤脱水的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收缩压力，从而给连接处施加了一个持续的向内挤压力，迫使它们彻底咬合。现在它的牢固程度，除非枪杆彻底折断，否则枪头绝不可能脱落。”听完林昭然的解释，林峰不由得多看了这个戴眼镜的女人一眼。要知道，白桦树焦油可是被称为原始黑科技的存在，说是一句天然胶水都不为过。他没想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林昭然居然能够凭借着简陋的条件把这种知识利用起来。这女人是个人才啊！而就在林峰低头专注地研究骨枪细节的这会儿，站在洞口外的江月3人视线则不由自主地往洞穴内部看去。洞里最显眼的，自然是那一排排挂在竹架上的熏鱼干和羊肉，以及角落里堆积如山的红薯和一大筐的水。江月和盛星妍眼里闪过一丝掩饰不住的艳羡，在这个连肚子都填不饱多的荒岛上，林峰的物资储备简直富裕的像个地主老财。行了，试试分量。他深吸一口气，身形往后撤了一步，在空地上猛地挥舞了起来。林峰自然是不会什么枪法，他纯粹是凭借着自己那的恐怖蛮力，在大开大合的挥舞。2米长的骨枪被他舞得虎虎生风，带起了一阵烈烈风声，吓得江月拉着盛星妍和林昭然连连往后退。林峰猛地一记直刺，枪尖停在半空中，还因为急停轻颤。这分量，这手感，这柔韧度简直完美。虽然他是个纯门外汉，但这枪在手里，他感觉自己能一枪捅穿那头该死的野猪。一旁缓过神来的白芍凑了过去，他大着胆子从地上拿起了一把稍短一些的碎石枪。白芍看了看那边缘布满了细密锯齿、泛着乌光的黑灰色碎石枪头，他眨了眨眼，从堆放野果的竹筐里拿出一根香蕉，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香蕉在碎石枪刃上轻轻一划。只见那根带皮的香蕉甚至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直接在白芍手中齐刷刷地断成了2半，切口平整光滑。我的天哪，好锋利啊！这要是划在人身上……白芍，别浪费食物。香蕉是拿来给你玩的吗？我就是试试吗？眼看着姐姐眼神越来越不善，白芍赶紧把断成2半的香蕉剥开，并且将其中一半递到白芷嘴边，讨好的说道：“姐姐吃，我们1人1半，没浪费。”白芷看着妹妹那讨好的傻样，也有些无奈，只得接过香蕉。姐妹俩就这么站在一旁，1人1半，甜甜的嚼了起来。看着这2姐妹的互动，林峰忍不住笑了一声，随后他放下骨枪，重新伸手拿过一把碎石枪，仔细端详起来。这6把碎石枪，无论是藤蔓缠绕的圈数，还是枪头打磨的弧度，都规整的令人发指，并排放在一起，简直就像是现代工厂流水线上下线的产品。林峰挑了挑眉，赞叹地问了一句：“这手艺真不错，谁弄出来的？”听到林峰的夸奖，一直站在后面的盛星妍终于忍不住了，他有些小骄傲地挺起胸膛上前一步，得意洋洋地扬了扬下巴。当然是我了。林峰听到这话，这才将目光转向了这个之前一直没怎么注意的女孩，看了一眼后，又转头朝林昭然缓缓地开口道：“都是人才啊，怎么样，要不要考虑一下？跳槽来我这边？”听着林峰这毫不遮掩的挖角宣告，江月脸色顿时变得极其精彩，他甚至忍不住在心中疯狂吐槽：这世上怎么能有脸皮这么厚的人？自己好歹也是名义上的营地队长，林峰居然当着我的面明目张胆的挖人。林昭然却平静地推了推眼镜，说实话，看到你这山洞里堆积如山的物资，
我真的很心动。在荒岛上，谁不想跟着一个有实力、能让人顿顿吃饱的强者？但江月一路上带领着我们抱团走到现在不容易，我不能仅仅是因为一句话就背叛他。不过岛上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谁也说不准明天会发生什么。要是哪天我们那个小营地真的撑不下去了，到时候我们厚着脸皮来投奔你，林大老板可千万别嫌弃我们没用，把我们往外赶啊！他这话倒是说得漂亮，不仅丝滑地将林峰的拉拢拒绝掉，同时肯定了林峰的强大与富足，甚至还给未来留了一条极其自然的退路。林峰本就是随口一试，却没想到得到了这样一个回答，那真是可惜啊。说实话，我对这次的合作非常满意，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辛苦了。目前所有人里，只有你一个人有能力对付野猪。你如果赢了，我们以后进林子采集也能安全不少。所以，帮你也是在帮我们自己。白勺，去抓一只鸡，另外再去拿2挂香蕉给他们。听到林峰爽快地结了尾款，甚至还额外追加了2挂香蕉作为额外报酬，江月等人的心总算是落回了肚子里。盛星眼感受着因为搓藤条而火辣辣掌心，心想倒也不是不值。江月也是大喜过望，开口道：“真是多谢。”没过多久，江月3人的手里就多了一只鸡、2挂香蕉。临走前，江月还回过头，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次合作。看着3人彻底离去，林峰看着这堪称奢华的武器，信心瞬间膨胀到了极点。他抬起头，看向丛林深处，在心中大声咆哮：“朱刚业，你最好提岛，别让我撞见你，不然你他妈就完了。”待江月等人走后，林峰弯腰整理起装备来，并且换了一句：“白纸、白勺，你们过来。”林峰转过身，2只手分别握着一根碎石枪，这2把枪以后就属于你们了。林峰面色严肃，将2只碎石枪分别递到了白纸和白勺的手。给我们。在这个岛上，没有规矩就是最大的规矩。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们就拿着武器保护好营地，别让人偷了或者抢了。说到这里，林峰的眼神眯了起来，扭头看向大营地。要是真有人敢不长眼，那就叫他们尝尝厉害。听懂林峰话里意思的白纸忍不住咽了口唾沫，随后双手握紧碎石枪，眼神坚定。林大哥，你放心吧，只要我和妹妹还在，谁也别想动洞里的一点东西。一旁的白勺也使劲点头，小脸蛋上满是严肃。见状，林峰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抬头看了看天色，喃喃道：“时间还早得很，得去看看了。”说完，他拿起一支骨枪，身上挂一张藤条渔网，轻装上阵。看好家，我很快回来。交代完后，迈着大步走出了山洞。他这一路上健步如飞，没过多久，那片资源丰富的隐秘山谷便再次呈现在林峰眼前。林峰顺着记忆中的路线，查看自己之前在这里布置的7、8个陷阱。然而，当他来到第一个套索陷阱前时，眉头却不由得微微皱起。套索陷阱已经被触发了，但吊在半空中的只剩下一具隐隐散发着腐烂恶臭的野鸡尸体，显然已经死去了好几天了。林峰嫌弃的用枪尖将腐烂的鸡尸挑到一旁，重置好陷阱。接着是第2个、第3个，一连查看了6个陷阱，情况都大同小异。看来以后陷阱得天天巡，不能偷懒了。林峰嘀咕了一声，动作利索的把所有损坏的陷阱全部重置了一遍。重置完最后一个套索，林峰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略微有些不甘心。总不能就这么白跑一趟吧？更何况他怀里这杆白森森的骨枪，可还一直饿着呢。既然来了，那就顺便试试这新枪的威力吧。说完，他不再隐藏身形，而是故意在灌木丛中踩出沙沙的动静，开始主动在山谷里驱赶猎物。很快，一只褐色野兔嗖的一下从灌木丛里窜了出来，发了疯似的朝林峰反方向逃窜。林峰眼底金芒一闪，脚下发力，右腿在地面上猛地一蹬，快速追了过去。很快，林峰就已经单凭着耐力优势追上了狂奔中的兔子，右手骨枪猛地刺出，锋利的骨质枪尖瞬间贯穿了野兔的身体，直接将其死死地钉在地上。野兔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当场归西。林峰拔出长枪，忍不住赞叹了一声：“够快，够锋利。”接下来的半小时内，林峰彻底在这片山谷里打起了一场单方面的低端局。凡是跑得慢了点、飞得低了点的野兔和野鸡，只要被林峰盯上，迎接他们的便是一枪一个，干脆利落。很快，林峰的藤网里便已经塞进了2只肥瘦的灰兔和3只羽毛丰满的野鸡。测试完骨枪的性能，林峰很是适时地收回了手，免得太过火，把附近所有的猎物都吓跑。这新武器的锋利程度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让他对下次遇到野猪的第2回合有了更多的底气。把猎物用渔网兜好，林峰又摘了点水果，这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回程的路上，林峰不紧不慢地走着，脑子里却在不停地思索着接下来的规划。目前在武器和生存装备方面，可以说是已经基本够用了。那么接下来该搞点什么呢？继续一成不变的打猎，还是趁着现在多做几个存水、存粮用的陶罐？就在林峰路过那片白蜡树附近时，他忽然灵光一闪，对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林峰一拍大腿，眼睛里满是兴奋。既然现在都能提炼天然胶水了，密封性能拉满，那我为什么还要费劲巴拉的去烧泥巴做陶罐？我可以直接做木桶啊！木桶不仅比陶罐更轻便、耐摔，而且容量更大，制作难度也低得多。更重要的是，要是能在这荒岛上舒舒服服的泡个热水澡，那该是一件多美的事。但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他有大把的竹子，有锋利的碎石，还有天然的白桦树胶油和白蜡树胶水作为密封剂，做一个大型木质浴缸，简直不要太简单。一想到那种全身都浸泡在热水里的舒适感，林峰脚下的步伐都不由得加快了几步。不到片刻，林峰便回到了山洞，白勺就踩着小碎步，一脸殷勤地迎了上来。林大哥，
你快看！林峰微微一愣，接过那支长枪仔细一瞧，这才发现，在枪杆靠近尾端的地方，居然多了个精致的刻痕，那是一片栩栩如生的枫叶标志。林峰见状，忍不住挑了挑眉，净整这些没用的。我说大半天不干活，就在这根枪杆子过不去了。怎么能说这些是没用的呢？这可是属于林大哥的标志，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它。与此同时，大营地附近的密林里，苏微微坐在一块石头上，脸色难看的要死。在她身边围着周婷、方小曼、秦岚、陈瑶以及大营地里体能最好的柳霜。周婷有些不安地看了看四周，微微姐，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营地里商量吗？非要来这里？苏微微没说话，而是从兜里掏出了一片被反复折叠的宽大绿叶。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苏微微一层一层地将绿叶展开，露出里面最后一小撮食盐，那分量估摸着连一顿饭的量都凑不够。她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烦躁：我们的盐又快见底了。然而站在一旁的方小曼看了那片叶子一眼，脸上却露出一抹不以为意的神色。在她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难事，语气轻松地开口道：既然这样的话，让林诗音或者赵雅再去林峰那里一趟不就行了吗？反正之前去换盐也挺顺利的，这有什么好发愁的？听到林峰这两个字，又看着方小曼那副轻松甚至觉得理所当然的散漫态度，苏微微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她一把将叶子攥在手心，破口大骂道：林峰，林峰，又是林峰！张嘴林峰，闭嘴林峰！他是你爹吗？今天去求，明天去跪，我们所有人的命脉就这么被他捏在手里，你们甘心吗？看着苏微微突然发疯，方小曼当场吓得不敢再吭声，秦岚等人也是面面相觑，唯独柳霜没有被对方吓到，那张显得有些英气的脸上眉头紧皱，随后上前一步：那你想怎么办？既不想去低头找林峰，我们自己又弄不出来盐，总不能去喝海水吧？苏微微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字一顿地说道：所以我决定来一票大的，彻底解决我们营地以后用盐的问题。大的，微微，你想做什么？我们可惹不起林峰。苏微微冷笑了一声：林峰我们惹不起，但江月那边可就好对付多了，尤其是懂得制盐的那个叛徒。说到这里，苏微微凑近了众人，压低声音：只要我们趁夏时宁落单的时候把他抓过来，还怕逼不出制盐的方法吗？你疯了！夏时宁好歹和我们一起在荒岛上生存过，你现在居然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去对付他，你还有没有底线？苏微微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猛地转过头，指着四周荒凉的丛林咆哮道：底线？柳霜，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里是荒岛，一个只有弱肉强食的鬼地方！你跟我谈底线，等过几天你没有盐吃，虚弱的路都走不稳的时候，你的底线值几个钱？总之，我不同意这个计划。生存确实残酷，但我做不到对夏时宁动手，也瞧不起这种行为。苏微微被柳霜的态度气得怒极反笑，她看着柳霜，竖起一根大拇指：瞧不起？柳霜，你了不起，你清高，你最懂做人的底线。行啊，既然你这么有骨气，那以后营地里要是弄到了盐……面对苏微微赤裸裸的威胁，柳霜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柳霜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平静而决然：随你的便，哪怕是天天啃树皮掘草根，我也绝不会参与你们这种肮脏的勾当。总之，我绝对不同意这个计划，言尽于此。说完，柳霜扭头就离开此地。看着柳霜离去的背影，苏微微气得浑身发抖，忍不住狠狠地啐了一口：呸！不识抬举的贱人！一旁的陈瑶看着这一幕，心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他扯了扯苏微微的衣角，嘀咕道：微微，要不算了吧，万一这事被林峰知道了怎么办？他今天上午才刚跟江月他们交易完，万一我们动了夏时宁，他插手进来帮江月他们出头，我们可就倒霉了。秦岚也站出来劝说：说的是啊，到时候可就真的不止一点盐的问题了。你们怕什么？他们之间不过是做过交易而已，又不是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再说了，我们到时候只要动作快点儿，把夏时宁弄过来，拿到制盐的方法，立马就把他放回去。到时候林峰就算想帮他们出头，又能怎么样？我们已经拿到想要的东西了，难道他还能为了这点事儿把我们全都杀了不成？这番话也打消了周婷和方小曼的顾虑，陈瑶和秦岚也只能低下了头，选择了默认。很好，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人都盯紧点江月他们那边的动向，一旦发现夏时宁落单的机会，立马出手。陈瑶端着碗喝了一口白水煮野菜汤，脸色皱得跟生啃苦瓜似的，真难喝啊！虽然才断盐一天，身体不至于出现无力的生理反应，但嘴里都淡得很，让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有些烦躁。不远处，赵雅和林诗音等人凑在一起，手里的食物也没有吃下多少。林诗音用肩膀轻轻撞了撞赵雅，低声嘀咕着：你说苏微微是不是脑子有病啊？都没盐了，居然还嘴硬着，提都不提去找林峰换盐的事儿。管他呢，他爱折腾就折腾去，自己作死，咱们搭理他干嘛？更何况咱们白天不去，晚上一样可以像以前一样去吃一顿好的，还能给林峰省点盐。说的也是。他看着赵雅那平和的状态，终于还是没忍住开口问了一句：赵雅，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真的长久的搬到林峰那里去生活？白芍、白芷2个晚来的都已经名正言顺的留在他那儿了，反观我们还要在这个鬼地方天天陪着苏微微演戏，难道你一点都不着急吗？急有什么用？我现在一睁开眼就想看见他。可是你想过没有，要是咱们现在一股鸟的全都搬过去，林峰得承受多大的压力？他每天打猎捕鱼都够累了，我们这么多人过去，光是吃饭都是个大问题。再说他那山洞就那么大，根本就住不下所有人，咱们现在挤过去不是添乱吗？听到这里，林诗音咬了咬嘴唇，低下了头。赵雅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那我们明天偷偷去开林峰的宝马去兜风吧。林峰已经吩咐把那台21年的宝马3系放瓜子14.2万卖给了个人，比车商给的价格高了10%，买家也省了5000多。为啥瓜子能车主多卖钱，买家少花钱呢？因为瓜子是个人卖个人，没有层层加价，被中间环节吃掉的钱回到了买卖双方的口袋里。如果要卖车或买车，瓜子个人卖个人，车主多卖钱，买家少花钱。再给林峰一点时间，等他把那边完全准备妥当，或者等他需要我们过去帮忙的时候，我们再慢慢搬过去。放心吧，他心里一直有我们。林诗音深吸了一口气，浮躁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最后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温若晴坐得稍远一些，默默地注视着大营地里发生的一切。这2天，她总觉得大营地里有些古怪。周婷和方小曼见到柳霜时，更是隐隐和对方拉开距离，那种下意识的排斥和防备根本藏不住。大营地明明离不开柳霜，苏微微到底哪来的底气，敢在这个时候排斥功臣？想不清楚，温若晴干脆就不想了。她决定，接下来的日子里，自己必须盯紧苏微微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有不对，立刻向林峰汇报。与此同时，林峰营地内此时正弥漫着2种截然不同的气味。洞口外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焦糊气味，而在山洞内部却是飘荡着淡淡酒香。此时，林峰正蹲在山洞深处，手里摆弄着泥巴，为接下来密封酒罐做准备。林峰出来了，真的出来了！白芍一边兴奋地喊着，一边扬了扬手里端着的一个小竹筒，竹筒里正盛着一滩黏糊糊的黑色液体。他迫不及待地把竹筒递到林峰眼前，兴奋地说道：“你看，我们按照你教的方法，居然真的熬出来焦油了！林峰，你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奇奇怪怪的知识呀？”林峰在白芍鼻尖捏了一下，在上面留下一块泥渍，气得后者直跺脚。白芷则是深吸一口气，把目光落在了地上那一堆大大小小的精致竹片上。林峰，焦油既然熬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做水桶和浴缸了？先不急，你们来的刚好，先帮我把这酒过滤了。闻言，姐妹2人的眼神齐刷刷的亮了起来。啊，酒已经可以喝了吗？白芍欢呼一声，恨不得马上痛饮一杯。林峰看着白芍那副哈喇子快要流出来的模样，顺手往她手里塞了一个白丝筛子。想什么呢？现在只是初次发酵结束，里面全是果肉残渣，得先过滤出来密封，2次沉淀几个星期才能入口。现在喝，明天你就得上吐下泻，到时候要是又昏迷了喝不下药，我可又得把针筒拿出来了。被提及黑历史，白芍瞬间脸部泛红，低下头忍着羞耻开口：“求你，你别说了。”好啦好啦，林大哥逗你玩呢，赶紧干活吧。由于白丝筛子实在太小，林峰只能用竹勺一点一点的将果肉连同汁水舀出来。姐妹俩在下面一人举着一个筛子过滤，白芍举着筛子，小嘴还叭叭个不停。过滤的活有些枯燥，但3人配合默契，山洞里时不时传来白芍的笑声和林峰的调侃，倒也不算无聊。又过了2天，1日午饭前，江月营地内，夏时宁见到营地里的水不多了，便转头对着江月喊了一声：“江姐，营地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江月正忙着帮林昭然整理物资，听到声音下意识回了一句：“好。”路上小心点。好嘞。夏时宁提起头，独自一人踩着那条熟悉的小路，哼着小曲儿朝着小溪的方向走去。苏微微3人对视一眼，皆是默不作声的也跟着出了营地。沈小棠发困的打了个哈欠，结果一抬头，刚好瞧见苏微微3人离开，手里还拿着棍子。他有些疑惑的询问道：“这都快吃饭了，他们干嘛去了？神神秘秘的。”闻言，秦岚眼中闪过一丝慌乱，还是作为影后的陈瑶面不改色道：“他们3个吃坏肚子了，一起去后面林子里上厕所了。”沈小棠显然不太相信这个借口，上个厕所还要3个人一起，还带着棍子。坐在一旁的温若晴没有说话，只是悄无声息地站起身，从秦岚他们看不到的角度离开营地。林峰营地内，林峰正专注地一下下打磨着一柄新石斧的边缘，地上已经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件刚刚完工的工具，一柄用坚韧藤蔓和焦油固定的石锤，以及几把用坚硬毛竹削制的竹锹。此时，白芷和白芍2人也正围在浴桶旁忙碌着。白芍正蹲在浴桶内部，手里拿着一根竹片，正细心地将焦油一层层地涂抹在浴桶内侧的主板缝隙处，做着最后的防水层。而白芷则坐在外面，双手拉紧一根藤蔓，借着全身的力气将浴桶外围的主板箍紧。白芍，焦油涂厚一点，不然泡着泡着漏水了，可就丢脸了。放心吧姐，我干活可仔细了。就在这时，营地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温若晴快速地跑了进来，她不等看清里面的状况，就快速开口道：“林大哥，不好了！苏微微、周婷和方小曼3个人刚刚鬼鬼祟祟出了营地，跟着夏时宁，我怀疑他们要对夏时宁做些不利的事情。”林峰立马想起来那个之前没来得及拉拢就加入到江月营地的女孩，本着对方也是自己交易伙伴的人，林峰还是觉得去看看。行，
去看看吧。他随手抄起自己那把补枪，跟着温若晴出了营地。树林深处，夏时宁后背靠在粗壮的古树上，微微喘息。周婷双手叉腰，气喘吁吁地朝地上啐了一口。方小曼则阴沉着脸挡在另一侧，防备对方继续逃走。跑，你再跑啊！夏时宁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手里棍子一下一下拍打掌心的苏微微，愤怒地质问：苏微微，你们抓我想干什么？夏时宁，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你毕竟还是我从前的队员，我们一起经历过困难，在这荒岛上互相扶持了那么久，我身为队长，怎么会伤害你呢？看着苏微微那张写满虚伪的脸，夏时宁冷笑一声，一个字都不信。此时，不远处的一处灌木丛后，林峰和温若晴已经借着密林的掩护，悄无声息地潜伏了下来。苏微微，有屁就放，别在这恶心我！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夏时宁，你现在立刻说出制言的方法。只要你把方法交出来，我立刻放你走，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苏微微扬了扬手里的棍子，威胁之意不言而喻。躲在灌木丛后的温若晴听到这里，有些震惊地捂住了小嘴。她怎么也没想到，苏微微大费周章地跟踪夏时宁，居然是为了抢夺制言法。而林峰则是默默地看着夏时宁，想要看看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夏时宁听完苏微微的话，先是一愣，随即居然笑出声来。呸！夏时宁一口唾沫毫无预兆地直接喷在了苏微微的脸上，苏微微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几秒钟后，贱人，你这个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周婷、方小曼，给我打！打到这个贱人说出来为止！周婷和方小曼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撸起袖子就朝着夏时宁走过去。灌木丛后，林峰双眼微眯，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这个夏时宁还挺有骨气的嘛，戏也看得差不多了，也该出手了。给我住手！只见柳霜从灌木丛中跳出，抬起右脚狠狠踹在了周婷的屁股上。周婷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踹得向前扑了过去。紧接着，她整个人脸朝下，狠狠地摔在烂叶子堆上。她有些绝望地趴在地上，吐出嘴里的烂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微微和方小曼当场愣住，二人转头一看，柳霜。随后，苏微微再也忍不住，当场愤怒咆哮：柳霜，你到底在干什么？不要管柳霜说什么了，最后再多说一句，瓜子二手车，个人卖个人，车主多卖钱，买家少花钱。柳霜，你到底在干什么？不能带他动手。你想要盐，大不了我以后多跑腿，多找点吃的跟江月他们换盐。如果这还不够，那我去陪林峰。我柳霜把话放在这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让你们缺一口盐吃。但你要是伤了夏时宁，只会让双方互相报复。现在收手还来得及。闭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空口白牙一句话谁会信？现在滚开，我还能当做你没出现。说完，苏微微就准备绕开柳霜，朝着夏时宁抓去。也就是在苏微微与柳霜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柳霜瞬间出手扣住对方的手腕，顺势向外一拧。苏微微吃痛，手里的棍子瞬间脱手。然而还不等她怒骂出声，柳霜就已经用整条右臂环住了苏微微的脖子，强行将她的脑袋勒进了自己的腋下。柳霜，苏微微两只手用力去掰扯柳霜的手臂，只是因为姿势问题实在不好发力，硬是没办法挣脱。与此同时，站在一旁方小曼见状不妙，立马准备冲上来帮忙。然而她才刚冲到柳霜面前，就被对方用左手反手扯住头发，脖子不得不顺着柳霜的手劲歪向一侧，根本就顾不上帮忙。我的头发，放手，放手啊！走啊！你不受伤，问题就不会闹大。快走啊！你坚持住，我去叫江姐他们来帮你。见到夏时宁要跑，被锁在腋下，憋得满脸通红的苏微微都快要急死，错过这次机会，可就没有下次了。柳霜，给我放开！此时，周婷也终于捂着屁股爬起来。见到这混乱的一幕，她先是一惊，随后立马上前帮忙。放开微微姐！周婷来到柳霜面前，又是扯头发又是挠脸的，气得苏微微忍不住怒骂：“你管他干什么？快去追夏时宁！”闻言，周婷这才回过神来，转身就要迈开步子追出去。别想走！在周婷听到这句话的同时，她又感觉自己的屁股上来了一脚。周婷又一次以恶狗扑食的动作趴在地上，但这还没完。看着周婷哼哧哼哧的还想挣扎着爬起来，柳霜眼神一狠，她硬是拖拽着苏微微，手里生扯着方小曼的头发，三个人朝着地上的周婷狠狠地扑压了下去。压死我了！快起开啊！而此时，在不远处的一处茂密灌木丛后，看着眼前这幕荒诞的一幕，林峰一时间也有些愣神。这女人什么来头，这么狠？听到林峰发问，温若晴终于回过神来，解释道：“她叫柳霜，在圈子里专门接武打戏和特技替身的，有一定的功夫底子。我听林姐他们说过，柳霜这个人的性格太过正直，甚至有些死板。她的体能可以说是在我们所有人里最好的一个了。往常大家一起外出采集食物，我们都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只有她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人品过得去，体能好，不做作，又是一个人才啊！难不成，林大哥，你对这位柳大美女有兴趣了？确实有点想法，不
不过还得再观察观察。见到林峰承认，温若晴转头看了一眼柳霜，默默地将此事记在心里。过了一会儿，林峰偏了偏头，对着温若晴轻轻摆了摆手。温若晴明白，接下来自己不适合露面，更不适合参与接下来的冲突，便悄无声息地借助茂密灌木的掩护，绕道退回了营地方向。又过了许久，树林空地上的肉搏战也终于分出了胜负。柳霜终究只是一个人，在独自牵制3人的情况下，体能逐渐见底。周婷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吐着嘴里的烂泥，一边痛得龇牙咧嘴。眼看着自己势在必得的制炎法就要到手，结果却被柳霜横插一脚放跑的人。苏微微再也无法保持理智。柳霜，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坏我的好事！他朝着柳霜的脸上就是狠狠一巴掌，一巴掌下去，柳霜咬紧牙关，却是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在苏微微要继续殴打柳霜泄愤的时候，精彩，真是精彩啊！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苏微微挥舞棍子的动作猛地顿住，随后快速扭头朝着声音来源看去。只见林峰站在不远处，不紧不慢地鼓着掌，而他身上还靠着一把锋利的补枪。看到来人，苏微微惊得头皮发麻，咽了口唾沫，心中的怒火全部熄灭，只剩下了恐惧。他怎么会在这里？难不成他真的是因为我动了夏时宁，特意来找我们算账的？林峰，这是我们大营地内部的事，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我又没说这和我有关系。怎么，站在这儿看个戏，还要交表演费？苏微微气急，可看着林峰肩膀上那杆闪着寒光的凶器，她愣是把后面的脏话憋了回去。就在苏微微单方面与林峰僵持住的时候，林子里又响起其他人的声音。灌木丛一阵摇晃，只见走在前面的是夏时宁，身后跟着的是面色铁青的江月、林昭然、盛星言3人，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把碎石木矛。看到江月等人也来了，苏微微心里咯噔一声，这下麻烦了。江月等人本来都已经做好了可能打起来的心理准备，可当他们看清眼前的景象时，顿时愣住。只见柳霜被周婷、方小曼压在地上不假，可是身上除了沾点泥，脸上有一片红印外，似乎并没有受什么伤。而苏微微则是一脸戒备地站在几人身边。最关键的是，林峰居然也在这里。放开柳霜姐！但即使是这样，苏微微的视线都没有从林峰的身上移开，直到在确定了林峰似乎真的只是在那里看戏，没有动手的打算，这才稍稍放下心来。江月，这是我们营地内部的事，你掺和什么？你们营地内部的事，柳霜的事先不提，你带着人在这里围堵夏时宁，对他逼问制炎法，算是什么意思？真当我营地的人好欺负吗？面对江月的质问，苏微微却突然冷笑一声，开始耍无赖。逼问？江月，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他受伤了吗？我动他一根汗毛了吗？你们有所损失吗？什么都没有！你在这叫唤什么呢？听到这厚颜无耻的话，站在江月身侧的盛星言瞬间炸了，不要脸的贱人，我戳死你！见盛星言真的要动手，苏微微吓得赶忙往后退了一步，同时还不忘握紧手里的棍子。江月见状，赶忙伸出双手抱住盛星言的肚子，硬生生将他拉了回来。星言，别冲动！江姐，你放开我！不给他点教训！江月自己虽然也很火大，但还是深吸了一口气，免得等会儿打起来自家人受伤。此时，地上的柳霜终于挣扎着从地上里爬了起来，她大口喘着粗气，周婷和方小曼则在一旁，一边揉着酸痛的身体，一边用恶狠狠的眼神瞪着她。柳霜，跟我们走吧，他们那里不值得你待了。听到江月的话，柳霜眼里闪过一丝期盼，然而还没等柳霜开口，苏微微却指着柳霜开始嚎叫起来。走，想得美！柳霜，你就算跑去江月那边，我也绝对不会让你过上好日子。还有你们，别想把他挖走，他要是敢跟你们走，我保证从今天开始，你们营地就别想有一天的安宁。以后你们出来找食物，我们就天天在后面跟着，你们找到什么我们就抢什么，你们睡觉我们就天天去你们洞口大喊大叫，你们吃饭我们就在旁边拉屎，不信你们就试试看。苏微微这番话虽然粗鄙，但在这种拉着对方同归于尽的做态，还真的起了作用。一时间，江月和盛星言的脸色难看至极。盛星言气得胸口微微起伏，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江月原本坚定的眼神也开始犹豫了。他们输不起，他们身后还有好几个要吃饭、要生存的姐妹。柳霜自然是察觉到了江月他们的变化，眼里的光芒也跟着暗了下去。就在这时，一直分析局势的林昭然突然低声道：“江月，过来一下。”江月一愣，跟着林昭然往后退了几步，两人背过身去。林昭然附在江月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极快地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很简单，想要彻底保证营地和柳霜的安全，要么我们现在就把苏微微这3个人永远留在这里，只有死人才不会去我们营地捣乱。但是很显然，我们下不去那个手，而且也可能无伤做到这些。既然这样，那就只能妥协了。苏微微要的是制炎法，我们把方法给她。他们这样恶心我们，我们还要把制炎法拱手相让。听我说完，方法要给，但不能直接给苏微微。我们要把制炎法当众交出来，但只交给柳霜一个人。把方法交给柳霜，算是还了他旧时宁的恩情，还顺便帮他在大营地里立稳了脚跟。苏微微想要盐，不仅不能针对柳霜，还得把他像祖宗一样供起来，这样既断了苏微微以后再来纠缠我们的念头，也保全了柳霜。这是目前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江月死死咬着牙，虽然心中憋闷，但他不得不承认，林昭然的这个局是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的最优解。行了，苏微微，人我们不拉拢了，算你们识相。不仅彼此，
看在柳霜救了夏时宁的份上，为了以后大家不再有摩擦，我们还会说出制言的方法。此言一出，全场皆惊，就连林峰也忍不住扭头看了过去。苏微微的笑声戛然而止，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番泼妇无赖的威胁，居然真的把这极其珍贵的制言法给逼了出来，这简直是意外之喜。但是，这制言的方法，我只交给柳霜一个人。闻言，柳霜猛地抬起头来，随后他也终于想通了其中的关键，眼中重新燃起光芒。反观苏微微的脸色，则在瞬间变得难看无比。什么？江月，你故意的吧？你明知道我们才刚闹了矛盾，现在居然把方法交给他！我数3个数，要么你让柳霜过来听，要么我们现在就走。以后你们要是敢来骚扰，我们就算是拼着受伤，也绝对不死不休。3、2、1，等等，先让柳霜把方法学到手，其他的以后再说。你去听吧。柳霜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走到江月面前，认真地勾了躬身。谢谢。不该说谢谢的夏时的诗宁。江月凑到柳霜耳边，压低声音讲解制言步骤。不远处，苏微微、周婷和方小曼急得不断换位置伸脖子，却连一个字都听不清。方法不难，所以更要藏好。回去以后绝不能让苏薇知道，只要你一天不说，他就一天动你，这是你自保的底牌，明白吗？他不只是在教我制言，也是在给我留一条退路。我明白，也记住了。江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保重。随后带着盛星言、夏时宁等人迅速离开，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密林中，苏薇脸上的阴沉才瞬间收起，换成一副热络的笑脸。柳霜啊，咱们之前可能有点误会，走，赶紧回营地，也该吃午饭了。周婷和方小曼对视一眼，也忍着酸痛挤出笑脸。前一秒还想动手，现在却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真让人恶心。柳霜没有回应，只是木然地跟在3人行后。不远处，林峰捏着下巴看完这场闹剧，把骨枪往肩上一搭，转身返回山洞营地。这变脸的速度，算是又让我开了眼。回程的山路上，柳霜以1敌3的画面不断在林峰脑海中闪过。柳霜出手够狠，却始终没有真正伤到他们，能1压3，他的体力确实比我预想的更强。山谷是个天然宝库，可只靠我一个人往返，每次能带回来的东西太少，单程2个多小时，赵雅、白芷他们空手都未必撑不住，更别说背着几十物资回来。柳霜倒是能扛得住这种强度，只是他值不值得信，还得再观察。林峰一路权衡，不知不觉回到了山洞营地。林峰欢快地迎上来，林峰把骨枪靠在岩壁上，在竹凳坐下，白勺自然地绕到他身后，替他揉捏肩膀。想什么呢？眉头都锁在一起了。在想你们的体力太差，尤其是你最差。白勺立刻不服气地捶了他一下。我明明比我姐强一点，不然现在测一下。这丫头明明自己想歪了，还装成服气，小算盘打得倒挺响。林峰伸手捏了捏他的脸，别闹，说正事儿。我说的不是那个体力。白勺疑惑地眨眨眼，终于老实下来，继续替他按肩。山谷暂时只能保持现在才效率，让温若晴多留意大营地的动静。我也在观察柳霜一周，等确认他可信，再把他挖过来。在那之前，得先把赵雅他们搬来后的住处准备好。白芷，你也过来。正在整理木柴的白芷放下手里的活儿，来到林峰面前。这几天你们继续用竹子做水桶、竹凳，方法我都教过了，有不会的随时问我。好。林峰拿起尚未打磨完成的石斧，在洞口的地石旁坐下，石斧在地石上反复推进，细碎的石叶不断落下。生活工具备齐，武器彻底开刃，就正式开始搞基建。2天过去，大营里的气氛越来越微妙。苏微微一伙虽然不再缺盐，却开始轮流盯着柳霜，想把制盐方法偷贴到手。只要把方法偷过来，我就再也不用看柳霜的脸色。可柳霜每次制盐，不是选在深夜，就是避开苏微微几人。有一次，周婷强行躲在旁边偷看，柳霜发现后，直接踩灭火堆，收起工具，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苏微微气得窝火，却又不敢再对柳霜动粗。我再怎么拼命，他也不会记我的好。既然这样，我何必继续替他卖命？从那以后，柳霜不再像过去那样卖力搜寻食物，失去这个最强劳动力，大营地的收获迅速减少，所有人每顿只能勉强混个半饱。与此同时，林峰每天都会从大营地前经过，有时背着一筐红薯，有时拎着几兜鱼，有时又扛回粗竹和猎物。营界里离的女人从最初的震惊、羡慕，渐渐变得麻木。可每次看到林峰满载而归，他们还是忍不住吞咽口水。这天午饭后，丛林中再次传来脚步声。林峰戴着宽大的草帽走出密林，腰间绑着3只野鸡，肩上还扛着一大捆手臂粗的竹子。这家伙不会是故意缠我们吧？林峰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他回到自己的营地，在洞前划出一片平整区域，又拿起竹锹哐哐4个足球大小的坑。林峰哥哥，这是在干什么？林拍掉竹锹，敲往地上一插，随即大步走向大营地。苏微微几人立刻警惕起来。招工！营地短暂安静，众人的表情顿时变得古怪，只有林诺双眼发亮，差点从地上蹦起来。又来招工了！现在我们不缺盐，你以为还有人会为1口盐去伺候你？我要建房子，需要人手干活。建房子？
众人这才明白是正经招工，却又更加疑惑。只有赵雅、林诗一几人交换眼神，隐约猜到了林峰的打算。林峰没有解释，直接开出条件：愿意来干活不偷奸马滑的，我一天管2顿饭，1碗肉汤，1个拳头的红薯。现在愿意来的，站到我身边。我来。林诺第一个冲到林峰身边，生怕被别人抢先。紧接着，赵雅、林诗一、沈小棠和温若晴也站了过去。柳霜看了看林峰，又看了一眼脸色阴沉的苏微微，短暂犹豫后，她缓缓起身，走到林峰身边。林峰满意的点点头，随后看向江韵的营地。江月、盛心妍和林昭几人迅速交换眼神。每次留1个人看营地，我们去4个。很快，江玉几人也加入队伍，只留下楚韵看守营地。加我们4个。欢迎。林峰身边的人越来越多，陈瑶终于坐不住了。微微、秦岚前辈，我也过去吧，有肉汤和红薯吃呢。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不去。陈瑶又看向秦岚，完全没有起身的意思。那我也不去了。周婷和方小曼仍盯着对面的队伍，苏微微的脸色骤然阴沉。看我干什么？你们也想去当他的狗吗？周婷咬着牙坐回苏微微身边。我不去，我陪着微微姐。方小曼却没有坐下。对不起，微微姐，我真的太饿了。她不敢再看苏微微，低着头一路小跑，站到了林峰队伍末端。方小曼，你这个叛徒！回到营地后，林峰清点人数，这一趟他一共招到了11个劳动力，11个劳动力加上白纸白潮和我，一共14张嘴。好在这几天囤下的红薯薯、肉食和熏鱼足够支撑一阵。14个人同时动工，木屋很快就能搭起来。等房子建好，就解散大部分临时工，只留下赵雅他们。投入大，回炉更快。现在，我来分配一下工作。